你只是随手给自己做了一碗葱油面当夜宵。近日来，隔壁身价10亿的女总裁深夜敲门，她张口就是2万要买走你做的面。见状，你以为她只是饿极了，便绅士的将葱油面让给了她。没想到第二天，她直接冲上门来，开出80万月薪，只为让你当她的私厨。可你却想都不想的就拒绝了她。开玩笑，当牛马这辈子都不可能当牛马的。原来就在刚才，你手脚麻利的关了火，掀开了砂锅盖，只听滋啦一声，滚烫的葱油浇在刚出锅的手擀面上，那股霸道又醇厚的香气瞬间炸开。那是混着焦香的小葱、温润的猪油，再配上秘制酱油的鲜甜，这味道在深夜里简直是头堵。就在这时，你眼前弹出一行淡蓝色的小字：叮，恭喜宿主完成特级葱油拌面 S 级，触发特殊效果，强效安抚3级，强效安抚。你解下围裙，好笑的摇了摇头，系统你怕不是搞错了？我一个睡到自然醒的咸鱼老板，要这玩意儿干嘛？说到小饭馆，你下意识的朝楼下瞥了一眼，1楼那间挂着安记小馆招牌的铺子，卷帘门已经挖下3天了，反正不差钱，开不开张全凭心情。你端着碗觉得屋里发闷，便随手推开通往阳台的木门，让晚风吹进来。老洋房的楼间距特近，那缕蛮横的葱油香就这么乘着夜风飘过了雕花栏杆，溜进了隔壁黑漆漆的屋子。隔壁202室不像你这儿灯火通明，那里只亮着一盏冷光落地灯，大书桌上堆满了文件，还有几台亮着屏的笔记本。李诗雅靠在人体工学椅上，那张能让半个娱乐圈都失色的俏脸，此刻满是疲惫和烦躁。她按着隐隐作痛的胃，眼神扫过桌上那份没开封的高级沙拉，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李总，B轮融资的对赌协议，投资方咬得特别死，非要我们明年净利润增长30%。电脑屏幕里，副总还在喋喋不休。李诗雅只觉得太阳穴一抽一抽的疼，长期失眠引发的神经痛，就像有把锯子在脑子里来回拉扯。先停一下，她冷冷打断，声音虽疲惫，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这几条我不同意，让他们重写。另外，今晚别再找我。啪的合上电脑，切断所有联系。李诗雅这才靠着椅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这套老洋房是她刚买的避难所，除了贴身助理谁也不知道，只有在这儿，她才能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族和公司里喘口气。可躲得过工作，却躲不过身体的抗议。严重的厌食症让她2天没碰过饭了，胃里烧得慌，可一想到吃的就想吐。再这么下去，公司还没上市，我人就先没了。李诗雅自嘲一笑，伸手去拿胃药。就在这时，一股奇特的香味顺着窗户缝溜了进来。李诗雅拿药的手就这么停在了半空。那不是她闻惯了的高级香水，更不是油腻的外卖味，而是一种无比纯粹又温暖的食物香气。葱油的焦香裹挟着碳水的甜味，像个不讲理的家伙，一下子就冲散了满屋的冷清。咕噜一声清楚的肚子叫，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响亮。李诗雅懵了，她下意识摸了摸肚子，那是久违的纯粹的饿，好想吃。这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住了，她的口水疯狂分泌，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渴望那个味道。李诗雅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到阳台，味道是从隔壁201传来的。新邻居，理智告诉她该叫外卖或助理，可她清楚得很，那些东西送来她也咽不下，只有这个味道是现在唯一能勾起她食欲的。她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开门走向了隔壁。咚咚咚，你刚要下筷子就被敲门声给打断了。这么晚了，谁啊？你放下筷子，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瞅了瞅，门外站着个女人，虽然戴着眼镜，穿着也保守，但那股清冷的气质和精致的五官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你拉开门，却没让她进来的意思，单手扶着门框，保持着安全距离。你好，有事吗？李诗雅打量着你，简单的 T 恤，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筷子，长相干净，眼神里只有被打扰的疑惑，没有半点惊艳或者猥琐的神情，这让她紧绷的神经松了些。你好，我刚搬来隔壁。李诗雅的声音很冷，带着点疏离。不好意思深夜打扰，我闻到你家好像在做饭。你听完挑了挑眉，啊，刚下了碗面，老房子不隔味儿，是不是熏到你了？不是。李诗雅抿了抿发白的嘴唇，既然都来了，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她直接点开付款码，直勾勾的看着你，味道很香。我刚下班还没吃饭，外卖不干净，所以想问问能卖我一份吗？为了表示诚意，也怕你误会，她又补了一句，按米其林餐厅的价格200块，行吗？你一听就愣了，随即觉得有点好笑，大半夜敲开一个男人的门，就为花200块买碗面。不好意思，我不卖外卖。你摇了摇头就想关门，而且这就是普通面条，不值200。看你要关门，李诗雅急了，下意识伸手挡住门框。等一下。李诗雅的声音没了刚才的高冷，多了几分藏不住的虚弱。你要是觉得麻烦，我出500，或者就分我一口也行。这话让你停下了动作，借着楼道昏黄的灯光，你才算看清了她。这女人脸色白得吓人，额头全是虚汗，那双漂亮的眼睛虽然硬撑着，但眼底是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活像只饿了很久又故作矜持的猫。你的目光在她苍白的嘴唇上停了1秒。作为厨子，最见不得人真饿成这样。算了，你等着。闻言，李诗雅顿时松了口气，下意识就想跟进去，却发现你根本没请她进屋，而是自顾自地转身回了厨房。她立刻停住脚，退回到门外的安全距离等着。这是成年人之间的默契。没一会儿，你拿着个一次性餐盒出来了，刚做的，一筷子没动，锅里还剩点汤，也给你装上了。你把盒子递过去，语气挺随意，不用给钱，邻里邻居的，一把面条而已，不值钱，就当是你的乔迁礼物了。李诗雅接过盒子，隔着盖子都能感到那股暖意，顺着指尖暖到了心里。谢谢。她是真心感谢，但还是坚持要给钱。我不习惯白占别人便宜。李诗雅固执地举着手机，真不用。你摆摆手，当着这个犟脾气的女人，直接关上了门。趁热吃，面坨了就不好吃了。晚安。咔嗒一声，门锁上了。李诗雅站在楼道里，看看紧闭的门，又看看手里的面，没纠缠，没搭
搭讪，连名字都没问，这邻居有点意思。他收起手机，低血糖引起的眩晕让他不敢多待，赶紧转身回了自己屋，反手就把门锁了。他把那碗平平无奇的面放在堆满文件的桌上，一揭开盖子，热气升腾，这回没了阻碍，那股强效安抚的香气瞬间将他包裹。李诗雅拿起筷子，本想只吃一口压压胃痛，可面条滑进嘴里的瞬间，她眼睛都瞪大了，没有半点油腻，只有一种温柔到极致的安抚。她本以为自己会跟以前一样，吃2口就恶心，可这碗面就像有魔力一样，让她压根停不下来。在这寂静的深夜，这位身家10亿、平日里滴水不沾的女总裁，竟然抱着一碗碳水面条吃得停不下嘴，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呼，放下空碗，李诗雅只觉得一股暖流从胃里炸开，随即直冲天灵盖。之前还像针扎似的神经，瞬间就松弛下来，眼皮重得不行。李诗雅本想去洗个澡，或者把剩下的合同搞定，可那股困意来得又快又猛，根本不给她机会。她只来得及关掉台灯，连回卧室的力气都没了，直接就趴在了书桌上。3分钟后，壁洞202室传来了李诗雅这3年来最安稳的呼吸。清晨的阳光透过纱帘，毫不留情地射在李诗雅的眼皮上。她迷迷糊糊地抬起头，脖子咔吧一声脆响。她下意识地抬手挡住阳光，脑子一片空白。我在哪？书房。我昨晚不是在看文件吗？不对，记忆瞬间回笼。李诗雅猛地坐直，真丝睡袍滑落半边也顾不上。她记得昨晚去隔壁要了碗面，吃完就像被人打了一棍，直接断片了。几点了？李诗雅慌乱地在文件堆里翻找手机，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上午9点40。什么？她瞳孔猛地一缩，僵在椅子上。9点40，这对一个常年2点睡5点醒的重度失眠患者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她昨晚大概11点吃完的面，也就是说，她用这么个别扭的姿势趴在硬邦邦的书桌上，跟死猪一样睡了快11个小时。不止如此，李诗雅深吸一口气，惊恐地发现，除了脖子有点酸，她脑子清醒的不像话，身体也轻得像卸了几十斤担子。不对劲，李诗雅非但没觉得高兴，反而警铃大作。多年的商场直觉让她瞬间把目光投向了桌角，那里放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塑料碗，连一滴汤都没剩下。安眠药，这是她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除了这玩意儿，她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她在焦虑的夜晚瞬间失去意识。那个邻居有问题。李诗雅的脸瞬间冷了下来，眼神里透着一股寒气。她拿起空碗凑近闻了闻，没有化学药剂的味道，只有淡淡的葱油香，甚至过了一夜，这冷掉的味道还能勾得她胃里一阵骚动。如果下药，她图什么？李诗雅逼自己冷静分析，图财，门反锁着，家里没被动过，图色。她现在衣服完好，连眼镜都还在鼻子上，恶作剧。而且要是安眠药，醒来肯定头晕恶心。可她现在精力好的能跑个马拉松，难道真是因为太累了？李诗雅盯着那个空碗，开始怀疑自己。就在这时，桌上的备用手机突然震动，打破了书房的寂静，是助理小陈。李诗雅调整呼吸，接起电话。什么事？李总，您总算接电话了。小陈的声音都带了哭腔。您昨晚关机失联，我差点就报警了。刚才王董一直催，问您股东大会还去不去？他说您要是不行，可以把代理权交出来，告诉他把心放回肚子里。李诗雅冷笑一声，我身体好得很，半小时后我会准时出现。挂了电话，李诗雅顺手把那个一次性碗扔进了垃圾桶。是巧合，她在心里给昨晚的事定了性，那个邻居不过是个做饭好吃的普通人而已。与此同时，一墙之隔的201室，你正哼着小曲儿，把煎好的荷包蛋铲进盘子。系统虽然让你当咸鱼，但早睡早起是咸鱼的基本素养。收到来自时刻李诗雅的烟火气反馈，加50点，评价久旱逢甘霖，极度的身心满足。你倒牛奶的手一抖，嚯，50点。你惊讶地看着系统面板，平时店里卖碗面，普通客人最多给1-2点，只有那种真饿坏了或者有不适的，才能给个5到10点。昨晚那女人竟然直接报了50点，看来这邻居昨晚睡得不错啊。你咬了口流心蛋，心情大好。烟火气可是系统的硬通货，有了这50点，你又能去商城换好东西了，比如那款贼贵的黑毛猪五花肉，你可馋了好久了。咚，门外传来关门声，接着是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渐行渐远的哒哒声。你瞅了眼时间，则大周末的不到10点就出门，有钱人也不好当啊。你摇摇头，继续啃你的早饭。楼道里，李诗雅换上了干练的白色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是精致的妆容，重新戴上了金丝眼镜。那个昨晚穿着睡衣狼吞虎咽的女人仿佛消失了，现在的她是星辰资本的创始人，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李总。路过201门口时，李诗雅的脚步下意识地停了停，那扇深褐色的防盗门紧闭，里面飘来煎蛋和牛奶的香味，很普通的味道，但不知为何，李诗雅那因为开会而紧绷的胃突然又抽了一下，那种饥饿感就像潜伏的野兽，尝过血腥味就再也受不了清淡。李诗雅的手指微微蜷缩，要不要再去买份早饭？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狠狠掐断。李诗雅，你清醒点，昨晚是意外，你不能把自己的生理需求寄托在一个陌生男人身上，况且他还得查清楚昨晚那碗面到底有没有问题。要是巧合就算了，要是那个男人真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想到这里，诗雅眼神一冷，推了推眼镜，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的走了。只是他不知道，理智这玩意儿在生理本能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尤其是当夜幕降临，那股刻骨铭心胃痛再次袭来时，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将会瞬间崩塌。江海中心大厦顶层，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股东大会刚刚落下帷幕。李诗雅稳坐主位，那张冷艳的脸上波澜不惊，只有手中的钢笔在文件上划下了干脆利落的最后一笔。李总，您今天简直杀疯了！助理小陈边收拾文件，边用崇拜的眼神偷瞄着自家老板。刚刚王董想用旧的财务报表找茬，结果被您倒背如流3年的数据对得哑口无言，那气场
简直绝了！李诗雅揉着眉心，脸上却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她自己清楚，这份超神的状态来得有多蹊跷。以前开完这种硬仗，她早就低血糖加精神透支倒下了，可今天她的大脑就像刚上完油的顶级机器，转得飞快。午饭来了，小陈端上一份精致的日料，还是您常吃的那家怀石料理，特地交代了要清淡少油。李诗雅看着眼前艺术品般的生鱼片和寿司，却毫无胃口，甚至闻到那股鱼腥味时，胃里一阵熟悉的恶心感瞬间翻涌上来。拿走！李诗雅眉头紧锁，一把推开餐盘，给我来杯黑咖啡。可是李总，你已经2天没好好吃东西了。我说了，拿走！小陈见状吓得不敢再劝，只能默默端着那份几千块的午餐退了出去。办公室里瞬间静得可怕，李诗雅踱步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的车流，眼神深邃的让人看不透。这绝不是巧合，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面对顶级日料，她只想吐，脑子里却疯狂叫嚣着昨晚那碗阳春面的味道。真要拿去化验吗？李诗雅划开手机，翻出昨晚偷拍的那个垃圾桶空碗，但念头一闪，她又立刻掐灭了这个想法。真要有问题，她现在该是精神萎靡，而不是跟打了鸡血似的。再说化验要时间，万一被人知道她怀疑邻居下毒，又是一场公关灾难。想知道真相，只有一个最直接也最危险的办法，那就是再吃一次。如果效果依旧，那就算里面是毒药，对现在的她而言，也是不得不饮的鸩酒。晚上7点，李诗雅推光了所有饭局，准时回了家。她没开灯，像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搬了张椅子守在玄关，手里虽拿着书，耳朵却尖锐地捕捉着门外的一丝一毫动静。7点半，一阵细微的切菜声果然从门外飘了进来。7点45，滋啦一声，是热油下锅的爆响。下一秒，一股比昨晚更浓郁、更霸道的肉香顺着门缝，简直是长了腿似的疯狂涌了进来。不再是清淡的面香，而是油脂和糖分交融后那股让灵魂都为之颤抖的焦糖香气。这是红烧肉，绝对是顶级五花肉小火慢炖出的绝品。黑暗中，李诗雅的喉咙不受控制地滚了滚，胃里的空虚感被无限放大，那股抓心挠肝的馋意让她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李诗雅深吸一口气，猛地站起身，啪地打开灯，对着镜子迅速整理好仪容。而你此刻正哼着小曲儿，悠哉地给锅里的红烧肉收着汁。系统提示音叮咚响起，制作完成，秘制红烧肉 S 级，触发特殊词条，极致满足 LV3，效果愉悦感爆棚，负面情绪清零。吃一口，赛过活神仙，赛过活神仙。这词条有点东西啊！你夹起一块油光锃亮、肥瘦相间的肉块塞进嘴里，眼睛瞬间就亮了。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你眉毛一挑，这时间点，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来了。你随手关了火，连围裙都没解，拎着锅铲就去开了门。门外，李诗雅一身高定西装站得笔挺，神情高冷又矜持。要不是那双眼睛一个劲儿往屋里瞟，你还真以为他是来谈几个亿大生意的。哟，又是你啊！你靠在门框上，一副明知故问的样子。是我。李诗雅扶了扶眼镜，试图用钱砸出高冷气场。既然是邻居，我就直说了，昨晚的面很好吃，多谢夸奖。所以我想跟你谈个长期合作。李诗雅瞬间切换到谈判模式，语气沉稳又自信。我平时工作太忙，没空做饭，也吃不惯外面的油腻。看你手艺不错，以后我每天晚上在你这儿订餐。他伸出5根手指，语气不容置疑，1顿5000，食材费我另出，不用做复杂的，家常菜就行。你只要顺手多做一份给我就好，这对你来说不费事。作为回报，1个月15万，现金，不用交税。说完，李诗雅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你。然而，她想象中你欣喜若狂，或者哪怕一丝犹豫都没有，你只是愣了半秒，然后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她。李小姐，你换了个站姿，手里的锅铲在空中潇洒的一挥，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能买到一切啊？李诗雅的眉头微微蹙起，这是个双赢的买卖，你没有任何损失，我有损失啊！你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我心情会变差。什么？李诗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做饭纯粹是因为我爱吃，我享受这个过程，懂吗？你声音懒散，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劲儿。要是因为你的钱，我天天得掐点给你做饭，还得伺候你的口味，那不叫生活，那叫上班。我这人不缺钱，更不缺一份伺候人的活。你笑了笑，1顿5000是挺多，但为了这点钱让我没了做饭的乐趣，那可太不值了。李诗雅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她做梦都没想到会被拒，理由还这么任性，嫌少是吧？她下意识就加价1万1顿。见她这样，你脸上的笑意也淡了，看着眼前这个漂亮却满身铜锈味的女人，心里的那股叛逆劲儿彻底上来了。李小姐，你声音冷了3分，后退1步就准备关门。这不是钱的事儿，别说1万，就是10万。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不送外卖，更不做私厨。想吃饭是吧？出门左转500米米其林，右转200米肯德基，慢走，不送。砰！门关的没有丝毫犹豫，就在李诗雅的鼻尖前，她整个人僵在门外。她被拒了，而且是被这么毫不留情的拒了。但更要命的是，门虽然关了，可空气里残留的那股肉香，却像个无形的钩子，死死地勾着她的五脏六腑，胃里开始疯狂抽搐。饥饿和被拒的羞辱，让她引以为傲的理智几近崩塌。不吃就不吃。李诗雅咬着牙扭头回屋，我就不信了，没你那一口我还真能饿死。结果10分钟后，1602室的厨房里就传来了一阵锅碗瓢盆的惨叫。半小时后，李诗雅瞪着垃圾桶里烧糊的锅，还有外卖软件上那些让她犯恶心的图片，她绝望地承认自己虽然没饿死，但离疯真不远了。晚上8点半，1602室的客厅气压低得吓人，茶几上摆着几个精致餐盒，是李诗雅托关系让米其林3星餐厅破例加急送来的主厨特制红烧肉。不就是红烧肉吗？李诗雅嘴唇都咬白了，死死地瞪着那几块色泽诱人、摆盘精致的肉块。理智在告诉她，这可是顶级的伊比利亚黑猪肉，顶级大厨的手艺，无论食材还是技术，都完爆隔壁那个家伙。
可他刚拿起筷子把肉送到嘴边，一股料酒和油脂混合的腻味还没碰到舌头，就让他猛地一阵干呕。李诗雅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为什么？她瞪着一桌子昂贵的垃圾，眼里全是迷茫和怒火。明明是同样的菜，为什么他的我能吃，别人的我就想吐？难道那家伙真给我下蛊了？咕噜，肚子又在抗议，这次不光是饿，低血糖带来的手抖和冷汗也来了，那种空虚感像个黑洞，正一点点吞噬着他的理智。而最致命的是，隔壁的抽风机好像还没停，那股带着焦糖甜香和醇厚肉香的味道，就像一个幽灵，顺着窗户缝隙，顺着门缝，无孔不入地往他鼻子里钻。李诗雅在客厅里烦躁地走来走去，高跟鞋踩在地毯上闷闷作响，就跟他此刻快要爆炸的心跳一个节拍。吃不到，给钱不要，外卖咽不下，真要饿死在这儿不成？他猛地停住脚步，目光定在玄关的穿衣镜上，镜子里的女人一身凌厉职业装，妆容一丝不苟，脸色却差得像鬼，活像个穿着铠甲的饿死鬼。对了，是态度。他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你关门前那句，那不是生活，是工作。没错，他刚才那副高高在上用钱砸人的样子，完全是把你看成了服务员。对一个不差钱还有个性的家伙来说，这绝对是种冒犯。要想吃到那口饭，就必须换个策略。李诗雅闭上眼，深吸一口气，为了活命，该死的尊严有时候确实得放一放。10分钟后，李诗雅又一次站在了你家门口，只不过她脱下了那身攻击性十足的白西装，换上了一件软糯的浅灰色羊绒衫和宽松的居家棉裙。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明显温柔了许多。屋里，你正夹起一块颤巍巍的红烧肉准备享用，听到敲门声，筷子一停，无奈地叹了口气，怎么又来了？你放下筷子走向门口，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他要是再敢拿钱砸人，你就当着他的面把这块肉吃了，非馋死他不可。然而门一开，你准备好的一肚子嘲讽瞬间都憋了回去，因为门外的画风彻底变了，那个霸道女总裁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柔软毛衣，低着头，看起来有点可怜兮兮的大美女。这次又有什么事？你挑了挑眉，语气虽然还是懒洋洋的，但攻击性明显弱了不少。抱歉，又来打扰你了。李诗雅抬起头，声音放得极轻，她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无比真诚。刚才是我不对，把工作习惯带进了生活，让你不舒服了，我跟你道歉。你顿时有些意外，嘿，这女人还挺能屈能伸啊。没事儿，我早忘了。所以你到底想干嘛？李诗雅连忙递上手里的木盒，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红酒，罗曼尼康帝，口感很棒。作为邻居，为我刚才的冒犯赔罪。他绝口不提钱，只说是赔礼。你瞥了眼那个盒子，当然认得这玩意儿，这一瓶没有2、3万下不来。但现在这瓶酒的意义变了，它代表着尊重和人情。酒是好酒，你顺手接过盒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不过我猜你来这儿不光是为了送酒吧。李诗雅的脸颊瞬间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红晕，那是被看穿的尴尬，也是自尊心在作怪。可紧接着，屋里飘出的肉香给了他最后的勇气。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胃，抬头看你，眼神里带着一丝近乎哀求的坦白。我刚才点了外卖，可一口也吃不下去。叶先生，我真的好饿，能不能看在这瓶酒的份上，让我蹭一口饭？我不挑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哪怕是剩下的也行。你看着他，那张脸白得吓人，额角的碎发甚至被冷汗沾住了，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系统提示音恰到好处的响起，检测到时刻极度强烈的进食欲望，当前预期烟火气收益爆表。你终究还是叹了口气，侧身让开一条道，进来吧。李诗雅的眼睛刷的一下亮了，就像快要溺死的人抓住了浮木。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你悠悠地补充道，家里没多余的拖鞋，不用换了。还有，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谈工作，我知道，我保证不说话。李诗雅赶紧溜进屋，但脚步却停在了门口附近，这是她本能的戒备。她飞快地扫视一圈，挑了张离大门最近的餐桌椅子坐下，这个位置进可攻退可守，真有危险她2秒就能逃出去。你看穿了但没点破，转身进了厨房，拿了副干净碗筷，盛了碗米饭，又连肉带汁的浇上一大勺红烧肉。喏，吃吧。你把那碗堆得跟小山似的红烧肉盖饭放在了她面前，咕咚。这一刻，李诗雅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形象管理？那红亮亮的五花肉在灯光下颤动，浓稠的酱汁包裹着白米饭，香气简直要冲破她的天灵盖。谢谢。李诗雅拿起筷子，手都有些发抖。她夹起一块肉塞进嘴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油腻，牙齿刚碰到肉皮，那顿的软烂的胶质感就瞬间融化，紧接着瘦肉入口即化，油脂的香气在嘴里轰然炸开，咸中带甜，回味无穷。随着味蕾的狂欢，极致满足的词条效果瞬间激活。那一刻，李诗雅感觉自己轻飘飘地浮在云端，所有的焦虑、胃痛，甚至是刚才的委屈，都在这一口肉里化为乌有。她舒服地眯起了眼睛，紧绷的肩膀彻底放松下来，嘴角不受控制地翘起，露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没发现的傻乎乎的满足笑容。你坐在她对面，边吃饭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女总裁，刚才还是一副冰山模样，现在吃的两边腮帮子鼓鼓囊囊的，活像一只偷吃的小仓鼠。获得烟火气加80评价，久旱逢甘霖的灵魂暴击，时刻的幸福感已经满到溢出来了。你满意的笑了，不错，这瓶酒换80点烟火气，这顿饭请个值。15分钟后，李诗雅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碗里干净的像是舔过一样，1粒米都不剩。吃饱喝足，理智也重新回笼。她看着空碗，又看看对面一脸坏笑看着自己的你，脸上疼的一下就红了。那个，李诗雅噌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试图恢复高冷。多谢款待，味道真的很好。不客气。你朝桌上的空碗抬了抬下巴，记得把碗洗了。李诗雅当场就愣住了，洗碗？她这辈子连洗碗池都没碰过。
可吃人嘴短，他瞅了瞅你那理所当然的表情，愣是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好，他只好笨手笨脚的端着碗走向厨房。几分钟后，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盘子撞击声，李诗雅有些狼狈的走了出来。洗好了。你头也没抬，慢走不送。李诗雅点点头，走到门口，手刚搭上门把手，却突然停住了。那种吃饱后的幸福感还在身体里回荡，这是他3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猛地回过身，眼神复杂又坚定地看着你。这瓶酒只抵这一顿，明天晚上我还会来，但我不会白吃，我会带新的礼物来换。说完，根本不给你拒绝的机会，他猛地拉开门，像只偷腥成功的猫，飞快地溜回了自己的地盘。你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又看了看桌上那瓶死贵的红酒，无奈地摇了摇头。得，这下算是被赖上了。回到自己家的那一刻，李诗雅几乎是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没让自己瘫倒在地毯上。那碗红烧肉带来的极致快感，像温柔的海浪，一遍遍冲刷着她那根绷紧了太久的神经。好困，前所未有的困意席卷而来，李诗雅连妆都来不及卸，踢掉拖鞋就一头栽进了卧室的大床里，脸颊碰到枕头的瞬间，整个世界都黑了。第二天清晨，李诗雅是被刺耳的闹钟惊醒的，她猛地睁眼，下意识就去摸手机，心脏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而疯狂擂动。可当她看清时间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早上7点半，她昨晚9点睡的，也就是说，她竟然一口气睡了10个半小时。李诗雅缓缓坐起身，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虽然带妆睡了一夜，但那双常年布满血丝的眼睛，此刻却清澈明亮的惊人。她抬手按了按自己的胃，不痛也不胀，那种生锈机器被重新上了油的顺畅感，让她感到了久违的舒畅。那个男人，李诗雅望向窗外，目光仿佛能穿透墙壁。如果说第一次是巧合，那第二次就是铁律。你做的饭就是他的药，是他现在唯一的解药。上午10点，星辰资本总部会议室里气氛依旧紧张，但莫名的比往日少了许多压抑。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B 轮融资的最新方案。副总抖着嗓子汇报完，小心翼翼地偷瞄着主位上的老板。按照以前的经验，李总这会儿早该因为身体不舒服皱眉头，甚至直接发飙了。可今天李诗雅稳坐主位，一身利落的藏青色西装衬得她背脊笔直，手里攥着钢笔，眼神锐利的像刀子，哪还有半点昨天的病态。方案第3条逻辑有问题，回去重做。还有对赌协议的底线我发你邮箱了，就按那个标准去谈。李诗雅的声音清脆有力，思路清晰的可怕，告诉那帮老狐狸，我们星辰资本是缺钱，但还没缺到要跪着要饭的地步，想趁火打劫，让他们滚蛋。是，李总。副总被这股强大的气场震得一个激灵，赶紧点头哈腰。会议一结束，助理小陈端着温水走进办公室，满脸惊讶地看着李诗雅。李总，您今天气色也太好了吧？是吗？李诗雅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脑子里又不受控制地飘过那碗红烧肉的香气。对了，李总，午餐还给您订怀石料理吗？一听到午餐这2个字，李诗雅的好心情瞬间打了折扣，胃里下意识一阵抗拒。不用了，他摆摆手，给我冲杯蛋白粉，再来个苹果就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吃过你做的饭，再让他咽下那些冷冰冰的日料或者油腻腻的外卖，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他这位算是被你彻底养刁了。下午5点，李诗雅竟然提前下班了，这可是1年多来的头一遭。去最大的进口超市，他对司机言简意赅的吩咐。坐在后座，李诗雅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手指有节奏的敲着膝盖。昨晚他说了今天会带礼物，酒送过了，钱你又不要。既然你是个厨子，还是个懂行的吃货，那最能打动你的，除了顶级的食材，还能有啥？况且这可是一张宝贵的饭票。傍晚6点半，你正惬意地躺在摇椅上撸猫，一边盘算着系统面板，照这速度，再干几天就能换那本神级刀工的技能书了，美滋滋。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熟悉的敲门声。你瞅了眼时间，呵，还真准时。你起身开了门，门外李诗雅果然又换下了那身咄咄逼人的职业装，穿了件温柔的米色风衣，但这次她手里提的不再是小巧的红酒盒，而是2个印着高端超市 logo 的巨大保温袋。晚上好啊，叶先生。李诗雅笑得温婉，那股邻家姐姐的气质简直拿捏得死死的。我说过的，我会带礼物来。她把袋子提起来给你看。我想，作为一个厨师，你应该拒绝不了这些好东西。你往袋子里扫了一眼，好家伙 ，M9 和牛、蓝龙虾，还有顶级的松茸，这一袋子东西，没个大几千下不来。系统提示音瞬间炸响，检测到顶级食材，系统任务触发，使用顶级食材烹饪，奖励预测，厨艺熟练度大幅提升，且菜品必带双重词条。你的眼睛噌的就亮了。你对钱没兴趣，但对这种极品食材，是真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李总，你侧身让开，脸上的笑容比昨天真诚了起码3成。不得不说，你可真是个懂行的，快请进。李诗雅暗暗松了口气，赌对了。她提着沉甸甸的袋子进屋，熟门熟路地把食材放上厨房台面。这些够我们2个人吃吗？她故意问道。够5个人吃都绰绰有余了。你拿起那块和牛，感受着指尖的细腻触感，啧啧称赞。这种品质的肉，不做寿喜烧或者厚切牛排，简直就是犯罪。你是大厨，你说了算。李诗雅非常识趣地退出了厨房。我只负责吃，还有洗碗。你回头瞥了她一眼，嘿，这女人进入角色的速度还挺快。行，你挽起袖子，抽出主厨刀。既然李总这么好奇，那今晚咱们就吃顿好的 M9 和牛寿喜烧，配黄油煎松茸，你就请好吧。厨房里传来备菜的声音。李诗雅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那副有节奏的切菜声，看着暖黄的灯光洒满地板，那一瞬间，她紧绷了一天的神经忽然就松懈了。这里没有对赌协议，没有勾心斗角的股东，只有马上就能吃到的美食和一个嘴巴毒蛋手艺逆天的邻居。她靠在沙发上，嘴角不自觉上扬。这张门票买得太值了。厨房里，黄油在铸铁锅中融化，发出滋滋的悦耳声响。紧接着，切成厚片的野生松茸平铺在锅底，随着温度升高，一股仿佛来自深山雨后的浓郁菌香瞬间霸占了整个屋子。李诗雅端正地坐在餐桌前，双手交叠
放在膝上，坐姿比千百亿合同时还标准。但他微微颤动的鼻翼和不自觉滚动的喉咙，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焦急。滋啦！你将那2片雪花纹理完美的 M9和牛眼肉铺在了松茸之上，高温瞬间锁住肉汁，油脂被逼出，与松茸的香气交织融合。你熟练的淋入特调的寿喜烧汁，酱油的咸鲜和味淋的甘甜在锅中沸腾，升起袅袅白雾。D 检测到顶级食材，烹饪判定 S 加级，触发双重词条。词条1，极致满足 LV3 多巴胺的狂欢盛宴。词条2，元气复苏 LV2，针对长期透支的身体进行深层修复，犹如枯木逢春。双黄蛋啊，你眉毛一挑，看来这几千块花的不冤。系统给的反馈可比普通的红烧肉强太多了。你夹起一片裹满汤汁，还在微微颤抖的和牛，那粉红色的诱惑，蘸上无菌蛋液后，放进了李诗雅面前的小碗里。第一口，趁热吃。李诗雅早就等得望眼欲穿了，她夹起牛肉送入口中，牙齿刚碰到肉片，和牛那标志性的丰腴油脂就在蛋液的包裹下，如同丝绸一般划过舌尖。紧接着是松茸脆嫩的口感和泥土的芬芳，以及寿喜汁咸甜交织的底味。李诗雅的眼睛猛地瞪大了，随着食物滑入胃中，一股暖流轰然炸开，迅速沿着脊椎向上蔓延。那些因长期高压而酸痛僵硬的肌肉，在这股暖流的冲刷下，竟然产生了一种酥酥麻麻的舒爽感，就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把全身生锈的零件都拆下来保养了一遍。元气复苏正在生效，李诗雅感觉自己的天灵盖都要被这股鲜味掀飞了。她再也顾不上说话，筷子上下翻飞，动作虽然还保持着优雅，但速度却快得惊人。一片和牛，一块松茸，再来一口吸饱了汤汁的魔芋丝。你坐在对面慢悠悠地涮着肉，看着这位身价上亿的女邻居吃的鼻尖冒汗，脸颊泛红，这种投喂的成就感确实比单纯挣钱爽多了。20分钟后，2大盘和牛，1篮子松茸，连同最后的乌冬面被扫荡一空。李诗雅放下筷子，满足地长舒一口气。她摸了摸微鼓的小腹，脸上是这几年来最放松的表情。我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值的一顿饭了，食材好罢了。你毫不鞠躬，去洗碗。这一次，李诗雅没有半点犹豫，她利落地挽起昂贵的羊绒衫袖子，甚至还哼着小曲儿走进了厨房。周一，星辰大厦顶层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压抑得让人几乎窒息。长长的会议桌两边，泾渭分明地坐着2派人，一边是李诗雅带领的创业元老，另一边则是几个西装革履、神情倨傲的中年男人。他们是 B 轮融资的领头方，鼎盛资本的代表李总。鼎盛资本的王总语气咄咄逼人，关于对赌协议，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如果你们连明年净利润增长30%都做不到，那我们就要怀疑星辰资本的盈利能力了。而且王总眯起眼睛，眼神锐利地审视着他。我们还听到些风声，说李总最近身体堪忧，经常缺席晨会。投资就是投人，您要是垮了，我们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李诗雅身上。要是上周五那个随时会晕倒的李诗雅，面对这种直戳软肋的攻击，恐怕早就胃痛心悸，乱了阵脚。但今天李诗雅稳坐主位，面色红润，眼神清亮。王总说笑了。李诗雅微微一笑，气场瞬间全开。她压根没瞅那份补充协议，反手就把一份厚厚的数据报告拍在桌面上。啪的一声脆响，震得对面的王总眼皮都跳了一下。星辰资本上季度的用户增长是120%，现金流紧张是为了抢占市场。至于我的身体，李诗雅猛地站起身，双手撑着桌面，居高临下的盯着他，眼神冷得像冰。我刚跑完5公里过来的，要不要我把体检报告糊你脸上？30%的增长率我签，但你们的投资额必须再加2成，而且不许要投票权，要么签，要么滚蛋。想来星辰分蛋糕的人多的是。王总直接被对懵了，看着眼前这个容光焕发、跟打了鸡血似的女人，心里那点趁火打劫的算盘彻底稀碎。行，李总够爽快。王总咬着后槽牙，我们签。下午4点，随着最后一份文件签完，那帮瘟神似的投资人总算滚蛋了。呼，李诗雅一回到办公室，关上门的瞬间，那股强撑着的精气神就像被扎破的气球，噗的一下全泄了。她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死死按住位，那股熟悉的让人心慌的空虚感又卷土重来了。元气复苏的电量彻底告罄，高强度的脑力厮杀，外加6小时的马拉松会议，把昨晚那顿饭的能量烧得一干二净，身体就像台破旧机器。刚才强行超频的后果，就是现在更凶猛的反噬。李总，您没事吧？助理小陈推门进来，看见李诗雅惨白的脸色，魂都快吓飞了。没事，就是有点脱力。李诗雅虚弱的摆了摆手，声音都飘了。要不我给您订份下午茶？隔壁街新开了家法式甜品店。不用了。李诗雅一听见法式甜品这几个字，眉头就本能的拧了起来。那些甜到发哭的奶油和花里胡哨的盘子，光是想想就让她恶心。她抬手看了眼表，4点10分，距离那个男人的小饭馆开门还有2个多小时，可她的胃已经开始疯狂抗议了。小陈，李诗雅忽然开口，眼神里透着一股决绝，把今晚的庆功宴给我推掉，让副总带他们去啊！小陈当场就愣住了。可是李总，今晚王总他们可都在啊，您要是不去，我说推了。李诗雅抓起包就往外走，动作带着几分急不可耐。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更重要的是，小陈满脸问号，还有什么事能比搞定几10亿融资的庆功宴更重要？备车。李诗雅深吸一口气，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去菜市场。小陈还以为自己幻听了，结结巴巴地问，去哪儿？菜市场。李诗雅回过头，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我要去买门票。夜幕降临，幸福里那栋破旧的居民楼里，李诗雅拎着2大袋沉甸甸的东西，脚步虚软的一步步挪上2楼。之前那顿饭带来的元气彻底耗尽，被压抑整日的疲惫与胃痛此刻加倍袭来，冷汗沿着发丝滑落。花了她精心化的妆，终于到了。她盯着201那扇斑驳的红漆木门，眼底掠过一抹执拗的光。门后有她的解药，但今晚她的目的可不只是一顿饭那么简单。咚咚咚，她猛吸一口气，强行挺直腰板，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落魄，抬手敲响了门。
没几秒门就开了。你穿着件松垮的灰色卫衣，手里还攥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看到他的瞬间，明显怔住了。此刻的李诗雅一身高级职业装没变，可脸色却白得吓人，眼神亮得诡异，手里那个印着农贸市场的红白塑料袋，跟他这身打扮简直是天壤之别。李总，你把嘴里的苹果咽下去，调侃道：“你这是把菜市场给抢了？”李诗雅却没半点开玩笑的心思，直接把手里的袋子往地上一放，接着他猛地抬头，目光灼灼地盯着你，语速飞快，好像生怕下一秒就撑不住了。叶先生，我们聊聊。聊什么？你懒散地靠着门框，丝毫没有让他进门的意思。谈一份长期稳定的供餐协议。李诗雅开门见山，浑身散发着谈判桌上的凌厉气场。这几天的状况你也清楚，我需要你的厨艺，你也不讨厌我带的食材。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关系确定下来？他说着就从包里甩出一份刚在车上拟好的合同，不用你做住家保姆，也不用随叫随到，我只要每天的晚餐，食材我全包，菜单随你定，加工费每月20万，咱们签个字，把这事儿变成契约，对你我都有保障。这简直是他能想出的最完美的方案了。可你呢，只是淡淡瞥了眼那份合同，连手都懒得伸。不签2个字，简单又直接。李诗雅当场就懵了，为什么？价钱还能商量的？李诗雅，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第一次喊他全名，脸上的慵懒收敛了些，眼神也认真了起来。我做饭纯粹是自己高兴，自己想吃，你来蹭饭不过是邻居间顺手的事。可一旦签了这东西，味道就全变了，我成了给你打工的，每天到点就得开火，多没劲啊！那样的饭做出来没灵魂，也不会好吃的。你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补充，我觉得这会严重影响我的厨艺水平，还是说我做的难吃你也无所谓？你话音刚落，李诗雅就僵住了，她又被拒绝了，而且这次你拒掉的不只是钱，更是她想主导这段关系的念头。那好吧，李诗雅的声音带上了哭腔，那股硬撑起来的气场瞬间土崩瓦解，胃里猛地一阵绞痛，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李诗雅脸色煞白，下意识捂住肚子，疼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要不是扶着门框早就倒了，好疼。她低垂着头，声音微弱的快要听不见，我真的吃不下别的东西，最近吃你的饭才刚好一点点。看着眼前这个卸下所有盔甲，蹲在地上脆弱的像个小女孩的女强人，你终究是无奈的叹了口气。系统提示音也恰到好处的冒了出来，叮，检测到食客状态极度虚弱，并伴有心理恐慌，建议烹饪，暖胃流食。行了了，别演苦情戏了。你弯腰拎起地上的走地鸡和蔬菜，顺手搀了李诗雅一把，进来吧。李诗雅缓缓抬头，眼眶里还含着腾出来的泪水，一脸茫然地望着你。还是那句老话，合同不签，我也懒得要你的钱。我又不是没工作。你一边说一边把他扶进屋，按在了餐椅上，接着你转身倒了杯温水递给他。但只要我在家做饭，就不差你这一双筷子。真觉得过意不去，就多带点好吃的、新奇的食材过来。话音一落，你便提着食材走进了厨房。李诗雅捧着温水杯，掌心的暖意瞬间传遍四肢百骸。她望着你在厨房忙碌的背影，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安稳落地。厨房里咕嘟咕嘟响了半小时，你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砂锅走了出来。你带了鸡，但你现在的胃可受不了油腻。你掀开锅盖，白色的热气裹挟着浓郁的鲜香和米香扑面而来。原来是一锅香菇滑鸡粥，鸡架熬出的高汤，再用来细细的熬煮米粒，直到米粒开花，吸饱了汤汁，变得粘稠软糯，配上滑嫩的鸡丝，还有切碎的香菇和青菜，最后再淋上几滴香油，制作完成。特级香菇滑鸡粥 S 级，触发特殊词条，温润养胃 LV3。吃吧，你给它盛了碗粥，顺手递过去一个勺子。李诗雅没做声，只是拿起勺子舀起一勺滚烫的粥，小心的吹了吹，送进嘴里，瞬间入口即化。米粥的软糯，鸡汤的鲜甜，还有香菇的独特香气，在舌尖上交织绽放，没有红烧肉那般浓烈，也没有和牛那般奢侈。这碗粥给人的感觉只有2个字：舒服。温粥顺着喉咙滑进胃里，一股暖意迅速扩散开来，原本绞痛的胃，在这股暖流的安抚下，竟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疼痛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暖洋洋的满足感。李诗雅只觉得眼眶发热，她一口接一口吃的比上次那块和牛还要专注。好些了吗？你坐在她对面，也给自己盛了一碗，不经意的问了一句。李诗雅低着头轻声回应，不疼了。她抬眼看向你，灯光下的这张脸虽不算惊为天人，却让她越看越觉得顺眼。叶秋，你随口应了声怎么了？她立刻问，明天的食材你想吃什么？你先是一愣，随即笑了，那得看我心情。不过你要是能搞到野生的黄鱼，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做碗黄鱼面。好。李诗雅重重点头，眼神无比坚定。明晚见。此刻她也终于明白了，在这个男人面前，真心远比金钱管用。周五傍晚6点半，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空气里满是潮湿的泥土味。李诗雅今天破天荒的早回来，手里还提着个黑色保鲜箱，里面装着她答应你的大黄鱼。这次的敲门声没了第一次的拘束，反而带着一种熟门熟路的节奏感。门一开，你就站在那儿，身上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一看就是在厨房忙活。来了啊！你看了他一眼，自然的侧身让路，那感觉就像在招呼刚回家的室友，还挺准时。我这边水才刚烧开。今天不忙就早回来了。李诗雅一边说一边走进屋。要说1周前她还像只竖起尖刺随时准备开溜的刺猬，只敢在门口的椅子上坐着，那现在她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了。她熟练的换上你专门给她备的粉色拖鞋，把保鲜箱往厨房台子上一放，就径直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了。喵呜！沙发上趴着的大橘猫懒洋洋的凑过来蹭了蹭她的手。李诗雅嘴角勾起一抹笑，伸手挠了挠大橘的下巴。一人一猫一厨房，电视里播着吵闹的综艺，厨房里是笃笃的切菜声。这鱼可以啊！厨房里传来你的赞叹，心灵至伟，肉质也紧。李总，你这挑菜的眼光见长啊！那当然。李诗雅心情大好，语气里都带着点小得意。我早说了，只要你肯做，食材绝对管够。你的声音混着哗啦啦的洗菜声传出来。行，今晚就吃雪菜黄鱼面，下雨天喝碗热汤最舒服了。李诗雅懒懒地靠在沙发上，
听着厨房里的声响，按理说这时候他应该掏出手机回几封邮件，或者看看书等开饭。但今天也许是回来太早，又或许是那个忙碌的背影看着有点辛苦，他心里竟有点过意不去。这一周他光负责买和吃，连碗都是你嫌他慢抢过去洗的。那个李诗雅站了起来，有点迟疑的走到厨房门口，顺手挽起衬衫袖子，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腕。叶秋，要不要我搭把手？你正专心片着鱼，头也不抬的问你会干啥？我会。李诗雅瞬间语塞，她扫视一圈厨房，最后目光定格在水槽边的青菜上。我可以洗菜，还有摘菜，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工作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回头扫了他一眼，眼神里写满了不信。你确定？别小看我的学习能力。李诗雅被你怀疑的眼神刺了一下，我在公司可是出了名的高效。行吧，你朝着那筐菜努了努嘴，那是小白菜，把烂叶子和根都弄掉，再洗干净就完事了。没问题。李诗雅自信满满的领了命。5分钟一晃而过，你这边刚把鱼骨煎的金黄，刺来一声倒入开水熬起了浓汤。你转身想拿青菜下锅，结果看到他面前的杰作，整个人都石化了。李总，你指着垃圾桶，嘴角疯狂抽搐，能不能解释下为啥垃圾桶里全是菜叶子，盆里反倒全是光杆司令？李诗雅手里还捏着一根被扒光的小白菜，满脸无辜又认真的解释，那些叶子不都有虫眼吗？还软趴趴的，看着就不新鲜，这些杆子才是最脆的吧？你扶着额头，彻底无语了。大姐，那是小白菜，不是甘蔗，叶子才是精华。你这么一搞，5斤菜最后就剩2两了啊！李诗雅当场愣住，她看看手里的光杆，又瞅瞅垃圾桶里的绿叶，那张自信的脸瞬间红得像个番茄。我以为她支支吾吾的想解释，却发现说什么都那么苍白无力。行了我的李总，算我求你了。你哭笑不得的抢过他手里的菜，您是干大事的人，这种粗活真不适合您，还是出去坐着等饭吧，别给我添乱了。李诗雅还想再争取一下，可看你那副看恐怖分子的表情，只能悻悻的缩回手。对不起。她低着头，声音细弱文锐，耳朵间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这还是你头一回见这位冰山女总裁露出这么窘迫的小女儿姿态，你们俩靠得极近，近到能闻见她身上清冷的香气，能看见她长长的睫毛在轻轻发颤。厨房里的气氛好像一下子变得暧昧起来，你的心跳都漏了半拍，赶紧轻咳一声打破这尴尬。没事，术业有专攻嘛。你转过身去，语气又恢复了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下次这种事您别伸手了，您就负责砸钱买菜，我负责动手做饭，分工合作，效率才高嘛。李诗雅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乖乖应了一声，贴着墙边溜出了厨房，一屁股坐回沙发上。李诗雅捂着滚烫的脸，心跳的厉害，太丢人了。她堂堂星辰资本的创始人，居然连根青菜都不会择。但怪就怪在，虽然丢脸，她心里却一点也不难受，反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感觉，就好像……李诗雅赶紧摇摇头，不敢再想下去。10分钟后，一锅奶白色的雪菜黄鱼面被端上桌，鱼骨煎到焦香熬出的高汤，加上雪菜的咸鲜，鱼片滑嫩的像豆腐，面条也根根劲道。制作完成，特级雪菜黄鱼面 S 级，触发特殊词条，暖心驱寒 LV3。吃饭吧。你把一大碗面推到李诗雅面前，还特地多加了几片最肥美的鱼肚子肉，算是对你刚才去无存精的特别奖励。你打趣道。李诗雅的脸又是一红，她夹起鱼肉放进嘴里，简直掀掉眉毛，那股滚烫的鲜汤顺喉而下，刚才淋雨带来的一丝寒意瞬间被驱散得一干二净。李诗雅埋头吃着面，腾腾的热气熏得她镜片一片模糊，她索性摘下眼镜，露出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望向对面的你。你正呼噜呼噜的大口吸着面，一点形象都没有，却偏偏让人觉得真实又接地气。就在这一刻，李诗雅忽然觉得她那个又冷又大的豪宅好像再也回不去了。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她的世界，瓦解她的心房。叶秋，李诗雅冷不丁地开了口。你嘴里塞满了面条，含糊地应了一声。这周六就后天，你有时间吗？李诗雅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装作不经意地问。公司送了2张话剧票，那剧我不爱看，扔了又浪费，你要不要一起？这是她破天荒第一次发出吃饭之外的邀请，也是她小心翼翼的，想把2人关系从饭桌上延伸到生活中的一次试探。你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紧张的要命，却非要装出一副云淡风轻模样的女人。窗外雨声沙沙，屋里灯光暖黄，你咽下面条，嘴角勾起一抹笑。什么话剧啊？太文艺的我可看不懂。听到这话，李诗雅的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是喜剧？那还行。你点了点头，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李诗雅立马低下头，嘴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碗里的面好像也变得更香甜了。周六傍晚6点，衣帽间里，李诗雅正面临着一场比拿下 B 轮融资还难的挑战。地上已经扔满了被她否决的衣服，这件太严肃了，跟去商务谈判似的。不行，这件也不行，后背露太多了，剧院里冷气足。这件呢？李诗雅拿起一件香奈儿高定外套在镜子前比了比，最后还是泄气的放了回去。周二试面时，她脑子一热就约了你，本来只想着赠票别浪费，可真到了这天，她才发现自己居然紧张的手心冒汗。这算是约会吗？肯定不算。李诗雅拼命给自己洗脑，这就是邻里间的正常社交，为了感谢她这一周的投喂而已。在衣帽间折腾了整整1小时，她终于挑了件简约的米白羊绒长裙，外搭一件驼色大衣，脚上也告别了高跟鞋，换了双平底短靴，整个人显得温柔又有气质，完美。李诗雅对着镜子最后补了下口红，满意的笑了。楼下单元门口，你正闲得发慌的踢着石子，穿的那叫一个随意，一件灰色连帽卫衣，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浑身透着股大学生的清爽劲儿。抱歉，等很久了吧？身后传来脚步声，你一回头就看到了精心打扮过的李诗雅，眼睛顿时一亮。哟，你吹了声口哨，李总今天这是要微服私访啊？李诗雅不太自然地拢了拢头发，不是说看喜剧吗？就穿的休闲点，挺好，比你那身职业装顺眼多了。你笑着，目光扫向路边那辆打着双闪的迈巴赫，还有旁边后面的司机。不过李总，咱们是去看话剧，又不是去考察项目。
目。你指了指那豪车，周六晚上的市中心能堵到你怀疑人生。坐这个去，等到了地方人家都散场了。李诗雅一愣，那我们怎么过去？诺，你朝不远处的地铁站标志扬了扬下巴，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关键是绝对不会迟到。李诗雅顺着你指的方向看去，陷入了沉思。地铁这个词对她而言，简直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她上一次坐这玩意儿，恐怕还是在国外留学那会儿。怎么，李总没体验过？你挑了挑眉，怕假？谁说的？李诗雅的好胜心瞬间被点燃，她冲司机摆摆手，直接坐地铁。10分钟后，李诗雅就后悔了，她严重低估了周六晚高峰的地铁有多恐怖，尤其是去市中心大剧院的这趟线，车厢里挤得跟罐头似的，人潮一波波涌进来，李诗雅被挤得左摇右晃，昂贵的羊绒大衣被蹭了好几下，空气里各种味道混杂，熏得她只想憋气。就在她快被一个背着巨型双肩包的大哥挤扁时，一只手臂忽然从旁边伸过来，撑在她头顶的扶手上，紧接着一个温暖的胸膛就挡在了她身前。你用身体为她隔出了一方小天地，将拥挤的人群挡在外面。站稳了，你低沉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还带着点笑意。早说了人多，非要嘴硬。两个人贴得极近，近到李诗雅能看清你唯一的抽绳纹路，能闻到你身上那股好闻又让人安心的肥皂香。李诗雅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她靠着冰凉的车厢，仰头看着你近在咫尺的下颌线，脸颊烫得厉害。谢谢。她的声音小到快被地铁的噪音吞没。你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又调整了下姿势，帮她挡开了一个试图挤过来的乘客。江海大剧院今晚上演的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喜剧。李诗雅安稳地坐在 VIP 席位上，身姿依旧挺拔端正，像是在听财报分析。可随着剧情越来越嗨，周围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台上的演员们拼命整活，包袱一个接一个的甩。一开始李诗雅还死撑着表情管理，最多只是礼貌性的牵动下嘴角，但当男主角为了躲债被迫穿上女装大跳钢管舞时，旁边的你率先绷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去，这腿毛简直了！你的笑声就像按下了某个开关，扑哧一声，李诗雅彻底破防了。这位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女总裁，此刻正捂着嘴笑到肩膀狂抖，眼泪都飙出来了。你下意识转头，就看到身边笑得花枝乱颤的李诗雅，舞台光影洒在她脸上，那双总是冷冰冰的桃花眼，此刻弯成了好看的月牙，里面像落满了星星。嘿，原来你也会笑啊！你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李诗雅没听清，她抹掉眼角的泪花，亮晶晶的眼睛望向你。叶秋，这个真的太好笑了，那鲜活灵动的模样，比任何时候都更迷人。散场时已经快10点了，你们俩随着人潮走出剧院，秋夜的晚风带着凉意，吹走了剧场里的闷热。饿不饿？你忽然问。李诗雅揉了揉肚子，大笑也是个体力活，她确实饿了。附近有家不错的日料，她正想开口提议，得了吧你直接打断了她，刚笑出一身汗，吃什么冷冰冰的东西？跟我走。10分钟后，李诗雅站在一家便利店门口的关东煮摊前，捧着一个纸杯，里面是2串萝卜、1串魔芋丝，外加2个鱼丸，热气腾腾。李诗雅端向着手里这杯加起来都不到20块的食物，满脸都写着怀疑。这东西真的能吃吗？怎么不能吃了？你已经啃掉半块萝卜，含糊不清地说。这家汤底可是用海带和木鱼花熬的，萝卜煮得透透的，吸满了汤汁，甜着呢，你快尝尝。李诗雅将信将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萝卜，软糯多汁，萝卜的清甜和汤底的鲜美瞬间在嘴里爆开。虽然比不上你做的 S 级料理，可在这微凉的深夜街头，这一口热乎乎的食物却有种别样的治愈力量，好吃。李诗雅眼睛一亮，又狠狠咬了一大口。你们俩就这么并肩站在路灯下，看着来往的车辆，一人一杯关东煮，没有红酒牛排，也没有繁琐的礼仪，但李诗雅却觉得这是她近几年来最快乐的一个周末。叶秋，李诗雅喝了口热汤，侧头看着你被灯光勾勒出柔和轮廓的侧脸。谢谢你带我坐地铁，还带我吃这个。她晃了晃手里的纸杯，不客气。你3两口吃完最后的小鱼丸，顺手把杯子丢进垃圾桶。主要是我也饿了。你拍拍手，转头冲李诗雅笑得一脸灿烂。走吧，回家了，明天还得赶早市抢排骨呢。回家。李诗雅轻轻点头，跟上你的步伐。路灯把2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不时亲密地交叠在一起。这一晚，她居然没有失眠，就算没吃到你做的饭，也睡得格外香甜，因为梦里满是关东煮萝卜的甜味，还有那个温暖的怀抱。本来李诗雅的计划堪称完美，周5晚上养精蓄锐，周6和你去看话剧，顺便看看能不能把这邻居关系再升华一下。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周5傍晚，气象台直接挂出了红色台风预警，代号海葵的超强台风今晚将正面硬刚江海市，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幸福里这种老小区，平时看着挺有格调，可一到这种极端天气，脆弱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深夜11点，202室，李诗雅裹着毯子缩在沙发角落，脸都白了。窗外狂风如同野兽般咆哮，疯狂撞击着那扇老式木窗，啪的一声巨响，不是窗户碎了，像是小区的变压器炸了。屋里的灯闪了2下，瞬间陷入一片漆黑，只剩下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风雨声。啊！李诗雅吓得尖叫一声，手机都掉地上了。怕黑，这是她除了失眠厌食外的第3个致命弱点。童年阴影让她对黑暗有严重的应激反应。她哆哆嗦嗦地弯腰去摸手机，想赶紧打开手电筒。就在这时，哐当一声巨响，伴随着玻璃的碎裂声，那扇在风雨里苦苦支撑的木窗终于扛不住了，被狂风整个掀开，锁扣崩飞，玻璃四溅，冰冷的雨水裹挟着狂风瞬间倒灌进来，昂贵的窗帘被吹得像鬼影般乱舞，桌上的文件花瓶稀里哗啦碎了一地。李诗雅惊恐地望着那黑洞洞的窗口，冷风吹透了她的睡裙，让她抖得像筛糠。这屋子是待不了了，必须走，可又能去哪？外面风雨交加，简直是送死。去公司吗？路上的树估计都倒了。极度的恐惧让她大脑宕机，身体却快过理智，做出了本能的选择。她一把抓起手机，连真丝睡裙都来不及换，胡乱套了件风衣就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门。201室，你正点着蜡烛，悠哉悠哉地吃着宵夜，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豆沙
汤圆，停电而已，对你这种资深咸鱼来说影响不大。咚咚咚，急促又用力的敲门声混在雷声里，与其说是在敲门，不如说是在砸门。你眉头一挑，这鬼天气会是谁？你放下勺子走到门前，刚拧开门锁，还没来得及拉开，大门猛地被撞开，一道裹挟着寒风冷雨的身影直接扑了进来。叶秋，李诗雅的声音抖得几乎不成调，借着昏暗的烛光，你看清了来人，她风衣湿透，睡裙紧贴着身体，湿漉漉的头发粘在脸上，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淌，那张向来高冷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惊恐和无助。这是怎么了？你着实吓了一跳，赶紧把她拽进屋里，砰的一声关上门，将外面恐怖的风雨隔绝。窗户炸了！李诗雅死死攥着你的袖子，指节都发白了，还停电了，全是水，我好怕。她语无伦次，浑身都在发抖。你瞬间就明白了，这种老洋房的窗户确实不靠谱，平时是晴调，台风天就是催命符。别怕，有我呢。你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仿佛有安抚人心的魔力。你拍了拍她冰凉的手背，进屋坐。我这边的窗户加固过，结实着呢。你把她扶到沙发上，大黄陪着姐姐，顺手把橘猫塞进她怀里，想用毛茸茸来缓解她的恐惧。紧接着你转身进了浴室，拿来一条干爽的浴巾，不由分说的盖在她头上，大力揉搓起来，赶紧擦干，小心感冒。李诗雅被裹在宽大的浴巾里，感受着你手上的力道和身上熟悉的皂角香，那股快要让她崩溃的恐惧感总算慢慢平复下来。谢谢。她的声音又干又哑，跟我客气什么？你转身去厨房端来那碗红豆沙，塞进她冰凉的手里，喝点热的，暖暖身子压压惊。李诗雅捧着温热的碗小口喝着，甜糯的红豆沙滑入胃里，冰冷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暖意。冷静下来后，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你看了一眼窗外依旧狂暴的风雨，又看了看狼狈的李诗雅，看来今晚你是回不去了。你指了指窗外，这台风至少要刮到明天早上，你家窗户破了，现在那就是个水帘洞，物业这时候肯定也过不来。李诗雅咬着嘴唇，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的脚踝，那我去住酒店。别闹了，这时候出门还没走到小区门口，你就得被风刮跑，而且这附近全是积水，车都开不出去。话落，李诗雅沉默了，她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是留宿，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虽然你们是邻居，虽然你们这几天关系近了不少，但这和过夜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李诗雅有些局促地裹紧了身上的浴巾，你会不会不方便？我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又不吃亏。你耸了耸肩，一脸坦荡，倒是李总，只要你不嫌弃我这儿庙小就行。你说着，转身走向卧室，今晚你睡卧室，我睡沙发。不行，李诗雅想都没想就反驳，这是你家，怎么能让你睡沙发？我睡就行了。拉倒吧你！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就你这被雨淋得湿透的小身板，睡客厅一晚，明天我可不想给你叫救护车。再说，你指了指客厅角落的猫窝，大黄晚上要在客厅跑酷的，你睡这儿，他能把你当跳板踩？李诗雅瞬间语塞，这个理由让他根本无法反驳。行了，赶紧去洗个热水澡，浴室有暖风。你从衣柜里翻出一套干净的 T 恤和运动裤扔给他，我的干净着呢，快把你那身裙子换了，免得感冒。李诗雅接过衣服，纯棉的料子带着她最熟悉安心的洗衣液清香，谢谢。她的声音轻得快要听不见了。半小时后，李诗雅才磨磨蹭蹭的从浴室走出来，你的 T 恤套在她身上空荡荡的，下摆直接遮住了大腿，运动裤也松垮的只能把抽绳系到最紧。你正窝在沙发上打游戏，纹身掀了掀眼皮，还行，没我想的那么滑稽，就是裤腿有点长，走路小心别把自己绊倒了。李诗雅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卧室床单被套都是刚换的，你朝卧室门指了指，里面有反锁，你要是害怕就把门锁上。就这一句话，让李诗雅心里暖洋洋的。你这人总是嘴上毒舌，细节处却体贴的不行，给了她十足的安全感。那晚安。李诗雅走到卧室门口，又回头认真的看着你，今天晚上真的太谢谢你了。一顿和牛，你头都没抬的回了一句，记账上。李诗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好，那就记2顿。卧室的门轻轻关上，她听见门锁咔嗒一声合上，却没伸手去拧那个反锁的按钮。她钻进被窝里，瞬间被你的气息彻底包裹，枕头上、被子里全是阳光晒过的味道，还混着淡淡的皂角清香。窗外的风雨依旧在咆哮，可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李诗雅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雷声不再让她心惊，黑暗也不再让她恐惧，因为她知道一墙之隔的客厅里有你。这份安全感比那空旷的豪宅和保镖真实多了。叶秋，她在黑暗中轻声念着你的名字，把脸蛋深深埋进了柔软的枕头里。不到3分钟，就在这个狂风呼啸的台风夜，那个重度失眠的李诗雅竟然在一个男人的床上睡得像个孩子。客厅里，你听见卧室传来均匀的呼吸声，这才放下手机，望向窗外的雨幕。你拉过一旁的毯子盖在身上，闭上了眼，一夜无话，只有某些说不清的情愫在风雨声中悄悄发了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溜进窗帘，李诗雅在清脆的鸟鸣中悠悠转醒，下意识蹭了蹭脸颊下的枕头，枕头硬度刚好，还散发着一股好闻的味道，像是阳光晒透的棉布混着淡淡皂角香。她懒懒地伸了个懒腰，整个人赖在被窝里，舒服的一动都不想动。等等，这皂角香，记忆瞬间回笼。李诗雅猛地睁开双眼，盯着陌生的天花板，脑子嗡的一下就清醒了。她竟然在你家，而且还在你的床上睡了一整晚。李诗雅一把掀开被子，低头就看到自己身上那件宽大的男士白 T 恤，疯了！她捂住脸哀嚎，我竟然真的在一个男人家里过夜了。醒了啊！卧室的门虚掩着，你的声音不偏不倚地从客厅飘了进来。李诗雅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拢了拢乱糟糟的头发，深吸一口气，试图找回平日里李总那股子气场。
醒了。他故作镇定地推门走了出去。你正站在阳台，端着一杯咖啡，欣赏着雨后焕然一新的城市。早啊，邻居，昨晚睡得还好吗？我家大黄没吵着你吧？李诗雅有点不敢直视你的眼睛，眼神飘忽着。没，挺好的，谢谢。那就好。你朝餐桌那边指了指，早饭准备好了，白粥配咸鸭蛋，还有根油条，随便吃点垫垫肚子。李诗雅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早餐，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这饭菜虽简单，却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我不用了。他焦急地摇了摇头，我得赶紧回去。昨晚窗户碎了，家里肯定乱七八糟，而且小陈估计快到了。我手机关机一晚上，他肯定得急疯了。行，你也没多留，那你慢走，衣服不着急还，洗干净了再给我就行。好。李诗雅走到玄关，换上那双昨晚湿透今天却已干了的高跟鞋。她迟疑片刻，还是回头看向你。那个昨晚的事，昨晚什么事？你一脸无辜的眨眨眼，不就是你家遭了灾，来邻居家借宿一晚吗？仅此而已。放心，我这人嘴巴严得很，不该说的半个字都不会多说。听到这话，李诗雅心里一暖，这个男人看着随性，其实通透的让人舒服。谢谢。她再次道谢，深吸一口气，这才推开了大门。然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李诗雅一只脚刚迈出大门，正准备转身从包里掏钥匙开隔壁的门时，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一个穿着职业装、提着早餐和急救包的女孩火急火燎地冲了出来，正是她的贴身助理小陈。李总，您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新闻说这片小区受灾严重，您没事吧？小陈焦急的声音在看到眼前这一幕时戛然而止，空气瞬间凝固。小陈瞪圆了眼睛，嘴巴微张，手里的豆浆都差点掉地上。他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向来高冷、号称绝缘体的老板，此刻竟然站在一扇陌生的门前。更要命的是，李总身上穿的分明是一件男人的宽大 T 恤，领口大的露出锁骨，长长的下摆遮住大腿，头发还乱蓬蓬的，完全是一副刚睡醒的慵懒模样。而且在李总身后的门缝里，还能隐约看见一个穿着居家服的年轻男人。李总，小陈的大脑直接宕机了，这是什么情况？金屋藏娇？不对，是金屋藏汉啊！李诗雅也万万没想到会这妖巧，她握着门把的手瞬间僵住，那种被当场抓包的尴尬，让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多年商场练就的强大心理素质，让她瞬间强行镇定下来。小陈，她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仿佛身上穿的不是男士 T 恤，而是高定战袍。你怎么来了？我打不通您电话，怕您出事。小陈结结巴巴的回答，眼神却控制不住的往李诗雅身后的门里瞟。昨晚台风，家里窗户破了，手机也关机了。李诗雅言简意赅的解释，语气平淡的像在念财报。我在邻居家借住了一晚，你别多想。借住邻居？小陈看着自家老板泛红的耳根，内心疯狂咆哮，谁家邻居借住还要穿对方衣服啊？那这位先生是？他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就在这时，李总，你的发卡落下了。你的声音从门里悠悠传来。你推开门，手里捏着一个水晶发卡，神情慵懒又自然。看到门口目瞪口呆的小陈，你挑了挑眉，露出一抹礼貌的微笑。哟，接驾的来了，那正好，省得我送了。说完，你顺手把发卡递给李诗雅，然后转身关门，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点解释，更没有一丝慌张，只留下楼道里彻底石化的小陈和表面一脸淡定的李诗雅。10分钟后，李诗雅坐在保姆车后座，捧着小陈带来的热咖啡。她已经换好了衣服，虽然家里客厅一片狼藉，但好在卧室还算完好。车里的气氛那叫一个诡异。小陈在前排开车，眼神时不时就通过后视镜偷瞄后座的老板，想问什么就问吧。李诗雅望着窗外的街景，淡淡的开了口：李总。小陈咽了下口水，八卦之魂熊熊燃烧。那位叶先生真的只是邻居吗？可是您怎么穿着他的衣服？我的衣服湿了。那您是在他家过夜的？沙发。李诗雅面不改色的撒了个谎。哦，小陈意味深长的拖长了尾音，显然一个字都不信。睡沙发能睡出这面若桃花的气色，以前李总熬夜后脸色都发青，今天这皮肤嫩的都能掐出水来了，这分明就是被爱情滋润过的样子啊。李总，那位叶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惊艳的大帅哥，但看着挺舒服的，很有生活气息。小陈试探性的开口，而且他厨艺看起来也不错，刚才开门那一下，我都闻到粥的香味了。李诗雅听完，嘴角勾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是还不错。半小时后，星辰资本总部，李诗雅踩着高跟鞋踏进办公室的瞬间，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原本极简风的办公室里，此刻竟摆着一大束夸张的红玫瑰，足足999朵，几乎占了半个会客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到刺鼻的花香。谁送的？李诗雅捂住口鼻，眼里闪过一抹毫不掩饰的厌恶。是赵公子。小陈赶紧跑过来解释，赵公子一大早就派人送来的，说是庆祝您昨天融资成功，还给您订了全城最贵的法餐厅。扔了。李诗雅冷冰冰地吐出2个字啊！小陈满脸不解，我说扔了，我对花粉过敏，你不知道吗？其实他并不过敏，只是单纯讨厌这种充满了目的性和油腻感的嗜好。看着那束价值不菲的玫瑰被保洁阿姨拖走，李诗雅靠在宽大的办公椅上，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你那碗朴实无华的白粥，还有那件宽大又温暖的 T 恤。李诗雅拿出手机，点开一个头像是橘猫的微信对话框，那是昨晚为了方便蹭饭才加的，备注是全能邻居饲养员。她犹豫了一下，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衣服我拿去干洗了，明晚带饭时还你。发完后，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今晚我想吃清淡点的。几秒后，手机震了一下，知道了，今晚做龙井虾仁，记得自带茶叶。看着这简短的回复，李诗雅的嘴角在这充满花香却冰冷的办公室里绽放出2个发自内心的笑容，什么赵公子，什么法餐，给你提鞋都不配。小陈。李诗雅收起手机，心情瞬间大好。
去通知赵公子，我今晚有约了，让他别白费心思了。是。小陈点点头，心里却在疯狂嘀咕，有约了，看来那个邻居的上位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啊。下午5点半，夕阳余晖洒在江海市老字号茶庄玉明轩的金字招牌上，李诗雅推门走了进去。她今天没穿那身攻击性极强的职业套装，而是换上了一件淡雅的裙子，手里还提着干洗店的袋子，里面正是你昨晚借她的衣服。欢迎光临，女士您需要点什么？穿着旗袍的店员热情地迎上来，目光在她那一身低调奢华的行头上一扫，立马判断出这是位大客户。我们店里刚到了今年的明前西湖龙井，您是送礼还是自己喝？要是送礼的话，我们有紫檀木的礼盒装，不用礼盒。李诗雅直接打断了店员的推销，目光扫过柜台里的瓷罐，我要口感最鲜爽，叶片最嫩的那种，不用包装，我马上就要用。店员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加热情，那您可真是懂行的老饕，我们这款是峰山特级明前龙井，8800一斤，您快闻闻这扑鼻的香气。李诗雅凑近一闻，豆香浓郁，叶底嫩绿，果然是好茶，就要这个。她当即点头，给我来2两。店员手脚麻利的打包，嘴里赞叹道：好嘞，您可真是行家，这茶泡出来汤色清碧，滋味甘鲜，招待贵客绝对有面子，不是喝的。李诗雅一边拿出手机付款，一边风轻云淡的纠正，是用来炒虾仁的啊。店员系着包装袋的手猛地一抖，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美女，8800一斤的特级龙井拿来炒菜，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李诗雅压根没理会店员震惊的目光，在她看来，这钱花得太值了。要是茶叶品质不好，影响了那道菜的口感，那才叫真正的暴殄天物。6点1刻，幸福里小区201室，你一打开门，就看到李诗雅提着一小包茶叶和装着干净衣服的干洗袋，俏生生的站在门口。挺快的嘛，你侧身让她进来，目光落在了干洗袋上，衣服洗好了，加急干洗，还消了毒。李诗雅把袋子递给你，又像献宝似的把茶叶放在餐桌上。你要的茶叶是峰山的明前龙井，店员说今早刚到的新货。你打开纸包，捏起一撮茶叶，端详片刻，又凑到鼻尖闻了闻，哟，还真是顶级货色。你似笑非笑的瞥了李诗雅一眼，李总拿几千块一斤的茶来做菜，这要是让那些茶道大师知道，非得追着骂我是败家子不可。只要好吃就不算败家。李诗雅熟练的挽起袖子，跃跃欲试，还需要我做什么吗？虾买了吗？虾我一早就买好了，已经在冰箱里腌着呢。你拿着茶叶走进厨房，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厨房里很快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李诗雅乖乖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在心头悄然蔓延。就在半小时前，赵泽宇还狂轰滥炸了10几条微信，又是道歉又是邀请他去吃空运的法国蓝龙虾，结果被他看都懒得看，直接开了消息免打扰。可现在他却为了蹭一顿家常便饭，心甘情愿地跑了大半个城市去买茶叶，这天差地别的待遇，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滋啦一声，厨房里传来热油下锅的爆响，紧接着一股清雅至极的茶香，混着河虾仁的鲜甜，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这味道不像红烧肉那么霸道，却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抚平了他眉宇间因工作而积攒的烦躁。几分钟后，一盘晶莹剔透的龙井虾仁就被端上了桌，洁白的虾仁圆润饱满如同玉珠，翠绿的茶叶点缀其间，色泽雅丽，清香扑鼻。制作完成，特级龙井虾仁 S 级，触发特殊词条，清新降火 LV3，词条效果，驱散心中烦躁与郁结，如饮山泉，心旷神怡。尝尝看。你递给他一双筷子，调侃道：这可是你斥巨资买的茶叶，可别浪费了。李诗雅夹起一颗虾仁，连着半片舒展的茶叶送入口中，虾仁滑嫩弹牙，茶叶清香回甘，那股清新的味道在舌尖炸开，瞬间化作一股清流传遍四肢百骸。李诗雅原本因赵泽宇和公司琐事而烦闷的心情，在这股气息的冲刷下，瞬间烟消云散，仿佛置身于烟雨蒙蒙的江南茶园，呼吸间全是草木芬芳，太好吃了。李诗雅满足的眯起眼，嘴角勾起一抹放松的弧度，比我在任何杭帮菜馆吃过的都好。你给自己盛了碗米饭，随口一问，看你刚才进门时眉头紧锁的，公司遇到麻烦了？不是公司的事。李诗雅吃着虾仁，心情平静的不可思议。是只讨厌的苍蝇，送了一堆花，把办公室熏得乌烟瘴气，我都说花粉过敏了还送，没完没了地信息轰炸。再提到赵泽宇，他的语气里竟没了半点愤怒，只剩下无关紧要的淡漠。看来这就是清新降火的威力啊！还有这种人，你扒了一口饭，头都没抬，语气漫不经心的像在听天气预报。既然花粉过敏这招不好使，那你下次就换个说法呗。闻言，李诗雅愣住了，筷子悬在半空，什么说法？你夹起一颗晶莹的虾仁，仔细端详了下，然后一本正经的开口，你就跟他说，你最近找大师算了一卦，说你五行缺肉，让他别再送那些花花草草的，不实惠，让他要么直接折现，要么送点澳洲纸橙、鱼子酱什么的，实在不行，送2斤猪头肉也比那破玫瑰花强啊！你话音刚落，李诗雅就怔住了，几秒后，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股因赵泽宇而积攒的郁气，瞬间被这个离谱的建议给戳破了。是啊，在赵泽宇那种人眼里，送花是浪漫，是身份象征，可到你这儿就成了一堆不能吃还占地方的垃圾，还不如1斤猪头肉来的实在。你说的对，李诗雅笑得眉眼弯弯，平日的清冷消融大半，下次我就这么回他，估计能把他气个半死，气死才好呢。你耸耸肩，吃饭就得专心，带着一肚子气吃饭，不仅不消化，还糟蹋我这盘顶级的龙井虾仁，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可以，这很叶秋。李诗雅低下头，借喝汤的动作掩饰上扬的嘴角。好，我不气了。她轻声说，专心吃饭。这顿饭吃得安静又温馨。吃完后，李诗雅照例主动去洗了碗。临走时，她站在玄关，
关，手里拿着你让他带走的茶叶袋子。你说这茶好，剩下的一点让他带回去泡着喝，能助眠。叶秋，李诗雅穿好鞋，手扶着门把手，转头问你，明天你想吃什么？他的眼神里藏着一丝期待。你靠在沙发上，撸着怀里的大黄，想了想，最近天干气燥，我想吃点润的。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要不炖个老鸭汤吧？好，李诗雅立刻点头，脑子里已经开始飞速搜索江海市哪家农场的鸭子品质最好，只要你想吃，我就能给你弄来。他看着你，语气认真的像在做年终总结报告。以后这种采购的活，你完全可以交给我，毕竟在花钱这件事上，我比你专业。你看着他那一本正经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行啊，李总，你挥挥手，那以后你就是我这小饭馆的专属采购总监了，不发工资的那种。荣幸之至，李诗雅莞尔一笑，推门离开了。走在楼道里，他低头瞥了眼手机，屏幕上又跳出一条赵泽宇的消息：诗雅，明晚我有空，能不能赏个脸？看着那条虚伪客套的消息，李诗雅脑中却回想起你那句送2斤猪头肉都比玫瑰花强的话。她面无表情地滑动手指，这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那家伙拉进了黑名单。周六上午11点，雨后的江海市空气清新。李诗雅提着一个恒温保鲜箱，心情极好地走在幸福里小区的林荫道上。箱子里是她一大早就让人从崇明岛农场现杀直送的老鸭，还有几根带着泥土芬芳的铁棍山药。为了这顿老鸭汤，她甚至推了上午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李诗雅嘴角微扬，脑海里已经开始幻想那奶白色的汤头和酥烂的鸭肉了。然而，当她走到 B 栋楼下时，脚步却猛地一顿。原本宽敞的单元门口，此刻竟然停着一辆极其扎眼的火红色法拉利，引擎盖上还夸张地系着彩带，几乎把整个通道堵死了。一个穿着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男人正靠在车门上，手里提着2个精致礼盒，时不时抬手看一眼那块镶满钻的理查德米勒。李诗雅的好心情瞬间荡然无存。赵泽宇这只苍蝇竟然追到这儿来了，他下意识就想转身走，可回家的路偏偏只有这一条。就在他犹豫的这几秒，赵泽宇已经看见了他。诗雅，他眼睛一亮，立刻挺直腰板，快步迎上来，脸上堆满自以为迷人的笑容，完全没有被拉黑的半点尴尬。你可算回来了，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去公司也找不到人，只好来这儿守株待兔了。李诗雅面若冰霜，后退半步躲开他伸来的手，冷冷地问：赵泽宇，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这有什么难的？在江海市就没我查不到的事。赵泽宇得意地笑了起来，随即用嫌弃的目光扫了一圈周围斑驳的老墙皮。不过诗雅，你这品味我可真是越来越不懂了。放着市中心的江景大平层不住，非要挤在这种破破烂烂的小区，这不是委屈自己吗？这事与你无关。李诗雅眼神冰冷，好狗不挡道：让开，别这么绝情嘛。赵泽宇嬉皮笑脸的没让开，反而把路堵得更死。他献宝似的举起礼盒，我知道你拉黑我是因为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特地来赔罪了吗？你那邻居不是说送花不如送点实惠的吗？我觉得他说的对。赵泽宇拍了拍礼盒，得意洋洋，这可是我托人空运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全都是蟹王蟹后级别的，这玩意儿有钱都买不到，我猜你肯定爱吃，所以刚下飞机就给你送过来了。李诗雅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吐出几个字：我不吃螃蟹，拿走。诗雅，你这就是不给我面子了。赵泽宇的脸瞬间沉了下来，语气强硬：我赵泽宇追女人，什么时候这么低声下气过？今天中午厨师我都订好了，就在你家做，这个面子你给也得给，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逻辑，我为你花了钱，你就得听我的。李诗雅只觉得一阵反胃，恶心的胃都开始抽痛了。就在她准备掏手机叫保安的时候，吱呀一声，沉重的单元铁门从里面被推开，一个穿着人字拖大裤衩、套着见洗的发白的 T 恤的男人，拎着2大包垃圾，打着哈欠晃了出来。借过，你睡眼惺忪地瞥了眼堵在门口的俩人，我说谈情说爱能不能换个地方，挡着我扔垃圾了知道不？空气瞬间安静。赵泽宇看着眼前这个邋里邋遢的男人，眉头紧锁，眼里全是鄙夷。呵，这就是破小区的居民素质。可李诗雅看见你的瞬间，冰冷的眼神立马融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想都没想，快步走到你身边，无比自然地挽住了你没提垃圾的那只胳膊。不好意思啊，赵公子。李诗雅转过头，冲赵泽宇露出一个礼貌又疏远的微笑。我中午已经有约了，要去邻居家喝老鸭汤。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动作让在场的2个男人同时愣住了。你低头瞅了眼挂在自己胳膊上的纤纤玉手，又抬头看了看对面的法拉利男，心里瞬间门清。好家伙，这是拿我当挡箭牌使呢！赵泽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看李诗雅，又看看一身地摊货的你。诗雅，你是不是疯了？你拒绝我的顶级大闸蟹，就为了跟这个穿拖鞋的屌丝去喝什么破鸭汤？他做的东西能吃吗？你就不怕吃坏肚子？你本来只是出来扔个垃圾，顺便看看李诗雅的鸭子到了没？对这种豪门狗血剧，你压根儿就懒得掺和。但他那句做的东西能吃吗？瞬间就点燃了你作为特级厨师的职业尊严。你面色一沉，轻轻抽回了被李诗雅挽着的手。看到你的动作，李诗雅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是要撇清关系吗？也对，谁愿意惹这种麻烦上身？然而你并没有走开，而是随手把垃圾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拍了拍手，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赵泽宇面前。赵公子是吧？你的眼神扫过他那一身名牌西装，最后落在他手里的精美礼盒上。你刚才说这是刚下飞机的阳澄湖顶级大闸蟹？废话！赵泽宇高傲地扬起下巴，每一只都有防伪扣，6两的公蟹，市面上你见都见不到。你轻轻吸了吸鼻子，神级品鉴技能瞬间触发，包装挺好，防伪扣也像真的。你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可惜了，蟹是好蟹，就是命不太好。赵泽宇愣住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被当成冤大头了。你指了指礼盒底部，那儿有一小滩不起眼的水渍，正散发着极淡的
的腥臭味，死蟹会有一股氨水味。你这盒子密封的不错，还喷了香水想盖住，可惜啊，这味偏偏外行还行，想骗我还差得远呢。6两的大公蟹是难得，可一旦死了超过4小时，体内组胺就会爆表。拿着玩意儿给李总吃，你啧啧2声摇了摇头，赵公子，你这不是示爱，是想投毒啊？你放屁！赵泽宇当场就炸了，脸涨得跟猪肝似的，这可是我亲眼看着从湖里捞的，全程冷链，怎么可能死？你个臭做饭的懂个屁！不信是吧？你轻松的耸耸肩，那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活蟹的眼睛对光有反应，死蟹的爪子可是软的。这会儿功夫，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赵泽宇被架得骑虎难下，他咬着牙，为了证明自己，砰的一声把礼盒砸在法拉利引擎盖上，一把撕开了包装，盖子一掀开，8只硕大的螃蟹整整齐齐码在里面，卖相确实威武霸气。赵泽宇伸手就去戳那只最大的公蟹眼睛，没反应，他又去拉蟹腿，那粗壮的蟹腿软趴趴的耷拉着，一点力道都没有。紧接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飘了出来，死透了，还不止一只，这一整盒全军覆没。赵泽宇的脸瞬间惨白，冷汗唰的就下来了，他真被坑了。无论是运输问题还是被人调包，总之事实就摆在眼前。哎呦喂，你夸张的叹了口气，还捂着鼻子后退2步。看来赵公子的冷链技术不行啊，赶紧扔远点吧，别把我们李总给熏着了。噗嗤一声，李诗雅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这笑声在尴尬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赵泽宇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耳光。他看看周围指指点点的邻居，再看看一脸淡然的你和满眼嘲讽的李诗雅，行，算你狠。赵泽宇一把抓起礼盒，狠狠摔在地上，恶狠狠地瞪着你，小子，你给我等着，我记住你了。说完，他狼狈地钻进跑车，引擎发出一阵怒吼，带着满腔的怒火和羞愤逃离了现场。看着法拉利绝尘而去，你摇了摇头，目光落在地上一滩死蟹上，啧，真是浪费，多好的食材，可惜了。李诗雅转过身，看着身边这个拖鞋大裤衩的男人，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你在他眼里比那个开法拉利的赵泽宇高大了1万倍。谢谢你，李诗雅轻声开口，要不是你，我今天真要被恶心坏了。小事儿，你转身就往楼里走，赶紧上楼吧，我炖汤的水都烧开了。鸭子呢？带来了没？带了。李诗雅连忙提起保鲜箱，快步跟上你，活像个怕跟丢家长的小姑娘。叶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的鸭汤能不能分我1只鸭腿？李总，那鸭子足足4斤重，你一个人吃得完吗？我能。楼道里，2人的说笑声渐行渐远，充满了平凡又温暖的烟火气。厨房里，砂锅盖子被热气顶得噗噗直跳，经过足足3小时的小火慢炖，那只4斤重的崇明岛老鸭，此刻已经彻底酥烂在奶白色的汤汁里，铁棍山药都快炖化了，让汤头更显浓稠醇厚。你一把揭开锅盖，撒入枸杞和白胡椒，一股霸道的鲜香瞬间炸开，彻底驱散了楼下那股死螃蟹的晦气。制作完成，特级山药老鸭汤 S 级，触发特殊磁条，滋阴润燥 LV3，磁条效果，深度滋养肺腑，平复肝火，让皮肤重焕水润光泽。果然，只有这种级别的老鸭才能炖出这层黄金鸭油。你满意地点点头，先盛出一大碗汤，连着李诗雅心心念念的大鸭腿一起端上桌，吃吧。李诗雅早就望眼欲穿的等在桌前了，她双手捧起碗，迫不及待喝了一大口汤，滚烫的汤汁顺喉而下，没有半点鸭腥味，全是醇厚的肉香和山药的清甜。就在那一瞬间，她感觉被赵泽宇恶心坏了的胃都被这股暖流温柔的治愈了。李诗雅舒服的喟叹一声，楼下对人的凌厉气场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的她软得像一团棉花。叶秋，李诗雅咬了口酥烂脱骨的鸭肉，眼神有些飘忽。那个赵泽宇，我估计他不会善罢甘休的。看出来了，你给自己也盛了碗汤。漫不经心地说，那种被宠坏的富二代，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毁掉。今天你让他丢了这么大的脸，他肯定在憋着坏招呢。下周5是江海市1年1度的商业慈善晚宴，李诗雅吃饭的速度慢了下来，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我是星辰资本的代表，必须出席，而赵家偏偏是这次晚宴的赞助商之一。就在刚才，我助理发来消息，赵泽宇放出狠话，要在晚宴的压轴环节搞一出当着所有人面地公开表白。听到这儿，你眉毛一挑，这是要道德绑架啊？没错，李诗雅眼里闪过一丝厌恶，那种大庭广众之下，他要是当众单膝下跪，逼我答应，要是我拒绝的太难看，第2天星辰资本的股价就得因为我李诗雅不识大体或者私生活混乱而跳水，这就是商场的恶心之处。面子有时候比命都重要。所以呢，你慢悠悠的喝了口汤，你打算怎么办？装病不去，躲得过初1，躲不过15。李诗雅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你，想让他彻底死心，只有一个办法。他放下筷子，从包里抽出一张烫金的请柬推到你面前。叶秋，我想请你帮个忙，以我男伴的身份陪我参加晚宴。话音落下，空气安静了几秒，只听见大黄在桌子底下嘎嘣嘎嘣嚼猫粮。你只是瞥了眼那张精美的请柬，手都懒得伸，直接往椅背上一摊，瞬间进入咸鱼状态。不去，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没半点犹豫。李诗雅明显愣了一下，为什么？我可以付钱的。打住！你抬手制止了他张口就要提钱的架势。李总，咱俩关系归关系，但这活我真干不了。你掰着手指头开始数落。第一，那种晚宴我没去过也知道，规矩死多，穿得跟个服务员似的，端着酒杯假笑一晚上，脸都能笑僵了。第二，那种地方的饭菜能吃吗？全是凉的，好不容易上个热菜，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我饭量这么大，去那儿不是纯找罪受吗？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有那闲工夫，在家炖锅猪蹄，看部电影它不香吗？干嘛非得去给你们这群有钱人当猴耍？李诗雅咬了咬下唇，她猜到你可能会拒绝，但真没想到理由能这么朴实无华。
还该死的有道理。要是换成以前，他可能早就一张空白支票甩过去了。但经过这几顿饭的功夫，他已经彻底摸透了这个男人的软肋。李诗雅深吸一口气，嘴角扬起一抹算计好的微笑。真的不去吗？他收回请柬，手指轻轻在封面上划过，那可太可惜了。听说这次晚宴的主厨是刚退休的国宴大师刘一手老先生。你家山药的筷子猛地一顿，刘一手那可是川菜界的泰山北斗，传说中一道开水白菜就能镇住全场的大神。对任何厨子来说，这名字都跟雷一样响亮。李诗雅敏锐地捕捉到你的反应，不紧不慢地继续加码。听说啊，为了这次晚宴，刘老先生特地准备复刻那道失传已久的宫廷版开水白菜，用的汤底是熬了整整3天3夜的顶级吊汤，白菜只用最嫩的那一小节菜心。而且除了这道菜，还有一道灯影牛肉，据说能薄到透光。李诗雅故意叹了口气，一脸遗憾，可惜我不懂这些门道，去了也就是尝个热闹。本来还想着你要是去，还能帮我品鉴品鉴，看看这国宴大师的手艺到底神在哪呢？你的喉结不受控制的上下滚动了一下，系统提示音也跑出来凑热闹，检测到传说级菜品线索。宿主身为未来的厨神，怎能错过观摩学习大师手艺的绝佳机会？你确实有点动摇了，但咸鱼的尊严让你还在垂死挣扎。想吃我自己也能做，又不是非得去那儿吃。还有哦，李诗雅看火候差不多了，直接甩出了最后的王炸。她拿出手机，调出一张图片，推到你面前。这是一把德国索林根手工坊定制的大马士革钢主厨刀，刀柄是猛犸象牙化石，刀身是300层折叠锻打的绝美花纹。只要你肯陪我去，这把神兵就是你的，而且我会在刀柄上亲手刻上你的名字。轰的一声，你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你死死盯着屏幕上那把闪着寒光、纹理如流水的绝世好刀，眼睛都挪不开了。对一个厨子来说，这玩意儿就跟剑客看到了绝世宝剑一样，是致命的诱惑。你猛地抬头，死死盯着对面笑得跟小狐狸似的李诗雅，几乎是咬着后槽牙说：“李总，你这是把我拿捏得死死的啊！”不，李诗雅俏皮的眨了眨眼，学着你之前的调调，我这叫投其所好。怎么样啊，叶大厨，这笔买卖划算不？你盯着那把刀的照片足足看了10秒，最后长长的叹了口气，一把抓过桌上的请柬揣进兜里。行，算你狠。你恶狠狠地啃了口鸭腿，好像啃的是赵泽宇的肉。为了艺术，我就勉为其难牺牲一下我的美色吧。不过说好了，要是那开水白菜不好吃，这刀你也得给我。听到这话，李诗雅脸上的笑容瞬间绽放开来，灿烂的连头顶的灯都暗淡了几分。一言为定，她端起汤碗，轻轻碰了下你的碗边，发出一声脆响。合作愉快，我的男伴先生。周五下午4点，高级男装定制沙龙里，店长笑脸盈盈地凑上前：“李总，您瞧这几套如何？”身后导购毕恭毕敬地展示着当季新款高定西装。李诗雅慵懒地陷在丝绒沙发里，端着黑咖啡，目光犀利地扫过那些做工精良的西服。太老气了，这件又太花哨，简直是赵泽宇那家伙的品味。这件剪裁太僵硬，不够贴身。他轻轻摇头，视线最终落在了旁边一脸生无可恋的你身上。你今天还是一身老样子，灰色连帽卫衣配牛仔裤，出门太赶头发都翘着，跟这金碧辉煌的环境简直是2个世界。李总啊，你打着哈欠，无聊地拽着卫衣抽绳，差不多行了。我就是个挡箭牌，又不是去参加选秀，随便来一套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李诗雅放下咖啡杯，语气斩钉截铁：今晚你得站我旁边，你的形象就是星辰资本的门面，也代表我的品味。要打脸就得全方位碾压。他随即起身，踱步到一排深蓝色西装前，指尖轻抚过细腻的面料，最后定格在一套意式剪裁的3件套上。就这套。李诗雅眼底掠过一抹满意，她回过头，将你从上到下审视了一遍。去试试。你无奈叹气，认命般的站起来。行吧，听金主的。为了那把大马士革厨刀，也为了那道传说中的开水白菜，我忍了。你接过西装，在2名导购的簇拥下走进了试衣间。试衣间外头，李诗雅又坐回沙发，瞥了眼腕表，4点半，距离晚宴还有2个半钟头，时间完全够用。说实话，她对你的新造型没抱多大希望，毕竟你平时太咸鱼了。只要西装上身别像卖保险和房产中介，能撑住场子就算成功。李总，这位先生的身材比例也太好了吧，完全不用修改，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试衣间里传来导购压抑不住的惊叹。李诗雅怔住了，身材好，平时看你套着宽大卫衣，只感觉你又高又瘦，还真没留意过身材线条。好了没有？她扬声问道。好了好了，催什么催？试衣间的丝绒帘子被一只修长的手缓缓揭开，你的声音里透着几分不自在。这领结是不是太紧了？我快喘不上气了。帘子被完全拉开的瞬间，你整个人沐浴在璀璨的灯光之下。李诗雅端着咖啡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时间好像静止了3秒。眼前这男人哪还有半点在菜市场砍价、穿大裤衩扔垃圾的邻居样？深海蓝西装完美包裹着你的身躯，勾勒出宽肩窄腰的倒三角身材，枪脖领设计更是气场全开，让你那懒散的肩膀瞬间挺拔如松。最绝的还是那份气质，往日被刘海遮挡的眉眼，此刻被发型师利落的梳了上去，露出光洁的额头和刀削般的下颌线。那双总是睡不醒似的眸子，在灯光下竟透着一股洞悉世事的从容和深邃，既清冷又金贵，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禁欲气息。李诗雅只觉得心跳猛地漏了一拍，一股前所未有的惊艳感如同电流般瞬间贯穿全身。她向来知道你长得不错，毕竟五官底子摆在那，可万万没想到这块璞玉稍加雕琢，竟能如此光芒万丈。怎么样？你不太自然地拉了拉袖口，望向呆住的李诗雅，是不是看着特奇怪？我就说我不适合穿这个。不怪。李诗雅猛然回神，飞快地掩去眼底的惊艳，放下咖啡杯站了起来。她走到你跟前，极力保持着语气的平稳，很合身，比我想的要好上那么一点。
何止是好一点啊！旁边的店长和导购内心已经在疯狂尖叫，这也太帅了吧！就是这个领结，你拧着眉毛，指着脖子上的黑色领结，是不是有点歪？刚才导购给你系的时候手都抖了，确实没系正。李诗雅扫了一眼，别动。她竟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两人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李诗雅纤细冰凉的指尖触上了你温热的脖颈皮肤，她垂着头，专心致志地为你调整领结。呼吸交错间，你只要稍稍垂眼，就能看见她微颤的长睫毛和她身上那股清冷的香水味。在李诗雅的视角里，冲击感更强，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衫，她能感到男人胸膛的灼热。你的喉结在她指尖旁轻轻滚动，散发着致命的荷尔蒙。地铁上那种心悸感又来了。好了，李诗雅仿佛被烫着了似的，闪电般收回手，退后半步拉开了距离。她猛地转身，不敢再看你的眼睛，借着整理头发的动作来平复自己有些紊乱的呼吸。走吧。李诗雅望着镜中的两人，男的高大挺拔，女的冷艳高贵，竟是说不出的登对，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可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这身衣服太拘束，赶紧走吧，早去早回，我肚子都饿了。李诗雅扑哧一声笑了，果然是帅不过3秒，一开口就暴露了吃货咸鱼的本性。不过她偏头瞥了眼身旁的男人，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底气。今晚的宴会，那只烦人的苍蝇看到这场景，脸色肯定相当好看。半小时后，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停在江海市地标云顶酒店门前。今晚的慈善晚宴就在此地举办，红毯铺陈，豪车林立，闪光灯亮成一片。赵泽宇穿着深扎眼的白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正守在签到处，抱着一大捧玫瑰花焦急张望。他早就放出风声，今晚要给李诗雅一个大惊喜。周遭一众富二代和媒体记者全都在等着看这出好戏。来了来了，那是李总的车。一个眼尖的宾客指着刚停稳的迈巴赫叫了起来。赵泽宇双眼放光，赶紧理了理领结，抱着花就想往前冲。车门应声而开，率先迈出来的是一条包裹在深蓝色西裤里的修长笔直的大长腿。赵泽宇当场就愣住了，紧跟着你从车里从容地走了出来，站定后随手扣上西装纽扣，眼神淡漠地扫过四周的闪光灯，那份从容淡定的强大气场瞬间震慑全场。这位是谁啊？也太帅了吧！是哪个刚回国的豪门少爷吗？没见过啊，这气质简直绝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骚动，赵泽宇的脸色瞬间僵硬，他感觉这男人有点面熟，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位贵公子和那天穿大裤衩扔垃圾的家伙联系到一起。随即你绅士地伸出手护在车门顶上，李诗雅借着你的手，姿态优雅地款款下车，顺势挽住你的胳膊，两人并肩站定。李诗雅抬起下巴，目光穿过人群，像利剑一样精准地定在赵泽宇那张呆若木鸡的脸上。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诮，手臂下意识地挽紧了你，带着你迈上红毯。走吧，我的男伴。他轻声开口，你头也不抬，只用两人才能听见的音量回了句，走快点，我闻见前面有烤羊排的味儿了。云顶酒店的宴会厅入口，闪光灯亮如白昼，快门声不绝于耳。李诗雅挽着你，步履从容地走在红毯上。她今晚状态好到爆，一袭银灰色晚礼服将完美曲线展露无遗，清冷的妆容因你在侧，竟多了一丝若有似无的温柔。然而全场的镜头和视线却更多的汇集在了她身边的男人身上。你全程目不斜视，其实你不是在装高冷，主要是因为2点：第一，闪光灯实在太刺眼，你怕眨眼被抓拍到黑历史；第2点，也是最关键的，这红毯也太长了点。刚才车里那股烤羊排的香气正在疯狂地勾引你的味蕾。那男的是谁啊？李总的新欢，没见过这张脸啊！江海是啥时候冒出这么1号人物了？瞧这气场，8成是京圈或者国外回来的顶级豪门吧？你看他那眼神，淡定的不行，压根没把这大场面当回事儿。周围的议论声飘了过来，李诗雅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内心那点小小的虚荣心瞬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可惜这边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站在签到台前的赵泽宇，此刻整个人都石化了。他怀里那束999朵的红玫瑰，本是用来公开示爱，顺便道德绑架李诗雅的，现在却成了个天大的笑话，让他像个处在婚礼门口的迎宾小弟。眼看着那两人越走越近，赵泽宇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终于认出来了，那张脸就算烧成灰他也认得，就是那天在幸福里小区穿个大裤衩提着垃圾，当众揭穿他送死螃蟹的那个邻居李诗雅。赵泽宇怒气上头，理智全无，他抱着花就冲了上去，直接拦在两人跟前堵住了路。周围的媒体和宾客瞬间打了鸡血，好家伙，修罗场来了，今晚的重头戏啊！赵公子。李诗雅停下脚步，秀眉微蹙，语气冰冷，这可是你第2次挡我的道了。赵泽宇气得胸膛剧烈起伏，他指着你，声音都气变形了，你竟然真的把他带来了！各位大家可别被骗了。赵泽宇猛地转身，冲着四周的媒体宾客嚷道，这家伙根本不是什么豪门公子哥，他就是住李诗雅隔壁的穷光蛋，一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天天在家烧菜的厨子。前2天我还看见他穿着拖鞋下楼倒垃圾呢。诗雅，你为了羞辱我，居然找这么个下三滥来演戏，有意思吗？全场顿时炸开了锅，厨子、邻居、倒垃圾的，所有人的目光又一次齐刷刷地射向你。然而不管他们怎么瞧，眼前这个身穿顶级高定、身姿挺拔、神情淡漠的男人，都跟赵泽宇嘴里那个形象差了108000里。反倒是赵泽宇穿着一身浮夸西装，抱着一大捧俗气的花，脸红脖子粗的咆哮，唾沫横飞，活像个恼羞成怒的小丑。呵，李诗雅冷笑一声，正要开口帮你怼回去，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你往前跨了半步，第一次正眼看赵泽宇，眼神平静无波，没有被揭穿的窘迫，更没有被羞辱的恼怒，就像在看一只嗡嗡乱叫的苍蝇。赵公子，有2点我要纠正一下，你声音不大却极具穿透力。第一，我是厨师，但我不是下等人，靠手艺吃饭总比当啃老族强。第二，你上下扫了赵
泽宇一眼，视线落在他怀里的玫瑰上，眉头微蹙，还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这玫瑰上的香水味太刺鼻了，你这是倒了半瓶古龙水上去吗？这种廉价的化工香精会严重影响我的嗅觉，干扰我待会儿品尝美食。说完，你扭头看向李诗雅，语气瞬间温柔又急切。李总，咱们能进去了不？我好像看到澳洲烤羊排刚出炉，再磨蹭就凉了。全场寂静了2秒，紧接着不知是谁第一个破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后憋不住的笑声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你，赵泽宇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你的手抖个不停，半天都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走吧，李诗雅强忍着笑意，挽紧你的胳膊。确实，这里的空气质量不太行。两人直接绕开石化的赵泽宇，在万众瞩目下，姿态优雅的步入宴会大厅，只留下赵泽宇孤零零的处在红毯尽头，抱着那束快蔫了的玫瑰花，在晚风中凌乱。宴会厅里金碧辉煌，人影交错，一进门，你那紧绷的肩膀瞬间就松懈下来。总算进来了，你放开李诗雅的手，扯了扯雷人的领结，在外面装腔作势可真累。李诗雅看你秒变咸鱼，又好气又好笑，刚才演得不错，我说的可是大实话。你用力吸了吸鼻子，目光瞬间锁定左侧的自助餐区，是迷迭香烤羊排的味道，还有那边黑松露蘑菇汤，你的眼睛都在放光。李诗雅看着你这副没出息的馋样，非但不觉得丢脸，反而觉得比刚才那个高冷贵公子可爱多了。行了，别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李诗雅一把拉住想直奔羊排的你，先别急着吃，按流程，现在是品酒时间。赵泽宇是今晚红酒赞助商的儿子，他肯定在那儿等着报仇呢。品酒，你停下脚步，恋恋不舍地忘了演羊排，那有下酒菜吗？听到这话，李诗雅直扶额，那可是几万块一瓶的拉菲，你想要什么下酒菜？油炸花生米吗？也不是不行啊。你耸耸肩，走吧，先把正事办了，早点解决那只苍蝇，我好开饭。话音刚落，赵泽宇已经从侧门进来了，他扔了那束碍事的花，理了理衣服，脸上挂着阴险的笑容，直奔中央的品酒台，那里摆着今晚的几瓶压轴好酒。他拿起麦克风，目光穿透人群，死死地锁定你。各位，赵泽宇的声音响彻全场。今晚为了给大家助兴，我特意从家父的酒窖里拿来一瓶1982年的拉菲古堡。刚才这位厨师先生不是对气味很敏感吗？连我送花的香味都嫌弃，想必对红酒也颇有研究吧？赵泽宇举起酒杯，充满挑衅地指向你，不如请这位美食家上台，为大家品鉴一番如何？这是赤裸裸的阳谋，厨子也许会做菜，但红酒这玩意儿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靠的是钱和见识砸出来的。李诗雅脸色一沉，刚想开口替你解围，有好酒，你眼睛噌的就亮了，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好事。行啊，你拍了拍李诗雅的手背，安抚她，然后双手插兜，在众人看好戏的目光中，晃晃悠悠地走向品酒台。正好羊排有点腻，喝口酒解解腻。你小声嘀咕道，声音虽小，却刚好让周围一圈人听见了，大家面面相觑。用82年的拉菲漱口，这哥们儿是真不懂还是装逼装到天际了？宴会厅中央，水晶灯下的品酒台被围得里3层外3层。赵泽宇站在台前，晃着杯中深红色的液体，脸上是稳操胜券的得意。这瓶82年的拉菲是他从他爸的私人酒窖里偷出来的宝贝，他敢肯定，你这种住破小区的厨子，这种顶级红酒，别说喝了，怕是见都没见过。请吧，陆大厨。赵泽宇亲自给你倒了杯酒，语带戏谑的递到你面前，这可是拉菲古堡的巅峰之作，您鼻子那么灵，不如给大家讲讲这酒到底好在哪？周围的宾客都停下了交谈，一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围了过来。李诗雅站在人群外，紧张的手心冒汗，她正准备上前，却看见你已经云淡风轻的接过了酒杯，你丝毫没有大家预想中的紧张和局促，单手持杯的姿势，随意的就像在自家后厨拿了个酱油瓶。系统启动扫描，你在心里默念一声，叮，神级品鉴技能1级已激活，目标锁定1982年拉菲古堡干红葡萄酒。一股庞大的信息流瞬间冲进你的大脑，从葡萄产地、当年气候到橡木桶材质，再到开瓶后的氧化状态，所有细节在你脑中清晰无比。你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这个细微的表情立刻被赵泽宇抓住了。怎么，叶先生是不敢喝吗？他高声讥讽道，还是说这酒太金贵，怕喝了折寿啊？你懒得搭理他，只是举起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色泽，然后凑到鼻尖轻轻一嗅，压根没打算喝，就这么闻了一下，你便将酒杯放回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怎么样啊？赵泽宇穷追不舍，大家都等着听您的高论呢。是闻到了黑醋栗的果香，还是雪松和烟草的陈年香气？他故意掉书袋，就想看你出丑。你却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巾擦了擦手，好像刚才碰了什么脏东西似的。赵公子，这酒是你亲手开的？那当然。赵泽宇一脸傲然，为了保证最佳口感，我特意提前2小时让侍酒师醒酒了。那就说得通了。你摇摇头，语气里满是惋惜和嫌弃。可惜啊，一瓶好酒就这么被你给糟蹋了。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赵泽宇先是一愣，随即气笑了。你说什么？我糟蹋了这酒？你懂不懂红酒啊？82年的拉菲单宁强劲，必须长时间醒酒才行，那是对完美保存的酒而言。你直接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这瓶酒的软木塞大概在10年前就受潮了，导致微量空气渗入，虽然没完全坏掉，但酒体已经很脆弱了。对付这种老弱病残的酒，开瓶后应该静止，最多醒个15分钟就够了。你指了指旁边的醒酒器，你倒好，直接把它扔进醒酒器里暴晒2小时，这跟让一个80岁老头去跑马拉松有什么区别？直接给折腾断气了。你胡说八道！赵泽宇脸憋得通红，你一个厨子装什么大尾巴狼？这酒香气明明很浓郁，香气？你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点嘲讽。你所谓的香气，是不是一股湿纸板、发霉报纸，外加一点点指甲油的味道？那是 TCA 3氯苯甲醚，也就是俗称的木塞味。你一字一顿的宣告，赵公子，这瓶酒不光醒过头了，它根本就是瓶坏酒，现在的口感酸涩不堪，结构全无，跟厨房里的陈醋没两样。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顶级红酒的风味，你耸了耸肩，那只能说你口味真重。现场
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你这套专业术语给整蒙圈了。失职版、木塞位、TC， 听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赵泽宇彻底懵了，他就是个爱装腔作势的半吊子，哪懂这些道道？他下意识的扭头看向旁边的酒店首席侍酒师刘师傅，你倒是说话啊！赵泽宇急得大吼，这小子胡说八道，对不对？这可是我家珍藏的好酒。那位一直默不作声的首席侍酒师此刻脸都白了，额头全是冷汗。其实刚才倒酒时他就觉得味儿不对，可碍于赵泽宇的面子，没敢吱声。现在被你当众戳穿，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侍酒师颤颤巍巍的倒了点酒，抿了一小口，下一秒他的五官瞬间痛苦的扭曲在一起，那股子酸涩霉味差点让他当场吐出来。身为专业人士，他绝不能撒谎，不然饭碗就砸了。赵公子，侍酒师放下酒杯，声音抖得厉害，却像一道炸雷。这位先生说的没错，这酒确实被木塞污染了，而且醒酒过度，已经彻底废了。宴会厅瞬间炸开了锅，无数道目光带着震惊、戏谑和嘲笑，齐刷刷的射向台上的赵泽宇，拿瓶坏醋当宝贝显摆，还逼着人品尝。这简直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赵泽宇脸色惨白，踉跄的后退，撞翻了桌上的酒杯，红酒洒在他昂贵的西装上，像一道可笑的伤疤。他望着对面那个云淡风轻的男人，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脑门。这家伙不是个厨子吗？怎么连红酒这种偏门知识都懂？你连个眼神都懒得再给那个小丑。转身走下台，回到了李诗雅身边。李诗雅此刻正用一种全新的，甚至带着崇拜的目光看着你，那双美眸里异彩连连，心跳快得要命。你怎么懂这么多？他压低声音问。我看过书呗。你随口扯了个谎，然后摸了摸肚子，一脸委屈。任务算完成了吧？我快饿死了。刚才闻到的烤羊排，现在能吃了吗？李诗雅扑哧一声笑了，她主动伸出手与你十指紧扣。走。她的声音里满是骄傲和宠溺。去吃羊排，你想吃多少都管够。半小时后，赵泽宇灰头土脸的溜了，那瓶名醋成了全场最大的笑料，而你则稳坐角落，面前堆着小山似的迷迭香烤羊排，吃的那叫一个专心，完全无视周围那些想过来套近乎的社会名流。李总，这位先生是。几个平时眼高于顶的老总端着酒杯凑过来，想通过李诗雅认识你这位深藏不露的品酒大师。李诗雅礼貌地把人挡了回去，抱歉，他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护肤狂魔的架势十足。就在这时，主桌方向传来一阵骚动，一个身穿白色厨师服、头戴高帽的老人，在一群酒店高管的簇拥下走了出来，是刘一手大师，国宴主厨出来了。众人纷纷瞩目，这位厨艺界的泰山北斗，此刻却面色凝重。他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说：“各位来宾，非常抱歉，今晚的压轴菜开水白菜可能要取消了。”全场一片哗然，李诗雅也懵了，他可是拿这道菜把你调来的，这要是没了，那把刀岂不是泡汤了？怎么回事啊？有人忍不住问。刘一手叹了口气，语气无奈又严谨：“刚才是菜时，我发现今天的高汤出了点问题，火候太猛，汤色虽清，回味却带了一丝焦苦。虽然一般人尝不出来，但我刘一手做菜过不了自己这关的，绝不能上桌，这是我们厨师的底线。”大家虽感遗憾，却也表示理解。只有你啃羊排的动作停了下来，取消了。你皱了皱眉，看了一眼身边明显失落的李诗雅，又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还没焐热的厨刀兑换券。不行，这把大马士革刀可是我未来的神器，吃不到这道菜，这买卖可就亏了。而且系统又来活了，检测到顶级名厨遭遇技术难题，任务指点迷津，奖励神级中医推拿技能1级。你叹了口气，放下羊排骨，用餐巾擦了擦嘴和手，站了起来。你干嘛去？李诗雅惊讶地看着你。去救个场。你理了理西装，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既然是冲着那把刀来的，总不能白跑一趟，而且那锅汤倒了也可惜，加点料还能救回来。说完，你在李诗雅震惊的目光中迈开长腿，走向了那个万众瞩目的国宴大师。宴会厅主席台旁，刘一手大师正准备放下麦克风，宣布压轴菜的遗憾离场。周围的酒店高管们个个愁眉苦脸，搞砸了顶级晚宴的重头戏，酒店的声誉肯定要受影响。刘师傅，且慢！一道清朗的声音突然响起。刘一手停下动作，扭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深蓝色高定西装的年轻人正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走来。酒店经理眉头一皱，还以为是哪个不开眼的富二代要闹事，刚想拦人，这位先生，后台重地闲人免进，让他过来。刘一手抬手制止。他年纪虽大，眼睛却不花，这年轻人的步态和眼神，有种同行才懂得沉稳。你走到刘一手面前，微微点头，态度不卑不亢，透着对前辈的尊重。刘老，刚才听您说汤里有了焦苦味。是啊，刘一手叹了口气，也没隐瞒。徒弟看火时走了神，大火烧了3分钟，虽然及时补救，但鸡茸粘锅，那股焦味已经进了汤里，可惜了那锅吊了3天的汤。对于追求完美的国宴菜来说，一丝瑕疵都是致命的，倒了确实可惜。你解开西装纽扣，一边挽袖子一边淡定地说：“焦味入汤，不是没得救，只要没糊透就能挽回。”就刘一手愣了下，随即摇摇头：“年轻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加姜汁、放陈皮，那些法子我都试过了，只能遮味，去不了根，反而会破坏开水白菜原本的清纯。不用姜汁，也不用陈皮。”你脱下昂贵的高定西装，随手递给跟上来的李诗雅。此刻的你只穿着一件挺刮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你看着刘一手，眼神专注而自信，用红白哨子吸附法，不过得改改配方：7分鸡胸肉，3分猪里脊剁成蓉，不加水，用冰块打散。下锅前，先用3两花椒水泡上5分钟，花椒水能去异味，冰肉蓉能吸焦苦，只要把火候控制在似沸非沸的菊花泡状态，3分钟焦味全无，汤色更亮。刘一手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个方子听着离经叛道，可仔细一琢磨，简直是神来之笔。利用不同肉蓉的吸附力，配合低温凝固，不仅能吸走焦糊味，还能补充鲜味。这刘一手激动的胡子直抖，这法子是谁教你的？自己瞎琢磨的。你笑了笑，总不能说是系统教的吧？刘老，敢不敢让我试试？反正这汤您也要倒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刘一手深深的看了你一眼，突然放声大笑，好一个自家琢磨，年轻人后出请。这一幕看傻了全场所有人，那个刚才还在品酒台大放异彩的神秘公子，竟然真的脱了西装，跟着国宴大师进了厨房。他真的会做菜？人群中有人不敢相信的问。李诗雅抱着你的西装外套站在原地，外套上还残留着你的余温与气息。她凝视着你挺拔的背影消失在后厨，嘴角漾开一抹骄傲的笑容。她当然会，而且她是最棒的。20分钟后，宴会厅大门重开，一股难以言喻的清冽鲜香瞬间席卷全场。这并非浓油赤酱的张扬，而是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鲜美，清新淡雅，却霸道的钻入心脾。服务生们端着精致的白瓷中鱼罐入，瓷盖揭开的瞬间，清澈的汤汁里，一朵白莲般的菜心悄然绽放，汤色明亮，不见油腥，更无半分焦糊味。这就是传说中的开水白菜。宾客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太鲜美了！天呐，这真是白菜，竟有肉的醇香，却又如此清爽。说好的焦味呢？这简直完美的不像话！现场赞叹声不绝于耳。而此时主席台上，刘一手大师再度现身，而他身旁赫然站着已经换回西装的你。刘一手握住麦克风，神情无比激动与郑重。各位，这道菜能呈现在大家面前，功劳并不在我。话音刚落，他猛地转身，当着全场数百位名流的面，竟对着你深深地鞠了一躬。全场瞬间石化，国宴大师竟然给一个年轻人鞠躬，是这位叶秋小友以神乎其技的手法化腐朽为神奇，救活了这锅汤。刘一手的声音掷地有声，在厨艺这门学问里，达者为师。叶小友对火候与食材的理解远超于我刘一手是心服口服。如果说刚才的红酒事件只是让你成了懂行的阔少，那么现在国宴大师的这一半，则彻底把你送上了神坛。无数敬畏、崇拜、好奇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你。那些先前嘲笑你身份的人，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你被这大礼弄得有些手足无措，连忙扶起刘一手。刘老，您言重了，我就是个开小饭馆的，哪能跟您比？小友太谦虚了。刘一手紧紧拉着你的手，不知小友在哪高就，改日我定要登门拜访，好好讨教一番。你心里咯噔一下，可别啊，我只想安安静静当条咸鱼。您这尊大佛要是来了，我那小店还不被踏平了？以后再说。你连忙打着哈哈想要溜走，你快步走下台，回到李诗雅身边。怎么样？你冲她眨眨眼，活像个邀功的孩子。任务完成，那把刀总该到手了吧？李诗雅凝望着你，灯光下你光芒万丈，有些晃眼，可你心心念念的竟然还只是那把刀。稳了。李诗雅莞尔一笑，伸手帮你理了理微乱的领带，动作温柔自然，满是藏不住的亲昵。不光是刀，李诗雅凑到你耳畔，声音带着一丝微颤和魅惑。以后你想吃的任何顶级食材，我全包了。就在这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原来是灰溜溜离场的赵泽宇，不知何时又潜了回来。虽然换了身衣服，但脸色依旧难看。他看着你风光无限，极度的五官扭曲，忍不住阴阳怪气。菜做的再好又如何？不还是个伺候人的厨子？诗雅，你跟这种人厮混，不怕丢了星辰资本的脸吗？赵泽宇的声音不大，但在周围的赞叹声中，却显得格外尖锐刺耳。你还没来得及开口，李诗雅的脸瞬间冷若冰霜，她猛地转身挡在你身前。那一刻，女总裁的气场全开，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赵泽宇，李诗雅冷眼盯着他，声音不大却含义刺骨。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像你这样拿着家里的钱到处挥霍炫耀，才算有面子？在我看来，他刚才在后厨救场的样子，比你这一身名牌高贵万倍。他紧紧挽住你的手臂，十指紧扣，高高举起，不仅对着赵泽宇，也对着全场宾客。还有，我纠正你一点，他不是伺候人的厨子。李诗雅一字一顿，霸气侧漏的宣告，他是我李诗雅的御用主厨，也是我唯一承认的男伴。谁再敢对他不敬，就是和我星辰资本为敌，听懂了吗？全场鸦雀无声，这哪是维护，这分明是公开宣战，是毫不掩饰的护短。赵泽宇的脸惨白如纸，张了张嘴，却屁都放不出一个。在李诗雅的强大气场下，他感觉自己渺小又可笑。你看着身前这个纤细却无比高大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暖笑，被富婆包养，哦不，被女总裁罩着的感觉，好像还真不赖。丁，任务完成，指点迷津，获得奖励，神级中医推拿技能1级。听着系统的提示音，你反手握紧李诗雅微凉的手指，在她耳边轻语：走了，李总，羊排凉了，回家给你煮碗面，握2荷包蛋。你话音刚落，李诗雅满身的锋芒瞬间敛去，她回眸望你，眼中冰雪融化，只剩无尽柔情。好，我们回家。初秋深夜的江海市街头，一辆黑色迈巴赫平稳疾驰，正朝着幸福里小区的方向驶去。李诗雅端坐在车内，高定礼服裙摆如水银般铺散。作为晚宴焦点的她今晚醉意微醺，纵有你挡酒，也难辞那些商界大佬的连番敬意。此刻酒劲上涌，她原本挺直的脊背逐渐松弛，车身碾过减速带轻微颠簸，她脑袋不受控的一歪，咚的一声轻磕在你肩头。你正用手机搜索心得的大马士革刀保养法，忽觉肩头一沉，指尖动作不由得一顿，侧头望去，只见李诗雅双眸紧闭，黛眉微蹙，温热急促的鼻息喷洒在你颈窝，往
往日杀伐果断的女总裁此刻卸下防备，竟显得格外乖巧安静。李总，你伸出手指戳了戳她肩膀，醒醒，坚持一下，到家再睡，别动。李诗雅嘟囔着，不但没起身，反而像嫌弃你肩膀太硬般蹭了蹭，寻了个惬意的姿势，靠得更实了。头晕，让我靠会儿。往日清冷的声线此刻透着醉酒后特有的软糯与霸道。你无奈轻叹罢了。看在他今晚护短又赠宝刀的情分上，这肩膀便借他暂做枕头。叶秋沉默片刻后，闭目的李诗雅忽地轻声开口：宴席上的餐点着实难吃，同感。你深表赞同。那烤羊排老得像嚼橡胶，红酒烩牛肉更是只见酒味不见肉香。我饿了。李诗雅睁开迷离双眼，凝视前方的虚空。我想吃热乎带汤的东西。你瞥了一眼时间，已经午夜。行，回去便给你做。不想回楼上。李诗雅摇头抗拒，那房子空旷的让人心慌，况且家里似乎也没食材了。略一思索，确实如此。昨晚炖完老鸭汤，冰箱已空。知道了。你扫视窗外，熟悉街景，拍拍前排隔板，吩咐师傅就在小区门口停。5分钟后，迈巴赫稳稳停在幸福里小区门口的底商前。此处有间不起眼的小店，卷帘门紧闭，唯有门口木质牌匾借着路灯可见龙飞凤舞的4个大字：安记小馆。李诗雅迷迷糊糊下车，茫然打量这既陌生又熟悉之地。她虽住在楼上，这却是她首次站在你店门前。你掏出遥控，升起卷帘，推门入内，按下开关，暖黄灯光瞬间倾洒，照亮了这不足50平米的小天地。李诗雅惊讶瞪大眼眸，此处竟无想象中的油烟气，更无苍蝇馆子的杂乱感。店内 L 型原木吧台，环绕开放式厨房，墙挂手写木质菜单，不像一个饭馆，倒似一个温馨的深夜避风港。随便坐。你脱下昂贵西装，随意搭在椅背，熟练地从柜台取出深蓝围裙系于腰间。顷刻间，你从宴会上叱咤风云的贵公子，变回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老板。既然李总视察工作，那今晚便破例营业一次。李诗雅踢掉累的人高跟鞋，赤足踩着洁净木地板，径直走到吧台高脚椅上落座。她双手托腮，静静注视你在开放式厨房忙碌的身影。仅剩肥牛卷和自腌酸萝卜。你拉开冷柜，做碗酸汤肥牛面，既解酒又暖胃。李诗雅乖巧点头应允。灶火升腾，蓝色火苗欢快舔舐着锅底。李诗雅凝视那升腾的白色蒸汽，眼神逐渐有些发直。你抓料、颠勺、控火，每道工序都透着游刃有余的自信。片刻后，一碗色泽金黄、酸香扑鼻的酸汤肥牛面端至李诗雅面前。金黄汤底漂浮红色胶圈与翠绿葱花，肥牛卷吸饱汤汁，面条看着便劲道爽滑。制作完成，特级酸汤肥牛面 S 级，触发特殊磁条醒神开胃 LV3，功效驱散酒意，唤醒食欲，能助躯体瞬间回血。趁热吃吧，你对李诗雅说道。李诗雅拿起筷子先饮一口汤，酸爽微辣伴着萝卜发酵的醇香，瞬间冲淡胃中酒气的油腻。她满足的叹息一声，昏沉大脑顿觉清醒。她大口嗦面至额角微汗，那畅快淋漓之感令人欲罢不能。你倚靠吧台对面，倒了杯温水，静静看她进食。10分钟后，汤底见底，李诗雅放下碗筷，精致面容终于恢复了血色。环视着这温馨的小店，又看眼面前的空碗，强烈的念头盘旋脑海。她从包里掏出黑色银行卡，按在吧台推向叶秋。你擦着手疑惑，没吃饱，这卡放你这儿。李诗雅凝视着你的双眼，虽带着醉意神情，却异常认真。以后我想把这当成我的专属食堂，除去菜金，若哪天我不想回家或心情欠佳，能否随时来这坐坐？算我包场。比起冰冷的豪宅，他更贪恋此处的温度。闻言，你不由一愣，看看那张无限额度黑卡，又对上李诗雅期待试探的眼眸。这女人竟想买断你的私人空间，作为一条励志躺平的咸鱼。啧，你轻声一咂嘴，伸出手指将那张黑卡原路推了回去。见此情景，李诗雅原本闪烁的眸光瞬间暗淡了下去。拿回去吧，我这是小本经营，不搞什么预充值，况且卡太贵重了，我也怕丢了赔不起。你动作利落地扯下围裙，顺手将其挂在墙边的钩子上。紧接着，你俯身拉开吧台抽屉，在一堆杂物中翻找出一把挂着小绳的卷帘门遥控钥匙。啪的一声，钥匙在吧台上滑到李诗雅手边，这玩意儿归你了。李诗雅整个人愣在当场，盯着那把突如其来的钥匙，半晌没反应过来。我常住2楼，以后若是赶上雨天，我懒得下楼迎你。你打个哈欠，一脸理所当然。往后来了自己进屋坐着等，省得在外面敲个没完扰民。闻言，李诗雅指尖轻颤，她深知这不仅是把钥匙，更是进入你私密领地的特权。她成了唯一拥有自由出入权的人。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伸出食指左右摆动，强调钥匙只是省得让你在外吹冷风。至于开不开火，几点开饭，全凭我心情好坏。我若在楼上睡死过去，你就算把店拆了，我也不会下楼煮面的。听着你这番毫无求生欲的声明，李诗雅原本被拒绝的失落感瞬间烟消云散，一股巨大的惊喜自她心头涌起。她紧紧攥住那把带有你体温的钥匙。好，她嘴角禁不住微微上扬，眸中醉意化作细碎星光。我记住了，若是老板睡着了，我就在这儿静静等你醒来。你看着他这副极易满足的模样，无奈摇头。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一身酒气熏得我额头发疼。晚安。李诗雅轻巧地拎起包起身，步履轻快的宛如放学回家的女孩。临出门前，她又晃了晃手中的钥匙，笑容明艳。明早想吃小馄饨，我会自己开门进来的。你凝视她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低声嘟囔：小馄饨啊，看来明天清早又没法睡懒觉了。系统提示绑定首位专属时刻，奖励神级面点记忆。关上卷帘门时，你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虽说马
麻烦了点，可这清冷铺子多点烟火气似乎也不赖。翌日清晨，卷帘门已然升起，你正紧握擀面杖在案板前忙碌，谁让某位大小姐点名要吃小馄饨？既然领悟了神级面点技艺，你索性舍弃成品皮，决定亲手操刀，选高筋粉加碱面添韧劲，净水分3次揉入，只见动作行云流水，形好的面团在你手中仿佛拥有灵性，杖影纷飞间，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便铺满案板。恰在此时，玻璃门索性发出轻微转动声，门扉被缓缓推开，李诗雅如约而至。今日她难得褪去职场套装，换上一袭素雅白裙，发丝松散挽在脑后，怀中抱着一方沉甸甸的黑胡桃木盒。只是她行走的姿势略显滑稽，颈项挺得笔直，脑袋微斜，整个上半身僵硬得如同钢板一块，甚至转头时都要连带着肩膀和腰一起平移，宛若电量告急的机械人。早啊！她声音闷闷地打招呼。你正娴熟地裹着馄饨，抬头一瞥，忍不住乐出声。李总，您这是梦里练了机械舞，还是让高手给点穴了？李诗雅俏脸一黑，咬牙切齿地将木盒推向你。昨晚落枕了。她没好意思说是因拿了钥匙太兴奋折腾到半夜，只能借口是昨晚忘了关窗吹了冷风。娇生惯养，你摇着头进了手。稍等片刻，馄饨马上就下锅。话音刚落，你的目光便被那精美的木盒所吸引，眼神中透出灼热的渴望。这是答应送你的赔礼。李诗雅吃力地用眼角余光看你。德国定制的大马士革钢煮厨刀，让人连夜送过来的。你深吸一口气，轻抚木盒那细腻的纹理，随后神情庄重地拨开了锁扣。啪嗒一声，盒盖开启，一柄线条流畅、寒芒毕露的钢刀正静握在深蓝色丝绒之上，刃面布满如流水般的绚丽纹理，象牙画饰柄握感温润，末梢还刻着你名字缩写的字母。你握紧刀柄，顺势提起，重心的分配堪称完美，握在手中仿佛成了手臂的自然延伸。真是口绝世好刀！你眸中闪烁着纯粹而惊艳的亮芒，简直像见到了绝世佳人一般。你随手从菜篮里拿出一颗红番茄，甚至未曾用力，仅是将刀刃轻抵番茄顶端，借着刀身自重顺势向下一划，嗤的一声毫无阻滞，熟透的红番茄瞬间一分为二，切面平滑如镜，竟连汁水都未渗出半分。系统检测到传说级厨具大马士革定制主厨刀，装备特效切割精度加30%，食材锁鲜度加20%，心情愉悦值加50%。李总，你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刀，转头看向李诗雅，笑得真挚无比。这礼物简直送到我心坎里去了。见你像个得了心爱玩具的孩童，李诗雅因落枕而焦躁的情绪稍缓。你喜欢就好。她忍痛挪向高脚椅。我的馄饨呢？快饿扁了，马上就好。今儿让你见识下新刀的威力。你心情大好，连干活的效率都翻了一番。提刀切向葱段紫菜，只见寒芒一闪，葱花细若游丝且大小均一，浓郁葱香扑鼻而来。水沸下锅，这锅馄饨用了神级技艺，面皮薄如蝉翼，韧劲十足。3肥7瘦的黑猪肉馅吸饱了葱姜水，鲜嫩欲滴。不过1分钟，一碗热气腾腾的3鲜小馄饨便端到了李诗雅面前。清透高汤中10几颗馄饨如白云浮动，紫菜虾皮蛋丝点缀其间，撒上一把极细葱花淋入猪油，瞬间香气四溢。趁热吃吧！你递过汤勺，叮嘱道，小心烫嘴。嗅着诱人的香气，李诗雅食指大动，舀起一颗馄饨轻吹2口，张嘴便要送入，谁知变故突生，馄饨抵在嘴边，她下意识的习惯性低头去接。颈侧猛地传来一阵钻心剧痛，仿佛经脉被生生扯断。她手腕一抖，滚烫馄饨跌回碗中，溅出几滴热汤。李诗雅瞬间僵住，保持着举勺姿势，进退维谷，既疼且窘。堂堂总裁竟因落枕连饭都吃不到嘴里。你正用软布细细擦拭新刀，闻声抬头，恰好撞见这一幕。只见李诗雅哽着脖梗，眼眶微红，委屈巴巴地瞪着碗中馄饨，活像只够不着猫条的馋猫。噗嗤，你一时没绷住，直接笑出了声。李诗雅狠狠剜了你一眼，眼刀犀利，笑什么笑？有本事你也落个枕试试。好好，我不笑。你放下刀，洗净双手，绕出吧台，走向他。看来李总这脖子伤情颇重啊。走到他身后，你打量着那僵硬的肌肉，歪成这副德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练什么歪头杀绝技。叶秋，李诗雅羞愤交加地喊你的名字。行了，别乱动。你语气陡然严肃，咱做厨子的常年低头容易得颈椎病。我跟老中医学过2手，其实是系统昨晚刚奖励你的神级推拿。你立于他身后搓热掌心，饭先别急着吃，筋都扭成麻花了，不揉开的话，今天别想干活了。试试我的手艺。闻言，李诗雅略显迟疑，脖子实在痛彻心扉，且你此刻语气专业，全无平日的轻浮。况且身后属于你的气息将它让人心安，那你轻点。他轻咬下唇，终是妥协。真的很疼，放心吧。你温热的手掌轻柔地搭上他纤细的脖颈，指尖触碰的瞬间，李诗雅身躯一僵，下意识地想要瑟缩躲闪。放松点。你按住风池穴，嗓音低沉醇厚，把身体交给我。话音未落，大拇指已然发力。啊！一声短促且压抑不住的娇吟从他唇齿间溢出，妩媚入骨的声音回荡在清晨小店。门外正欲买菜的王大妈脚步猛地一顿，脸上表情瞬间变得精彩万分。店内的你手也不禁一抖。李总，你无奈苦笑，叫这么大声，容易让人误会咱这儿有啥不正经服务。一番推拿过后，李诗雅只觉整个人都通透舒爽，没想到你这家伙竟还藏着这一手绝活。喝完最后一口鲜汤，李诗雅优雅擦拭嘴角，看着水槽边忙碌的你转了转脖子，浑身舒畅。叶秋，怎地没吃饱？你头也未回，专心冲洗着那柄新刀。不是。李诗雅双手交叠支着下巴，眼含期待。我在想以后这颈椎维修能不能搞个长期卡，比我去过的理疗馆都强。你关水是刀动作利落，转身倚靠琉璃台。李总，我刚说了，这活费手。活动着手腕，你拒绝的干脆利落。我是厨师，手得保持灵敏，偶尔救急尚可，长期给你按摩，我这店还开不开了。李诗雅抿唇不语，她习惯于利益交换，你嫌累便是筹码不够。本想提加钱或送礼，却又咽了回去，毕竟对你而言钱似乎毫无吸引力。正纠结该用何物打动这咸鱼老板，却见你突然举起手中寒光凛冽的大
大马士革刀，刃面折射出迷人的花纹。不过嘛，你话锋一转，嘴角勾起慵懒的笑意，看在这把好刀的面子上，倒也不是不能商量。李诗雅闻言一愣，刀，这柄德国纯手工定制的神兵利器，估摸着没个几万块根本下不来。你只见轻抚刀脊弹出一声清越悠长的嗡鸣，咱这人最受不得欠人情，你送了这般贵重的趁手家伙，我若连这举手之劳都推诿，倒显得咱不敞亮了。你收刀入价，全当是这宝刀的售后福利，往后若真疼得撑不住，便尽管来店里，只要我不忙且心情不赖，就免费为你调理。但事先声明，1周仅限一次，别真拿我当盲人技师使唤。李诗雅凝视着你，感受到你心中惦念着赠刀的那份情谊。好吧，她眼底笑意如潮水般漫溢，拎起手包款款站起身，这份售后我可是赖定了。她布置门前，心情明媚的回头摆了摆手，走了，叶师傅，记得勤快点给你的宝贝做保养，毕竟她现在可是我的专属提货卡。凝望那道推门而去的曼妙背影，你有些无奈的笑笑，瞥向架上那柄流光溢彩的厨刀唏嘘，啧，这口软饭怎地越吃越顺嘴了。平推拿神技成功强化食客依赖度，系统锐评，欲抓其胃必先揉其背。宿主，你这路子确实越走越宽广了。你拧紧水龙头，抬手望向窗外，暖阳正烈，清风徐来，又是平淡而又安稳的一天。周一正午12点的星辰大厦顶层，总裁办公室内低气压令人屏息，尽管落地窗外晴空万里，办公桌后的李诗雅却面色若冰寒彻骨。纵使昨日那番神技让她颈间恢复了灵活矫健，却依旧没能安抚下身体里另一个器官的暴动。她的胃正闹腾的厉害。李总，助理小陈战战兢兢地捧着日式七盒入内，这是您往常最爱的怀石亭鳗鱼定食，主厨精选肥美的河鳗，鲜热出炉。李诗雅疲惫抬头瞥了一眼那七盒，声音冷淡的不带一丝起伏，先搁在那儿吧。她强撑着揉了揉眉心，揭开盒盖，浓郁的蒲烧酱香伴着鱼胶味扑面而来，放在往日这定是难得的珍馐美味。可在尝过那碗清鲜绝伦的开水白菜、酥烂入骨的老鸭汤以及那碗摄人心魄的阳春面后，眼前这份昂贵定食在她闻来只剩一股浓重的工业甜腻与腥气。她啪的一声扣上盖子，将其远远推开，拿出去处理掉。李诗雅语带焦躁，一股子油腻腥骚叫人如何下咽。小陈惊得一哆嗦，赶忙收起盒饭。那李总，您看要不换换口味？是要隔壁的米其林法膳，还是那家顶尖私房粤菜？不用了。李诗雅颓然地挥了挥手，满眼绝望，都是一个套路。满锅的重油味精根本叫人没法入口。小陈捧着七盒诚惶诚恐地退了出去，心里阵阵发苦。李总这厌食症怕是愈发严重了。下午的例会估计又是场腥风血雨，办公室内再度陷入死寂。李诗雅脱力般陷进真皮椅中，轻舞空位，心情糟透了。吃惯了琼浆玉液后，再吃这些糟粕，简直是种折磨。她习惯性地划开手机微信，那个被顶制的饲养员头像毫无声息。鬼使神差下，她点进了你的朋友圈主页。你从不爱发动态，可就在10分钟前竟罕见地更新了，没有任何文字点缀，只有一张高清的糖醋小排特写图。画面中排骨色泽红润诱人且油光发亮，碎碎白芝麻点缀其上，身旁衬着晶莹饱满的米饭与一碟翠绿青菜。构图背景正是安记小馆那张极具韵味的原木色吧台。隔着屏幕，李诗雅仿佛已嗅到那阵酸甜酥嫩的肉香。咕噜一声，刚才对那昂贵定食毫无反应的为此刻竟对着手机屏疯狂轰鸣，盯着那盘排骨，李诗雅眼底都快冒出绿光了。这是何等的人间疾苦！她在顶级写字楼里挨饿受罪，那个咸鱼老板却躲在馆子里独享珍馐，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诗雅猛吸一口气，指尖飞速敲击屏幕。叶大老板，忙着呢吗？你秒回了信息，饭菜刚上桌，正准备开动。李总突然大驾光临，有何见教？李诗雅银牙暗咬，反手就是一个1000元红包掷去。江湖救急，快饿晕在公司了。那盘糖醋小排速速卖5，配送费1000块即刻送达。此时正欲大快朵颐的你瞥见转账信息，微微挑眉，区配送费就给1000块。这豪横富婆为了口热乎饭，还真是舍得砸钱。可瞧了眼窗外毒辣的太阳，又看了看手边刚出锅的香喷喷饭菜，你婉言谢绝。室外高温能把人晒脱层皮，况且店小人惜我是大厨，可不是跑腿的。盯着那条冷冰冰的拒绝回复，李诗雅气得恨不得摔了手机。哪有跟钱过不去的主？可胃里的抽搐痉挛却逼得她不得不软了语调。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瞧不见半点外卖，这么下去非得饿成工伤不可。叶秋，看在赠刀的情分上，救人一命吧。瞧着那卖惨的信息，你无奈扶额长叹，这女人的胃刚有起色，若是再糟蹋坏了，岂不白费力气？况且那把宝刀确实趁手，实在拿人手软。你沉吟片刻回道，配送肯定没戏，这辈子都不可能送外卖的。既然你这般诚心，倒不如为你开通一项 VIP 自提业务。李诗雅原本暗淡的眸子瞬间亮起，具体什么章程？往后每日晨间我便为你多备出一份午餐，你自个儿跑一趟来提了带去公司吃。先说好菜是随机，谢绝点餐，我吃什么你就得跟着吃什么，绝不许有半点挑3拣4，提桶带饭。李诗雅不禁愣在原地，堂堂坐拥私人餐厅与顶尖助理团队的大总裁，每日拎个饭盒穿梭在 CBD， 这画面确实有些违和。哪怕这反差再大，只要一想起那盘糖醋小排的滋味，对比刚才那份倒胃口的鳗鱼饭，成交。那明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准许我点餐吗？那得看菜场大妈明天心情如何。况且既然决定带饭，你得自备个食盒，我这儿可没那么多闲置餐盒供你日日挥霍。饭盒是吧？李诗雅指尖轻点桌面，本想开口让秘书去订购个顶奢品牌的象印或者虎牌保温桶，你却抢先一步发来消息，算了，瞧你那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模样，估计也不懂什么叫实用。店里刚好有个空着的保温桶，暂且借你用。成，叶老板果然大气。李诗雅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只要能吃到你做的菜，莫说是2手饭盒，哪怕是个破搪瓷缸子我也认了。翌日清晨7点半，李诗雅准时踏入安记小馆。她今日心智极高，为了接这救命的口粮，甚至破天荒比平时早起半小时。早呀，叶师傅！李诗雅轻
推门扉款款而入，瞧着正忙碌打包的你，嘴角牵起一抹明媚的弧度。早，你利索的扣好适合扣环。今日菜谱是酸甜可口的糖醋里脊，搭配嫩滑爽口的虾仁滑蛋，还有清炒时蔬与五常白饭，管够。隔着盖子都能嗅到香味。李诗雅迫不及待地伸出纤纤玉手，我那饭盒呢？你神色复杂地打量了他一眼，随后从吧台底部费劲地拎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放在了他面前。喏，就是这玩意儿。李诗雅垂头看向那饭盒，脸上的明媚笑意瞬间僵住。那是个双层圆柱形的保温桶，材质尚可，只是那通体粉嫩的色调着实晃眼。最要命的是，食盒正中央赫然印着一只狂踩泥坑的粉红猪小妹，还缀着一行吃饭香香、身体棒棒的童趣大字，妥妥的赠品风。这，李诗雅指着那只笑容憨态可掬的粉红猪，指尖由于过度震惊而微微颤动。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闲置保温桶？对啊，你一脸理所当然。上次囤2桶大豆油送的赠品，纯正304不锈钢材质，保温性能一流，除了颜色嫩点没别的毛病。事实上，你完全是存心的。试想一下，那个整日冷脸，在商界运筹帷幄的铁血女总裁，提着小猪佩奇上班的画面多有意思，能不能给换一个？李诗雅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哪怕给我找个不锈钢盆装也行啊。没得选，你双手一摊做无奈状，仅此一个爱要不要？嫌弃就出门左转，继续享用你那588块的精品鳗鱼饭去。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李诗雅凝视着粉红猪那双睿智的大眼睛，回想起昨日空腹绞痛的凄凉。我带。李诗雅深吸一气，视死如归地伸出手，拎起那粉嫩的拎环，感受着沉甸甸的分量，浓郁肉香已悄然透出气孔，钻入鼻息，果然够香。走了。李诗雅紧紧将饭盒搂进怀里，尽量用风衣挡住那只猪，临行前嘟囔着问下回能不能选个黑色的。随缘吧。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你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慢点走啊，李小朋友，记得全部吃光才能身体棒棒的。李诗雅闻言脚下一个踉跄，连头都不敢回，匆忙钻进停在路边的迈巴赫座驾内。车门刚锁死，司机小陈透过后视镜瞥见自家老总怀里的粉色异物，瞬间惊掉了下巴。李总。小陈使劲揉了揉眼，您怀里这宝贝疙瘩是从哪弄来的？李诗雅面无表情地将印有图案的那面贴近腹部，嗓音冷冽如刀，没什么，专心开你的车去公司。上午9点整，星辰大厦的总裁专属电梯内气氛极度诡异，几位高管身姿笔挺如松，眼神却控制不住地往角落乱瞟。那里站着他们的冰山女皇李诗雅，虽然气场依旧强大，剪裁利落的西装与精致妆容透着拒人千里的寒气，可她手里竟极其不协调地拎着个粉嫩圆润、印着卡通猪头的饭盒，画面冲击力堪称核弹级，就像钢铁侠穿了件猫咪围裙。李总早。一名副总硬着头皮开口打招呼，目光在那只憨笑的小猪身上停顿了1秒，欲言又止。早。李诗雅神色如常，动作却极其隐蔽地将饭盒往身后挪了挪，企图用价值昂贵的铂金包挡住那张猪脸。这是要给家里哪位亲戚小孩带的惊喜礼物吗？副总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想要找个台阶下。李诗雅冷冷地横了他一眼，语调平静地吐出4个字：我的午饭。叮的一声，梯门开启，李诗雅提着那只粉红猪小妹，踩着高跟鞋疾步走入办公室，留下一众惊愕的高管石化在原地。总裁办公室内，李诗雅将那个让她社死一路的饭盒搁在红木大桌上，阳光下的小猪佩奇笑得愈发灿烂，仿佛在尽情嘲笑。叶秋，李诗雅咬牙切齿地低声念叨，竟然敢跟我耍这种小心思，你给我记住了。虽说嘴上万般嫌弃，身体反应却格外诚实。整个上午处理文件或听取汇报时，他的目光总是控制不住地向那食盒瞟去。好不容易熬到时针指向12点，小陈，李诗雅迅速按通内线，传令下去，午休期间若非天塌下来，否则严禁任何人进屋打扰我。遵命，李总。结束通话，李诗雅长舒一口气，怀揣着开顶级盲盒般的期待，轻手轻脚地旋开保温桶盖子。瓶盖被揭开的刹那，那股封存了整个上午的热浪瞬间翻滚而出，紧接着浓郁霸道的酸甜肉香混合着滑蛋鲜香与稻米清气，顷刻盈满办公室，甚至顺着门缝张扬地钻了出去。第一层，色泽晶莹红亮的糖醋里脊裹满酱汁，根根金黄酥嫩，点缀着几粒白芝麻诱人至极。第二层，金黄软嫩的滑蛋虾仁泛着流星微光，虾仁粉嫩 Q 弹，搭配翠绿欲滴的清炒时蔬格外养眼。最底层，压得实实在在的五常大米饭，中间竟被黑芝麻摆出了个极其潦草的笑脸。李诗雅盯着那个滑稽的笑脸，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吐槽一声幼稚，随即拿起筷子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咔嚓一声，外皮酥脆，肉质软嫩，恰到好处的酸甜酱汁在舌尖爆开，瞬间唤醒了他沉睡许久的味蕾。肉条火候精准且极具嚼劲，配合浓醇酱汁，简直是下饭神菜。李诗雅眼底放光，这比那些冷冰冰的精致商务餐强出万倍。她大口吞咽着肉蛋与吸饱汤汁的米饭，平日里吃饭如吃药的高冷总裁不见了，只剩下腮帮子鼓鼓的满足干饭人。这时，门外正准备订外卖的员工们动作齐齐一僵，纷纷吸着鼻子四处张望。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众人循着香气看向源头，惊愕地发现源头竟是总裁办公室。我的天，李总在偷吃什么？他不是重度厌食吗？助理小陈抱着文件准备敲门，刚到门口也被这股勾魂的香气缠得肚子咕咕作响。他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扣响房门，请进。小陈推门而入的刹那，整个人彻底愣在原地。只见向来威严的李总正捧着粉红色的饭盒盖大快朵颐，嘴角还沾着一抹艳红的酱汁。
察觉到有人进入，李诗雅动作骤停，咽下米饭后优雅地拭去嘴角的菜汁，重回清冷的神态。有事吗？这几份文件请您签字。小陈走上前去，目光却在那色泽油亮的诱人饭菜上挪不开胃。李总，这是哪家的私房菜呀？小陈偷咽着口水询问。这糖醋里脊看着简直绝了。李诗雅签完字扫向饭盒，侧面贴着的黄色美文纸上正龙飞凤舞地写着4个大字：安记小馆。李诗雅合上文件夹，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没有外卖，仅限熟人预定。安记小馆，小陈在心底默默记下，暗自猜测这难道是某位隐居市井的顶级神厨开的私人厨房？行了，先出去吧。李诗雅摆摆手，只想趁热把剩下的美味扫荡干净。小陈抱着文件走出办公室，立刻就被那群八卦之魂熊熊燃烧的同事死死围住。快如实招来，李总到底在吃什么神仙美味？是一家叫安记小馆的神秘店面。小陈神色诡秘的开口，香味简直绝了。李总说只有熟人能吃上。安记小馆，快搜搜看！众人纷纷划开手机屏幕，在各大点评网站甚至社交平台疯狂检索。谁知一通操作猛如虎，结果全是白忙活，竟然完全搜不到，全网无此店，连个定位都没有，连个招牌都没有。难道是只接待会员的顶级影视会所？一定是。看李总那护食样，绝对是人间珍馐。办公室内，李诗雅对门外的传闻一无所知，正用勺子细细刮进饭盒底部的酱汁拌饭。粉红猪饭盒此刻光亮如新。李诗雅轻拍胸口，舒了口气，靠在椅背上感受着胃里的暖意，暗自感叹这才是人过的生活。她对着空饭盒拍了张照发过去，眼神透着得意，任务圆满完成。明天我想吃红烧狮子头，可以吗？手机里响起你那宠溺的语音回复。行啊，李小朋友，表现不错，值得表扬。明天换粉蒸肉配干煸四季豆好不好？李诗雅听着那声李小朋友脸颊微烫，不仅没生气，反而盯着那丑萌的饭盒露出了少有的温柔笑意。粉蒸肉也可以。她像收纳珍宝般盖好饭盒，将其重新装进那只昂贵的爱马仕包中。这一刻，无论米其林还是黑珍珠，在那个粉红猪饭盒面前都显得索然无味。周三清晨8点，幸福里小区门口，一辆黑色迈巴赫已然就位，低沉的引擎声在清晨中随时待命。李诗雅行色匆匆推开店门，由于起晚了，加上9点有紧急跨国会议，她的节奏快得像在打仗。叶秋早啊！她带起一阵疾风卷进店内，甚至顾不上坐下细品早餐。你帮我把午饭装好，我带走。你正在后厨给今天的重头戏粉蒸肉摆盘，头也不抬地回道：急什么？刚出锅正烫手呢。你刚把那只粉红色的佩奇饭盒层层扣紧，还没来得及伸手递出去。李诗雅腕间的电话手表骤然响起，那头传来助理小陈火急火燎的催促：李总，欧美团队提前上线了，您快来啊！知道了，马上到。李诗雅切断通话，脸色骤变，抓起吧台上的手包，转身就往外冲。叶秋，谢了啊，晚上我再来拿。挨你的饭。你举着饭盒刚张口喊人，那辆迈巴赫早已轰鸣一声绝尘而去，只喷了你一脸尾气。你低头瞅着手里还在冒热气的粉红猪饭盒，又望望空荡荡的店门口，无奈长叹：得嘞，不仅没吃早饭，连午饭都落下了。你随手把饭盒搁在吧台，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毕竟你是老板又不是保姆，他自己忘带饿一顿也是活该。可脑海里突然闪过昨天李诗雅发来的那张光盘照片，还有他之前那副吃什么吐什么的惨淡模样。这顿要是没吃上，这女人估计又得在高压办公室里饿到胃痉挛，回头还得找你哭诉，真是麻烦。你烦躁的抓抓头发，暗骂一声欠他的，瞥了眼墙上挂钟，刚过8点半，现在骑车杀过去还能赶在午饭前送到。大黄，你看店，你刚解下那条深蓝色围裙，想了想又重新系上，懒得换那深白 T 恤工装裤，反正只是为了防脏。围裙胸口那安记小馆4个字格外醒目。你拎起粉红饭盒锁好店门，长腿一跨骑上了门口那辆跟了你3年的小电驴。上午11点，星辰大厦，这座城市的金融心脏地带，往来皆是西装革履的精英，门口停的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宾利。此刻一辆格格不入的小电驴却以极风骚的走位穿插于豪车之间，一个神龙摆尾稳稳停在大厦旋转门前。你单脚撑地摘下头盔，甩甩被压扁的刘海，手里提着粉红饭盒，身上系着围裙，这造型怎么看都像个送外卖的。哎干什么的？门口2名保安立马冲上前，一脸严肃的拦路。送外卖走后面货梯，电动车赶紧挪走，别影响市容。保安虽未恶语相向，却透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毕竟在星辰大厦见惯了顶级大佬，看这种送外卖的自然是用鼻孔出气。你也不恼火，下车指了指手里的饭盒解释：我不是送外卖的，是专门来给你们李总送饭的。保安一愣，随即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上下打量着你这身 T 恤工装裤加围裙的行头，给李总送饭。哥们这借口太烂了，每天想见李总的人能排到黄浦江，送花送礼的见多了，送盒饭的你还是头一个。保安不耐烦的挥手驱赶，赶紧走，别在这捣乱。李总那种级别的人物能吃你这破饭盒里的东西，这下有点难办，硬闯肯定不行，你又不是龙王赘婿，只好掏出手机叹气。行吧，那我给他打个电话。保安嗤笑一声，双手抱胸看戏，打你接着演。你要是能把李总叫下来，我当场就把这电动车吃了。此时顶层大会议室内，李诗雅端坐主位，听着跨国团队汇报，脸色略显苍白，眉头更是紧锁。上午高强度脑力消耗加上没吃早饭，胃部隐隐作痛，那种熟悉的空虚感惹得他心烦意乱，看谁都不顺眼。这方案做的什么垃圾？李诗雅冷声打断汇报，吐出2个字：重做。全场高管瞬间噤若寒蝉，心下哀嚎，完了，李总又要开启暴走模式。恰在此时，桌上的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李诗雅本欲直接挂断，余光却瞥见屏幕上跳动的备注：全能邻居饲养员。他手指一顿，冰冷的眼神瞬间柔和，抬手示意会议暂停，当着几十号高管的面接起电话轻唤：魏叶秋。那声音轻柔的让在场所有人都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李总忙着呢。电话那头传来你懒洋洋的声音，伴着嘈杂风声：你的粉红猪辣店里了，我大发慈悲给你送过来。话落，李诗雅微怔，随即眸光大亮，惊喜地问道：你来我公司
司了。就在楼下大堂。不过你们保安太尽职，非说我是送外卖的，还要生吃我的电动车，你看咋办？让他等着。李诗雅豁然起身后语气急切，我马上下去。挂断电话，李诗雅看都没看满屋高管，直接对小陈丢下一句会议暂停10分钟。话音未落，他踩着高跟鞋，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冲出了会议室大门，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什么情况？李总这是要去接哪国的大客户？此时保安正得意洋洋地看着你嘲讽，怎么样没打通吧？赶紧走人！叮的一声，总裁专属电梯门开，一阵急促的高跟鞋敲击声传来。保安回头一看，瞬间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平日高不可攀的李总正快步走来，身上只穿着单薄衬衫，脸上带着从未见过的急切神色。李总，保安立刻立正敬礼，心想这是哪位大人物降临，竟让李总亲自下楼迎接。然而李诗雅连个眼神都没给他，径直越过他停在那个骑电动车的男人跟前，微喘着气，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哪怕你系着围裙，骑着破电驴，手里还拎着只傻兮兮的粉红猪饭盒，在李诗雅眼里，此刻的你也浑身都在发光。顺路，你把饭盒递过去，怕你饿死之后变成厉鬼赖上我。李诗雅伸手接过那个沉甸甸的还带着余温的饭盒，正是饭点大堂，人来人往，吃瓜群众纷纷侧目。天哪，那是李总，那个帅哥是谁？虽说穿的有点土，安记小馆是啥？围裙上的字吗？众目睽睽之下，李诗雅毫不避嫌，也没急着走，目光落在你额头因骑车暴晒渗出的细密汗珠上。她下意识从兜里掏出那方带香气的丝绸手帕，抬手动作自然地为你拭去额角的汗水。辛苦了，李诗雅声音温柔的简直能掐出水。外面酷热，快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旁边保安眼珠子都要瞪脱眶了，盯着那辆小电驴，觉得自己可能真得兑现承诺，把它给生吞了。围观员工更是集体倒吸凉气，这个骑电驴的男人何方神圣，竟能让高冷李总亲自上手擦汗？你只觉得晒得头晕，想回去吹空调。行了，饭送到记得趁热吃，你戴上头盔盯住，粉蒸肉底下铺了红薯，别挑食。知道了。李诗雅乖巧点头如捣蒜。话落，你一拧油门，小电驴滋溜窜出，在一众豪车夹击和震惊目光洗礼下潇洒扬长而去。李诗雅伫立原地目送你消失街角，随即收敛柔情，转身冷眼看向那个已经吓傻的保安。以后记住，那辆电动车可以直接停门口，还有他不是送外卖的，是我的贵客。说完，李诗雅紧抱那只粉红佩奇饭盒，在全公司几百双八卦眼的注视下，昂首挺胸踏入总裁电梯。这天中午，星辰资本的内部群彻底炸开了锅。总裁办公室内，李诗雅掀开饭盒，看着铺满上层的粉蒸肉，还有底下吸饱油脂软糯香甜的红薯，夹起一块送入口中，米粉咸香混合五花肉的丰腴在舌尖绽放，真香，比签下1个亿的合同还香。笨蛋！李诗雅戳着饭盒上的佩奇猪自言自语，送都送来了，也不晓得上来坐坐。周五傍晚5点，幸福里小区街道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边，影子被拉得老长。经此一役，李诗雅那辆迈巴赫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频率飙升，连带着周围房价似乎都跟着涨了一波。不过安记小馆依旧半死不活，卷帘门半掩，门口挂着那块任性至极的牌子，心情一般，限量供应。这什么破店啊！一对打扮时髦、手持相机在老街区扫街探店的年轻情侣驻足门口，男生皱眉瞥了眼手写的木牌，连个正经招牌都没，还敢限量供应？现在网红店搞饥饿营销，真是脸都不要了。女生也嫌弃撇嘴，看里面简陋的连软装都没，肯定是那种死贵难吃的智商税。走吧，去前面新开的咖啡馆。两人正欲离开，一辆低调奢华的黑色红旗轿车突然缓缓停靠路边，车门开启，一位精神矍铄、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老者走下，捏着地址纸条抬头审视那块简陋的牌匾，眼底闪过一抹金光。这就是安记小馆。老人整整衣领，神色郑重地迈步向前。那对情侣瞬间愣住，那是男生觉得眼熟，猛地惊呼：卧槽，那不是常上电视的国宴大师刘一手吗？真的假的？女生捂嘴惊呼：这种泰斗级大人物怎会光顾这种苍蝇馆子？快跟进去瞧瞧，难道这是家深藏不露的神殿？两人立马掉头，鬼鬼祟祟跟在老人身后溜进店。店内你正趴在吧台，百无聊赖地刷着短视频，大黄趴在一旁，一人一猫动作简直神同步。听见动静，你头也不抬，懒洋洋道：没到饭点，只有阳春面。小友别来无恙啊！一道苍劲有力的嗓音骤然响起，你微愣抬头，只见晚宴上对你行过大礼的刘一手大师正笑眯眯立在吧台前。刘老，你赶紧起身擦手迎道：您老怎么摸到这儿来了？那天尝了小友调的汤，老头子回去可是3天不知肉味。刘一手环视着干净狭小的小店，感叹：果然大隐隐于市，谁能想到那绝活竟出自此方寸之间？您捧杀了！你笑着倒了杯茶递过去，不过是混口饭吃的生意。小友，既然来了，老头子有个不情之请。刘一手接过茶，目光灼灼。那晚时间紧迫，你用的是急救法调汤，虽经验毕竟非正统，老头子想尝尝，若不赶时间，由你亲手从头到尾调制的开水白菜究竟是什么味道？此话一出，刚跟进来的小情侣差点失声。开水白菜那可是国宴顶级菜式，在这没菜单的小店点这道菜简直是来砸场子。你挑眉暗忖，这老头是来考我，还是真馋了？直指后厨无奈道：刘老这菜费功夫，我这是家常菜馆，没备那么多高级货，食材我早备齐了。刘一手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朝门外招了招手。司机应声提着恒温箱进屋，开箱一瞧，全是处理好的老母鸡、老母鸭、火腿、排骨、干贝，还有颗只取嫩心的顶级胶州黄芽菜，极品货色，材料都在这了。刘一手目光灼热，满是执着，火候也是现成的。小友，能否让老夫开开眼界？你扫了眼整箱的顶级食材，又对上刘一手满含期待的视线。丁，触发隐藏任务大师的认可，目标：利用现有简陋设备制作超
超越国宴级的开水白菜，奖励声望值1000及天下第一汤牌匾。行吧，你叹气挽起袖子系好围裙，既然料都备齐了，那就露一手。丑话说在前，我这火头硬，做得不好可别见笑。随后的2小时里，原本想看笑话的小情侣彻底惊掉下巴。刚才还懒散的老板一入厨房便判若两人，斩鸡剁肉扫汤，那动作如行云流水，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尤其扫汤时，你将剁细的肉蓉分次倒入煨沸高汤，原本浑浊的汤汁在肉泥吸附下，肉眼可见的变得清澈如水，最终呈现的汤汁宛如一泓清泉，实则内藏鸡鸭火腿干贝之精华，鲜美到骨子里。小店溢满一股浓烈化不开的鲜香，却丝毫不觉油腻。角落里的小情侣疯狂吞咽口水，魂儿都快被勾走了。成了，你把扎过密孔的白菜心置于中内，随即淋上滚烫清汤，借着热力注入，原本紧闭的白菜心在汤中徐徐舒展，宛若一朵凌波绽放的雪白睡莲。丁，制作成功，至臻开水白菜3S 级，触发词条反璞归真满级，效果洗涤味蕾，涤荡心灵，至清至纯至鲜。刘老，您请用。你将白瓷盅端到刘一手面前，刘一手闭目深嗅，一脸陶醉，香而不腻，清而不淡，随即拿起调羹轻抿一口，瞬间这位阅尽千帆的国宴大师手劲微微颤抖，2行老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夺眶而出。这是刘一手睁眼语调哽咽，这就是失传的汤魂啊！老头子吊了一辈子汤，自诩登峰造极，今日才知何为天外有天。他割下勺子，长身而起，神色肃穆，在你诧异注视下，从怀中掏出一卷早已备好的卷轴，双手徐徐展开，苍劲有力的4个大字跃然纸上：天下第一。叶师傅，刘一手改口改称尊师，这牌匾本想留作封山之用，如今看来唯有你这小店配得上它，千万别推辞。墙角的小情侣早已风中石化，国宴泰斗送牌匾还哭了，这哪是苍蝇馆子，分明是影视高人的藏经阁。男生哆嗦着手偷拍发圈，家人们谁懂啊？在小区门口撞见尸身本尊下凡了。正此时玻璃门被推开，李诗雅踩着高跟鞋款步而入，刚下班的她直奔柜台：叶秋，我饿坏了，今晚喂我吃什么？话没说完，她便瞧见举着牌匾的刘一手，还有旁侧俩一脸懵逼的围观群众。刘老，李诗雅满脸意外，李总，刘一手失去泪痕，满脸堆笑，你有福气啊，寻得这么一位神仙般的人物。李诗雅瞥见空中在看你无奈的神色，心里瞬间有了数。她走上前，极其自然地挽住你胳膊，宣誓主权。那是李诗雅嘴角含笑，满目骄傲，看人的眼光我一向极准。她看向你，眼底藏着狡黠与心疼。刘老，这匾虽好，可我们叶老板喜静，挂了它怕是客似云来，累坏了他，我可舍不得。你闻言如释重负，还是李总深得我心。对，你连连摆手推辞。刘老，天下第一名头太响，我这小店撑不住，您拿回去吧，我就想消停的做个饭。闻言，刘一手微怔，随即爽朗大笑，好一个安安静静做饭。行，匾我带走，但这忘年交我是结定了。送走大师，你以打烊为由将那对情侣客气请出。店内重归宁静，唯余鲜香缭绕。李诗雅托腮似笑非笑，叶大厨如今名满天下了，以后我吃饭是不是也得排队预约啊？排哪门子队？你把偷流的汤端到他面前，那是糊弄外人的，这碗专属于你，毕竟只有你有店门钥匙，不是吗？李诗雅看着那碗清亮鲜香的汤，心生暖意，算你识相。她舀起一勺清尝，鲜美滋味瞬间征服味蕾。她微眯双眼望着厨房忙碌的背影，心中念头愈发笃定，这个男人，这间店，她绝不愿拱手让人。周一傍晚6点，安记小馆的门槛几乎要被慕名而来的人踏破了。随着上周5国宴大师刘一手亲笔题字的消息传遍网络，大批猎奇食客慕名直奔幸福里。可你是谁啊？那是系统认证的骨灰级咸鱼。面对着汹涌的人潮，你直接在门外甩出一块手写黑板：今日心情一般，仅限3碗面，已卖光。关门，简单粗暴且不留情面。多数人见这强硬派头，骂骂咧咧几句也就作罢散了。偏有不信邪的货色上门挑衅，家人们看仔细了，这就是那家号称折服国宴大师的小破店。一阵尖锐做作的高分贝嗓音震碎了小区的祥和。一个浓妆艳抹、穿着紧身吊带的女网红高举云台，带着扛补光灯的助理大摇大摆闯进门，那架势仿佛巡视领地一般。各位甜粉，今天带大家在线打假。网红秘密酱对着镜头挤眉弄眼，瞧着就是个搞饥饿营销的苍蝇馆子。老板拽的258万，那是没见识过我的流量威力。你正窝在吧台后戴着耳机开黑，被这刺耳声音吵得眉头紧锁成川字。不好意思，今天不做生意了。你头也不抬，冷冷回应：哟，老板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秘密酱无视驱逐，直接一屁股霸占了柜台正中的高脚椅，那是李诗雅的个人专座。他将晃眼的补光灯直接杵在吧台上，对着你狂闪。老板长得挺带劲啊，有没有兴趣跟我的粉丝们打个招呼？他把手机死死对到你面前，只要配合我拍一期节目，把招牌菜上齐了，保你小店一夜爆火。这种双赢的泼天富贵你可不亏。你撂下手机，摘掉耳机，眼神降至冰点，把灯关了。你指着那盏烤人的强光灯语带警告：还有，从那个位子上起开，那里已经有人了。有人？这不是正闲着吗？秘密酱翻着大白眼，一脸嫌弃：老板别太死脑筋，我可是100万粉大 V， 平时接广告都是6位数起步，今天免费送你热度，还挑3减4。他旁若无人的指挥起助理去后面厨房录个像，看卫生状况有没有猫腻。这种破店通常最脏了，肯定能挖出大黑料。你有种就试试看。你豁然起身，手已搭在架上的大马士革刀柄上，真当我这猛虎是不发威的病猫吗？冲突即将爆发的一刹，玻璃门被巨力撞开，一串带着寒意与威压的高跟鞋声步步紧逼，让整间屋子瞬间陷入冰点。谁给你的权利坐在这里？一声冷若冰霜的质问骤然响起。秘密酱被惊得浑身一哆嗦，赶忙回头，只见一位气场
恐怖到窒息的女人立在门口，手中拎着极简风的黑色保鲜袋，用看污垢般的眼神俯视自己，正是疾驰赶来的李诗雅。忙碌一整天，早已饥肠辘辘的她满心期待喝口暖汤，进门却见心爱的专座被庸脂俗粉霸占，更见那网红竟敢拿镜头对你无理骚扰。李诗雅压抑的怒火瞬间如火山般狂暴喷发。你哪位啊？秘密酱斜眼瞧着穿着低调的李诗雅，顿时来了底气。没瞧见本小姐正在直播吗？想吃饭去后排老实待着，别在那儿碍眼挡光。直播？李诗雅冷笑出声，大跨步上前，她将沉重的袋子重重砸在吧台上，震得补光灯都摇晃不止。就凭你也配在这里开播？李诗雅点着对方屁股下的椅子，语气威严不容反驳。站起来，这是我的专座，凭什么听你的？秘密酱像被踩了尾巴，尖声咆哮。这椅子难不成刻了你名字吗？凭我是这间店的采购总监。李诗雅顺势扯开黑色袋子，一股带着深海气息的极致鲜美瞬间弥漫开来。袋中竟是一只挥动巨鳌的蓝龙虾，少说也有3斤多重，另有2块色泽纹理堪称完美的极品黑金鲍。李诗雅玉指轻点这些顶级尖货，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秘密酱。今晚所有食材由我供应，这店老板的时间也已被我预定，你那些廉价流量在他眼里不如草芥，因为他的菜你花多少钱也求不来。你秘密酱被这股霸总气压逼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正当对方要撒泼胡闹时，李诗雅已掏出手机，小陈转接法务部，他对着听筒冷冷下令，彻查那个叫秘密酱的网红所属机构，正告其高层若5分钟内此人不滚出我的视线，星辰资本将撤销全部广告投送，并以侵权及扰乱经营之名送他法庭见。收到，李总。电话中传来的专业回应让4周气压骤降。星辰资本。秘密酱手一软，手机险些落地。混圈子的谁人不知星辰资本的权势？没成想眼前竟是那位翻手云覆手语的李大总裁。全是误会。秘密酱吓破了胆，赶忙切断直播，连补光灯都丢在一旁，拽起助理便夺门而出，落荒而逃。抱歉打扰了，我们这就消失。喧嚣在转瞬间散尽，你瞧着那灰溜溜滚蛋的背影，又转头看向吧台前依旧散发着寒气的李诗雅。啧，你拎起那只活蹦乱跳的龙虾打趣道：“李总威风八面啊，这采购总监不仅买菜利索，连撵人也这么专业。”李诗雅闻言回眸，满脸冰霜瞬间瓦解，转而露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娇气模样。她翻出湿巾，满脸嫌弃的反复擦拭对方坐过的座椅，直到那股廉价香水味彻底散尽，才优雅落座，简直吵得人脑人疼。李诗雅心力交瘁的将下巴抵在吧台边，她凝视着你，眸底闪过一丝霸道的独占欲。叶秋定个铁律吧。她指尖轻点大门，本店禁绝网红入内，更不准架起镜头直播。我可不想享用美食时被人当猴围观，而且她声线渐微却目光灼灼，我根本不想让旁人知晓这里的美妙。这是一处只属于她的宝藏秘境，而发掘者生来就想将珍宝私藏，哪怕是1分1毫也不愿与人分享。见她这副极力护食的可爱模样，你嘴角不自觉上扬，手中大马士革刀飞速翻转处理龙虾。行，全听你的。你答应的干脆利落，这种骚扰我也受够了。明天就在门口焊个招牌，写上网红与狗不得入内，宠物狗倒是无妨，网红绝对不行。行吧，全按总监大人吩咐办。你转身起锅烧油，今晚整一道葱姜焗龙虾，再压一锅黑金鲍鲜汤给你补补神。伴随油锅翻滚的刺辣声，霸道浓郁的鲜香味瞬间在静谧小店中疯狂弥漫。李诗雅慵懒地陷进椅背，望着你忙碌且宽厚的背影，心头焦躁悉数散尽。这就是她的私人世界，宁静且无可取代。周3晚8点，一场秋雨突袭江海，雨势虽轻却阴冷入骨，敲打着玻璃，将窗外霓虹渲染成一片朦胧幻影。店里只有李诗雅一位熟客，有了钥匙进店流程愈发丝滑，不用敲门，不需等候，顺手还能给自己斟上一杯温水。此刻她蜷缩在角落布艺沙发里，膝头盖着你那件柔软的法兰绒衬衫，捧着热茶对着窗外雨幕悠然发呆。后厨砂锅中传出悦耳的咕嘟声，那是今晚慰藉灵魂的主食——海鲜砂锅粥。食材自然由这位采购总监亲自操刀，2只黄满高肥的梭子蟹，半斤活虾，再撒上一把极品干贝。叶秋，他循着粥香转过头，凝视着你的背影，还得熬多久呀？我肚子早就空了。别催，马上就好。你手持木勺，精准搅动防糊，粥底得熬出粘稠米油才叫地道，心急可吃不了绝味。突然滋啦一声电流响，头顶吊灯疯狂闪烁，发出线路接触不良的诡异噪音。紧接着啪的一声脆响，像保险丝烧断，店内灯火瞬灭，台风停转，整个世界瞬间坠入浓稠如墨的死寂。啊！李诗雅发出一声惊促尖叫，娇躯瞬间绷紧，死死揪住那件衬衫，童年禁闭式的幽闭梦魇如海啸般将她淹没。叶秋，她在那片虚无中颤抖着呼唤你的名字，那是她在绝望黑暗中唯一的救命稻草。别怕，有我在呢。黑暗中你沉稳有力的嗓音穿透过来，老洋房电路老化跳闸是雨天家常便饭。打火机啪的擦出一簇微光，你端着烛台步履稳健走来，摇曳的火影照亮出你的轮廓，也驱散了他眼底的恐惧。没吓着吧？你将烛台置于茶几，借着暖色光晕瞧见他那张惨白如纸的小脸。我没事。他长舒一口气，却仍只洁泛白的死钻衣角，怎么偏偏这时候断了电？老宅子的怪脾气罢了。你无奈耸肩，大雨天电工是不肯出门的，好在煤气能用，不耽误吃饭。你又翻出几根残烛点亮，分布在角落。原本亮堂的小店此刻被点点烛火点缀的隐隐绰绰，漫天雨声被后墙隔绝，室内交织着粥香与鼠尾草的清冽，气氛在光影变幻间变得微妙且私密。这种静谧感让李诗雅心跳微快，恐惧消散后异样的情愫涌上心头，这氛围简直像极了烛光晚餐。粥熬好了，你迅速套上隔热手套，将冒着滚滚白气的砂锅稳稳端到茶几正中，借着朦胧煮火锅中景象一览无余。米粒经久熬煮已完全化开，红蟹粉虾若隐若现，翠绿芹菜点缀其间诱人至极。叮的一声制作完成 ，S 级海鲜粥完美出发，暖身慰藉，特殊强力词条，赶紧趁热垫垫肚子。你盛满一碗粥递到他掌心，柔声叮嘱他留神烫口。视觉受限的他此刻感官敏锐到了极致，仅仅一口米粥入喉，那种极致
致的鲜甜瞬间在味蕾巅峰引爆。梭子蟹的干梅与干贝咸鲜交织，滚烫粥液直抵胃袋，顷刻间将停电带来的阴冷潮湿悉数驱散，简直太好吃了。他惬意地眯起双眸，整个人陷进沙发，原先紧绷的脊背彻底放松。你也盛上一碗，随性坐在对面，烛火在你轮廓分明的侧脸上飞旋，映射出深邃迷人的眼窝。断了电的你只是安静进食，偶尔抬头对上李诗雅的视线，那份专注在昏暗中透着致命的撩拨感。李诗雅心间莫名一颤，频率骤然加快。叶秋，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其实他轻捏小勺，有一下没一下的搅着粥，声若蚊蝇，似乎怕惊碎了这如梦似幻的安宁。其实我并不喜欢楼上那个家。你停下动作，抬头注视，并未开口打断，只是在静谧中默默充当他的听众。虽是自选的居所，可只要灯火一灭，那里就冷得像个冰窖。他低头凝视粥中倒影，每晚归家时，面对那死寂空旷的客厅，连回声都显得格外刺耳，那种孤独感简直要将人吞没。这是他首次在外人面前卸下坚硬铠甲，暴露出那个畏惧黑暗与孤独的灵魂。他仰起头，眸光在烛火中细碎闪烁。谢谢你肯给我那把钥匙，哪怕这里逼仄充满油烟味，你还总嫌我是个麻烦精，但这儿有光有热乎饭。遇见你之后，那些工作上的破事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他尾音轻的几乎被窗外雨声吞噬，你却听得真切，目光落在眼前这个彻底卸下心防的女人身上。她裹着你的衬衫，蜷缩在旧沙发里，喝着你亲手熬的粥，吐露心声。你的心脏猛地像是被羽毛狠狠撩拨了一下。本性咸鱼的你向来抗拒麻烦与羁绊，可此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到了嘴边的拒绝竟然怎么也说不出口。沉默片刻，你放下碗，摸出一颗大白兔奶糖，拨开糖纸，身体微微前倾，并未递给他手心，而是直接送到了他唇边，张嘴。李诗雅瞬间愣神，咫尺距离能看清你深褐的瞳孔，指尖淡淡的肥皂香气钻入鼻息，一股强烈冲动瞬间冲上脑门，盯着你的薄唇，他脑中闪过荒谬念头，想要吻上去，理智强行拉住缰绳，他微起朱唇，乖顺地含住了那颗糖，指尖无意擦过那抹温软，两人仿佛触电般浑身一颤，迅速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你战术性咳嗽一声，坐回原位，嗓音透着不自然的慵懒。要是嫌楼上冷清，以后晚饭就多赖会儿，反正钥匙在你手里。你凝视着跳跃的烛火，轻声承诺，我这破店虽小，但只要没倒闭关门，总会为你留一盏灯。奶糖在口中融化的甜意直抵心间，他眼眶微微发烫。这虽不是什么海誓山盟，但这句为你留灯却是他此生听过最动听的情话。他重重点头，将脸埋进碗里，借此掩饰泛红的眼眶。这可是你亲口说的，绝不许反悔。谁反悔谁是小狗。你哑然失笑。窗外秋雨连绵不绝，屋内烛光与粥香交织，即便身处黑暗，此刻的李诗雅却觉得这里比世间任何角落都要明亮。周五傍晚，秋雨刚停的江海市气温骤降，空气里尽是刺骨的寒意。安静小馆内却透着阵阵暖意。你气定神闲地坐在吧台后，手指摩挲着大马士革刀的象牙柄，漫不经心地瞅着电视。大黄趴在腿上睡得正香，鼾声如雷。玻璃门被推开，李诗雅踩着短靴大步走入，长款卡其色风衣衬得她干练飒爽，眉宇间透出的疲惫，一瞧就是刚加完班直奔这儿。你随手放下手中的短刀，身子都没挪动半分，只是指了指手边的暖水壶。柠檬水在这儿，想喝自便。李诗雅倒也熟忍，拎起壶就倒了一杯，热气入喉，才勉强压下身上的寒气。她今天竟然没先点菜，反而从包里抽出厚厚的文件袋，顺手拍在吧台上，眼神坚定，找你谈笔大买卖。没兴趣。你连头都没抬一下。如果是想让我送外卖或者加班，趁早免谈，别急着拒绝嘛。李诗雅在吧台前坐定，指尖敲了敲文件袋，这可是出差，星辰资本的长白山度假村下周试业，可餐饮部出了岔子，那个杨主厨把顶级食材做得太花哨，我想请你过去镇场子做顾问，待个3天帮我把关就行。李诗雅眼神中满是渴望，顺便救救我的胃。法式鹅肝吃得我真反胃，日薪10万且包机往返，如何？你听完后懒洋洋的打个哈欠，不去，回绝的异常果断。李总，长白山天寒地远的，折腾这么久纯属遭罪。你轻轻拍了拍身下的躺椅，在店里瘫着多舒服，对我这种咸鱼来说，原则问题绝不退让。李诗雅早料到你会这么说，真不去吗？他并没收回合同，反而慢条斯理地划开平板电脑的相册。哎，那可真是太遗憾了。他边划屏幕边自言自语，我还寻思着这趟过去正好能赶上林子里的秋季山珍呢。你瞧瞧这个，这是当地猎户昨个刚拍的照片。他反手将平板推到你眼底，屏幕里是一张极高清的图，深秋的原始森林落叶金黄，老猎户手里攥着一串还沾着露水的鲜蘑菇，那些红蘑菇色泽鲜亮，伞盖肥厚，连根部的泥土都新鲜得很，旁边还有刚破土的猴头菇。李诗雅盯着你的神情，笑得像只小狐狸。这种红蘑离了地鲜味就减半，非得用山泉水现采现炖，那才叫绝世美味。你瞳孔猛地一缩，野生红蘑可是炖小柴鸡的神物，在城里就算是空运货，那鲜灵劲儿也得差上好几截。李诗雅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指尖右滑向下一张，图里是一头刚抓到的野猪，獠牙尖锐，浑身肌肉看着就劲道。还有这个大宝贝呢。李诗雅语气里透着诱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纯种野猪，在雪地里跑出来的肉质极紧，猪油都带着坚果香气，那法餐厨子非要拿它搞什么分子料理，纯属浪费好东西。这要是炭火炙烤或是大锅红烧。李诗雅话说到一半，狡黠地盯着你，刚才还摆出一副宁死不出门的你，此刻盯着屏幕，喉结很不争气的上下翻滚了一下。叮，限时任务山野的馈赠已激活，目标直指长白山顶级野味，奖励神级食材辨识术和500点烟火值。系统因成了压死咸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死盯着野猪照片，脑子里瞬间闪过红烧野猪肉和炭烤排骨的100种搞法。嗨，你虚掩着嘴战术性咳嗽，猛地坐直了身子。李总，助人乃快乐之本，
既然你项目有难，作为哥们我肯定得拉你一把。李诗雅强忍着笑意，审视着眼前这个变脸比翻书还快的男人。哦，真是为了助人为乐吗？他俏皮地挑了挑眉，主要是不忍心那头猪落难。你一把抓过合同，看都不看就签上龙飞凤舞的大名，绝不能让好食材毁在洋厨子手里。我必须去拯救他。笔尖一甩，你拍而起，眼神火热。咱们啥时候动身？李诗雅麻溜地收起合同，眼底全是得逞的笑意。就现在。专车已经在门外候着了，宽敞的车厢里只有你们2人。李诗雅慵懒地靠在真皮椅背上，侧头看着你，心满意足。即便赢的筹码是一头猪，但结局很完美。叶秋，你正低头狂查长白山的天气预报，连眼皮都没舍得抬一下。到了地方除了试菜，李诗雅凑近了些，低声试探，能不能给我开个小灶？那儿的员工餐吃的我脸都发绿了。你扭头瞧见他眼底的青黑和略显苍白的脸色，看心情喽。你随手把手机揣进兜里，向后一摊，开始闭目养神。就在他以为没戏的时候，你那懒散的嗓音悠悠飘来，看在你是金主的份上，要是野猪够肥，我倒是可以给你烤个猪蹄补补。李诗雅微微一愣，嘴角不自觉地越翘越高。虽说这话听着有点欠揍，但她明白这已经是你这条咸鱼独有的温柔了。成。李诗雅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霓虹，语气里透着一丝轻快。那我就坐等你的绝活烤猪蹄了。随着私人飞机稳稳降落在长白山机场，舱门外已是漫天飞舞的皑皑白雪，从温润的南方瞬间跌入零下20度的北国荒原。这突如其来的严寒差点没把人直接冻透。啊嚏一声，李诗雅刚踏出舱门就缩了缩脖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虽说她早已换上了厚实的白羽绒服，把自己裹得像个精致的雪媚娘，但那股子寒风还是顺着领口往里直钻。李总，车在那边等您呢。前来接机的经理早已候着了，跑道旁正停着一辆改过减震且缠着防滑链的硬派越野车。咱上车吧。你倒是显得适应良好，军绿色派克服配上毛线帽，双手插都打量着漫天雪景，心情显然挺舒畅。2小时后，越野车正载着你们穿行在茫茫林海雪原，四周尽是挂满厚重积雪的参天古松，景色虽美，但看久了也会审美疲劳，关键是胃里空的难受。李诗雅晨起没吃饭，为了赶飞机把午饭也耽误了。这会儿已是下午2点，肚子不争气的开始打起退堂鼓。咱们还得多久才能到啊？李诗雅无精打采地问了一句。差不多还得2钟头。司机盯着前方望不到头的雪道，李总，前面有个简陋休息站，要不下去透透气，垫满2口。好。李诗雅忙不迭地猛点头。10分钟后，车停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歇脚点。虽说是休息站，其实就是几间晃荡着热水泡面牌子的平房。李诗雅推开门下车，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她赶紧钻进那间满是劣质烟味和泡面咸腥味的小屋。货架上空空如也，就剩几桶落灰的方便面。柜台里那台烤肠机上几根干瘪漆黑的香肠正绝望滚动。瞧着起码烤了3天。老板，拿2根烤肠再泡2桶面。李诗雅饿得实在受不了，这会儿哪还顾得上什么卫生不卫生的呀？好嘞，肠10块面20。老板满脸堆笑的伸手，做事就要去夹那几根跟化石没两样的黑香肠，千万别买。一只有力的手突然横空出世，死死按住了李诗雅准备扫码的手机。你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了进来，一脸嫌弃的扫过那台烤肠机，又瞄了瞄那些过期不明的泡面，全是淀粉科技，吃了真不怕闹肚子。你顺势把李诗雅拉到一旁站定，这种荒郊野外的小店，除了刚烧开的开水，别的东西一口都不要碰。可我真的快饿晕了。李诗雅委屈的仰头望着你，那眼神像极了想买零食被拦住的小孩，还得2小时才到，我哪抗得住呀？那也不能拿垃圾填肚子。你无奈的叹了口气，转回车边，翻开后备箱，从包里掏出一个被棉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硕大食盒。原本是想留着夜里打牙祭的，你拎着食盒再次走进屋子，找了张还算干净的桌子坐下。算你今天有口福了，这又是啥好宝贝？李诗雅美眸唰的一下亮了，急吼吼的凑到跟前打量。你慢条斯理的解开棉布，揭开盒盖，里头整整3层的精致保温提篮显露无遗。第1层才刚掀开，一股极具侵略性的椒麻鲜香便在屋里轰然炸开，里面装满了红亮油润、勾人魂魄的冷湿兔。拇指大的兔丁被煸得外焦里嫩，均匀裹满了干辣椒和陈皮丝，那红艳艳的色泽瞧着就让人垂涎3尺。居然是冷湿兔！李诗雅忍不住狠狠吞了下口水。昨晚通宵捣鼓出来的，这口凉着吃才带劲。麻辣鲜香最适合在这冰天雪地里暖胃驱寒。你接着揭开第2层，里头码着撕成细条的深褐色手撕牛肉，纹理清晰且撒满了芝麻孜然，一看就嚼劲十足。最底下1层则是10来个白胖暄软的葱油小花卷，虽然微凉，但那种纯手工老发面的麦香味却愈发醇厚。这全是你的杰作。李诗雅望着这一桌丰盛的补给彻底傻眼，她还当你早回家梦周公了，谁成想你竟连夜备了惊喜，在外面混也不能亏待了肚子。你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吃吧，这不比那10块钱1根的淀粉棍子强100倍。李诗雅接过筷子就急火火地夹起兔丁塞进嘴里，轰的一声，味蕾像是瞬间复苏，那紧实弹牙的肉感真是越嚼越上头，那股子麻辣劲交织着肉香在舌尖狂欢。在这呵气成霜的荒野午后，这一口鲜辣简直就是救命的火种，太棒了！李诗雅被辣得稀溜稀溜直哈气，手上的动作却1秒都没停，抓着花卷就着兔肉吃得好不快活。旁边几个正吸溜泡面的司机闻到这勾魂的香味，再瞧瞧自己手里那碗清汤寡水的方便面，瞬间觉得手里这玩意儿不香了。兄弟，你这菜卖我一点好不？一个大车司机眼巴巴地凑过来，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馋得我口水直流。没门儿！你一把护住食盒，顺手指了指正埋头苦干的李诗雅，没见咱老板都饿成啥样了吗？
这点量还不够他塞牙缝呢。闻言，李诗雅俏脸一红，可嘴上频率却丝毫没降，反而塞得更勤快了，活像个生怕被人抢了坚果的小松鼠。短短20分钟，一整盒冷吃兔就被搜刮得干干净净，牛肉干去了一半，连花卷都被这女人干掉了4个。李诗雅终于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拿纸巾按了按泛红的嘴角，顿觉通体暖洋洋的，额角都渗出了一层细汗，可算活回来了。她长舒一口气，满脸崇拜地望着你，你这包里是藏了个百宝箱吗？撒什么惊喜都能往外掏？没了，压箱底的宝贝都让你给败光了。你利索地收好餐具，重新裹上棉布，走啦，吃饱喝足该赶紧上路了。两人再次回到车里，这回李诗雅再没觉得旅途漫长枯燥，她美滋滋地靠在后座赏雪，手里还死死攥着你分给她的那包牛肉干。暖气烘的车厢里热乎乎的，李诗雅悄悄侧头打量正闭目养神的你，心想这男人平时瞧着懒散没个正形，可真到了关键时刻，不管是台风夜把你捡回家，还是半路这盒救命的冷吃兔，你总能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所谓的安全感大概就是这种，不管身在何处，只要你在身边，这肚子就永远不会受委屈。叶秋，李诗雅突然轻声开口，谢谢你的兔子。甭客气，你闭目养神，嘴角一挑，记账上就行，那可是下了血本用的极品陈皮。李诗雅扑哧一笑，剥了颗牛肉干丢进嘴里，感受着那股踏实的肉香，忽然觉得长白山也没那么动人了。傍晚6点整，越野车终于钻出了无边的领海，停在了深山腹地的云隐温泉度假村。李总您可算来了。负责人王经理领着一帮高管早就在门口候着，一个个冻得跟鹌鹑似的。少废话，李诗雅下车裹紧羽绒服，冷着脸吩咐，直接去餐厅。我顾问饿坏了，他顺手指了指正如释重负伸懒腰的你。王经理打量着你，一身军绿派克服，背个破包，活脱脱个穷游大学生。这真是李总花大价钱请的高人。他心里虽犯嘀咕，嘴上却不敢怠慢。是，皮埃尔主厨备好了接风宴，说是要让您重温法式料理的精髓。一听皮埃尔这3个字，李诗雅眉头不由自主地拧成了疙瘩，敏锐捕捉到这丝表情，你挑眉问道：怎么又是那个法国佬？李诗雅压着嗓子吐槽，米其林2星的大厨，脾气比本事还大，待会儿你一试便知。主餐厅那是相当奢华，落地窗外雪山巍峨，桌布雪白一尘不染，银餐具亮的简直晃眼。李总，一个留着精致胡须，穿着定制厨师服的法国男人迎面走来，下巴扬得老高，满眼傲慢。听说您带了位顾问？皮埃尔操着蹩脚中文，眼神轻蔑地从你身上扫过，希望这位先生懂什么是真正的 haute cuisine。你压根没搭理他，径直落座抖开餐巾，上菜吧，我也正好开眼。皮埃尔鼻子里冷哼一声，傲慢地拍了拍手。服务员排队入场端上前菜，硕大白盘里就放着麻酱大的一块东西，围着圈白泡沫，还冒着干冰的仙气。这可是我特意研发的开胃头盘雪山之吻，低温慢煮鹅肝佐黑松露分子泡沫。皮埃尔一脸显摆，鹅肝48度慢煮锁住嫩滑，泡沫是黑松露液蛋打发的，寓意长白山的雪景，卖相确实挺唬人，看着挺艺术。李诗雅优雅地切下一小块送进嘴里，下一秒她眉头瞬间锁死，又是这该死的味儿。鹅肝嫩是嫩，里头却透着股子明显的腥气，那团所谓的高级泡沫入口就化成冰凉脏水，带着怪异化学味，瞬间败光食欲。她强忍恶心没吐，灌了大口柠檬水才压下去。如何？皮埃尔自信满满，是不是感受到了雪山的清凉和鹅肝的醇厚？李诗雅没接茬，扭头把目光投向了你，你正死盯着盘里那块鹅肝，连刀叉都懒得动一下。怎么，顾问先生不敢下嘴？皮埃尔出言讥讽，是吃不惯这种高级货色吗？你轻叹口气，拿叉子戳了戳那团冒烟的泡沫，随手把叉子丢回盘中，发出当啷一声脆响。皮埃尔大厨是吧？你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眼神却如刀锋利，你当咱们中国人的胃是铁打的不成？皮埃尔当场愣住，哇，外头零下20多度，你指着窗外冷笑，客人顶风冒雪过来，进门第一口只想吃点热乎东西暖暖身子。你倒好，整盘冰凉鹅肝配液蛋泡沫，这是想让客人吃完集体拉肚子，好给医务室冲业绩。你懂个屁！皮埃尔恼羞成怒，涨红了脸，这是艺术，是分子料理，温度是为了保证极致口感。口感？你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这鹅肝是冷冻货吧？皮埃尔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深山老林运不进鲜货，你用的冷冻干解冻手法又烂，组织液流失严重，为了盖腥味死命加黑松露油，结果更是欲盖弥彰。你一针见血的补刀，低温慢煮是能嫩化，但这破冷冻货低温根本去不掉腥味，吃嘴里就像嚼了块带腥味的肥皂。至于这泡沫，你满脸嫌弃，暖气房里塌陷的飞快变成一滩脏水，这管叫艺术？这叫车祸现场！你胡说八道！皮埃尔气急败坏的吼，我是米其林2星，我的配方完美无缺，是你这土包子不懂欣赏，我土不土不重要，你直接打断起身环视周围那一圈尴尬的高管，重要的是这道菜难吃且不合时宜。如果这就是你们的餐饮水准，你转头冲李诗雅摇头，李总这30万顾问费我拿着烫手啊，这烂摊子神仙难救。李诗雅端坐着，看你3两句就把那趾高气昂的法国佬对得哑口无言，心里简直爽翻了天。他放下刀叉擦擦嘴，语气冷得掉渣，皮埃尔主厨，叶顾问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这道菜做出来的水平实在够呛，我不服！皮埃尔歇斯底里的大喊，我是最专业的，你不过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有种就在这荒郊野岭没进口食材的情况下露一手，我看你能弄出什么花样。你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看着气急败坏的杨大厨，你嘴角勾起一抹鱼儿上钩的笑意。行啊，你干脆利落的挽起袖子，既然不服气，那咱就赌一把，明天就在这厨房里，我不用进口货，更不用分子设备，
就用山里的土特产整一桌。你伸出一根手指头比划着，如果我做的比你这高级料理更受欢迎，你指了指他头上那顶白色高帽，就把这玩意儿摘了，把指挥权让出来。这3天你负责给我打下手。那你要是输了呢？皮埃尔咬牙切齿地盯着你，万一我输了？你一脸轻松地耸耸肩，顾问费我分文不取，还得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给你鞠躬道歉，承认法餐世界第一，成交。皮埃尔不假思索地应战，他压根不信靠这山里的烂蘑菇和土猪肉能干得过他的顶级松露鹅肝。晚宴自然是不欢而散。回到总统套房，李诗雅满脸愁容地看着你，你这赌注玩得太大了吧？这儿供应链不行，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谁说没米？你迈步走到落地窗前，盯着外面漆黑一片的密林，眼神里透着捕猎人发现猎物般的凶光。李总，你怕是忘了当初是怎么把我骗来的吧？你回头晃了晃手机，屏幕上正是那张威风凛凛的野猪照片。那头野猪还有林子里的山货才是这地方真正的顶级食材。明天一早换好冲锋衣，你盯着李诗雅，眼里全是兴奋，带你实地进货去。翌日清晨6点钟，长白山的冬日亮得极晚，窗外仍是一片深邃清冷的灰蓝色。度假村大堂里，李诗雅早就候着了。为了今天进山，她特意脱了职业装，换上一身奶白色滑雪服，配着护目镜，脚下还蹬着双加绒雪地靴。叶秋，咱们真要往深山里钻吗？李诗雅瞧见你拎根木棍背个就竹篓走出电梯，语气满是怀疑。不带保镖吗？万一撞见狗熊咋整？你穿的倒是一如既往的简单，还是那件军绿派克服配上冲锋裤，脚下一双耐造的登山靴，这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你走到他跟前，顺手帮他把围巾掖紧，放100个心，咱就去林场边缘的安全区，没熊瞎子，顶多能碰上几只傻狍子。再说了，你拍拍身后那空荡荡的背篓，自信一笑，带着我这个顶级老猎人进山，你只管在旁边负责喊666就行。越野车把2人送到林场入口处，司机本想跟着伺候，却被你一口回绝。人多动静大，容易把山里的宝贝吓跑。你把登山杖递给李诗雅，招呼道：“走吧，李总，今天运动量可不小，希望能消耗掉你昨天吃那块鹅肝的热量。”2人一前一后踩着积雪进了原始森林，空气虽然凉，但透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吸一口感觉肺都洗净了。四周全是参天的红松和白桦，树挂晶莹剔透，美得跟童话世界一样。李诗雅起初还冻得缩手缩脚，可没一会儿就被美景迷住了，好美啊！她伸手接住一簇落下的雪花，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白山原始森林吗？别光顾着看天上看路，你走在前面，拿棍子拨开灌木上的积雪，真正的好宝贝都藏在脚底下了。系统开启神级食材辨识，你在心里默念一声，叮，技能激活，扫描半径50米，正在全力搜寻高价值野生食材。瞬间你视野里冒出了一些常人看不见的金光点，有了！你眼睛猛地一亮，快步冲向一棵倒塌多时的巨大柞树残骸。你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扒开枯木根部的积雪和厚厚的腐叶层，扭头冲他显摆：“你快看这是啥？”李诗雅好奇地凑近瞧了瞧，黑泥地里竟然长着一簇簇暗红色的蘑菇，肉质厚实，颜色深沉的像红酒，散发着泥土和松脂的浓郁香气。这种东西是啥？李诗雅满脸茫然，显然不认识。野生鱼黄蘑？不对，这是更罕见的松树伞。你眼里冒着光，轻手轻脚地采摘下来，这可是拿来炖鸡的神级美味。你瞧这肉质，紧实的跟真肉似的。昨天那个法国佬用的干瘪香菇跟这一比，简直就是垃圾货色，确实是极品。这可是长白山送咱的头一份见面礼。你把红蘑丢进竹篓里，开门红。看来今天运气相当不错。2人继续朝林子深处走去，太阳逐渐升起，把阳光洒向雪地，四周泛起了一层亮瞎眼的金色碎光。你倒是等等我呀！李诗雅体力到底一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明显已经快跟不上你的步伐了。前面刚好有个小陡坡，见你跨得轻轻松松，她也想学着跳过去，哪知道雪壳子下面竟然藏着一块暗冰呀！她脚底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整个人尖叫着向后栽倒过去。就在她以为这下肯定要摔个屁股墩儿，在雪地里滚3圈时，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扣住了她的手腕。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李诗雅整个人就被拽进了那个坚实暖和的怀抱里。小心点！你无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都说了看路，怎么还平地摔呢？李诗雅惊魂未定地揪着你的派克服，脸颊紧紧贴在你胸口，听着沉稳有力的心跳声，那种强烈的荷尔蒙气息混合着雪松味，瞬间包围了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2秒，在这荒无人烟的冰雪密林中，这种肢体接触带来的安全感被瞬间放大无数倍。李诗雅的脸疼的一下就红透了，甚至比刚才被冷风刮过还要红艳几分。我看那个蘑菇太漂亮了。她慌乱地找了个蹩脚的借口，手忙脚乱地想要赶紧站直身子。你倒是完全没多想，顺手扶正李诗雅，确认她没崴脚后才松开手。行了，牵着我的手走吧。你大大方方地把手伸了过去。这片林子路况太差，要是摔坏了我的采购总监，我可赔不起这笔钱。李诗雅盯着那只戴着黑色防寒手套的大手，轻轻咬了咬嘴唇后，终于伸出手紧紧握住。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她小声嘟囔着，真要摔了那得算工伤。有了你的强力牵引，接下来的路程顺畅了太多。而在系统的精准指引下，你简直就是开了全图挂。那是极品猴头菇。在一棵高大的栗树树干上，你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毛茸茸金黄色的圆球，个头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绝对的极品啊！你利落地爬上树，小心翼翼地将其采摘下来。这玩意儿养胃堪称一绝。李总，你那娇贵的胃这回有福了。还有这个刺嫩芽，虽然季节稍微有点晚，但这个背阴坡居然还留着一点极品嫩尖。不到2个小时，你背后的竹篓就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全是些有市无价的顶级山珍。差不多了，你看了看天色，估摸着时间，配菜全部凑齐，现在就缺个硬核主菜。主菜！李诗雅累得气喘吁吁，
但精神头却异常亢奋。是野猪吗？咱们去哪儿抓？抓！闻言你忍不住乐了。李总啊，咱俩赤手空拳去抓野猪，那纯属是给野猪送外卖。你抬手指向远处升起的一缕炊烟，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联系妥当。昨天给你发照片的那个老猎户就在前面的护林站等着呢。护林站的小院里，一头处理好的野猪正挂在木架上，因为极低的气温，肉质已经被冻得硬邦邦，呈现出一种漂亮的深红色泽。张大爷，你进门就熟门熟路的吆喝一嗓子。一个穿着羊皮袄的老猎户慢悠悠走了出来，瞅见你身后的李诗雅咧嘴一笑，这就是那个城里来的大老板吧？大爷，这猪我要了。你大步走到野猪旁，伸手用力按了按那结实的后腿肉，神级食材辨识瞬间反馈，目标纯种野猪，肉质紧实度 S 级，脂肪含量适中，适合烹饪方式红烧和炭烤，果然是好肉。你满意地点点头，掏出一把剔骨刀，指了指猪后腿和五花肉的部位，这半扇还有这4只猪蹄我全都要了，再给我来点野猪板油。李诗雅在旁边静静看着，虽然画面略显血腥，但她却一点不觉得害怕，相反看着你跟猎户讨价还价，挑选食材那副行家里手的模样，她竟然觉得有些莫名的性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主菜啊？李诗雅盯着那块纹理清晰的野猪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叶秋，她悄悄扯了扯你的袖子，这猪蹄今晚能让我吃上吗？你回头看着她那副馋猫样，忍不住笑出声。必须能！你把切好的猪蹄拎在手里掂了掂分量，不仅能吃上，还能让你那个法国主厨好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英才。中午12点，两人满载而归。你背着一整篓蘑菇，手里提着几十斤野猪肉，李诗雅手里也小心翼翼地捧着那颗金贵的猴头菇。回到度假村时，正好在大堂迎面撞上那个皮埃尔主厨。看着两人这副土里土气的打扮，尤其是看到你手里那块血淋淋的生肉，皮埃尔一脸嫌弃地捂住了鼻子。Oh my god！ 皮埃尔夸张地怪叫起来，这就是你们找来的所谓食材？这种充满腥骚味的野兽肉，你们是打算在厨房里搞野蛮人烧烤吗？你猛地停下脚步，把野猪肉往地上一扔，砰的一声震起一片灰尘。皮埃尔，你拍了拍手上的冰碴，眼神冷冽而自信。洗干净你的锅，还有你的脖子啊，不对，是你的帽子。今晚我会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中国味道。傍晚6点，云隐温泉度假村的后厨里，火药味简直要炸了。整个厨房被一条无形的线划成两半，左边是那法国老皮埃尔的地盘，亮晃晃的不锈钢台面上全是些高科技玩意儿，什么低温慢煮机、液氮罐、真空机，还有一排排跟手术刀似的镊子。皮埃尔头戴高帽，一脸严肃地处理着那块空运来的 M9 和牛。虽然这儿条件差点意思，但我照样要用分子料理，让你们尝尝牛肉最本真的味道。他一边装模作样，一边拿滴管把松露汁滴进海藻胶里，鼓到他那所谓的松露鱼子酱。而右边就是你的主场了，这儿没那些花里胡哨的机器，就一口直径1米的大铁锅，一个烧得通红的炭火炉，还有案板上那堆刚从山上刨回来的土特产。当当当，你抄起那把大马士革主厨刀，手起刀落之间，硬邦邦的野猪排骨在你手下就跟切豆腐似的被剁成了均匀的小块。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 S 级食材纯种野猪肉，建议烹饪方式：重油、猛火、浓酱，以爆制爆，才能激发出最极致的野味。野猪肉的纤维又粗，腥骚味又重，你边处理食材边嘀咕，要学那法国佬搞什么低温慢煮，这肉非把人牙给崩了不可，那腥味能直接把人送走。你手脚麻利的把排骨丢进冷水，豪爽的扔进大把葱姜、高度白酒和一把花椒去腥焯水，接着就开始准备今晚的3道硬核大菜。1小时过去了，评审席上的几位大股东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窗外大雪飘飘，屋里就算开着暖气，那股子湿冷劲儿还是一个劲的往骨头缝里钻。好了，皮埃尔率先端出了他的大作，服务员端上5个巨型大盘子，可盘子正中间就一块巴掌大的牛肉，旁边用5颜6色的酱汁和泡沫点缀着，这就是低温慢煮和牛配分子松露球。皮埃尔一脸傲然，这牛肉在56度恒温下慢煮了4小时，保证入口即化。李诗雅盯着那块粉嫩的牛肉，卖相是挺好看，可惜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她默默切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嫩是真嫩，可那是种软趴趴没灵魂的嫩，而且温度不够，和牛那肥美的油脂根本没化开，腻乎乎的糊在舌头上，一股生油味儿。其他股东也是出于礼貌尝了2口，就纷纷放下了刀叉，表情那叫一个平淡。这冰天雪地的吃着不冷不热的肉，谁提得起劲啊？就在皮埃尔还在那喋喋不休吹嘘他那摆盘艺术的时候，滋啦一阵猛烈的油脂爆响声猛地从厨房另一头传了过来，紧跟着一股霸道到不讲理的香气，就像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整个厨房。那是肉油被炭火烤出的焦香，还混着孜然、辣椒面和某种秘制酱料的浓香。在场所有人的鼻子都忍不住抽了抽，刚才还一脸嫌弃没胃口的股东们，喉结齐刷刷的上下滚动，让一让啊，小心烫着！你吼了一嗓子，端着一个巨大的木托盘就过来了，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摆盘，只有纯粹的粗犷豪迈。第一道菜，炭烤野猪排，焦褐色的排骨堆得像座小山，表面还滋滋的冒着油，上面撒满了白芝麻和碧绿的葱花，那种最原始的属于肉食的冲击力，让在场所有人的眼睛瞬间都看绿了。这野猪排先卤后烤，你言简意赅，用的是果木炭，刷了蜂蜜和辣酱。各位别客气，直接上手吧，刀叉对付不了这玩意儿。一个东北大哥再也憋不住了，直接伸手抓起一根滚烫的排骨，也顾不上烫嘴，狠狠就是一大口，咔嚓一声，外皮酥脆焦香，里头的肉却因为提前卤过，又软又入味，轻轻一扯就骨肉分离了。野猪肉那特有的紧实口感在牙齿间弹跳，丰腴的肉油在嘴里瞬间爆开，又被香料中和的没有半点腥骚，只留下满嘴的肉香。哎呀妈呀，香，这也太香了！那东北大哥一拍桌子，吃得满嘴流油，这他娘的才叫肉啊！刚才那软趴趴的牛肉算个啥玩意儿？
其他人一看这架势，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了，纷纷扔掉矜持上手就抢。李诗雅也拿起一根咬了一口，那股子带着人间烟火气的焦香瞬间塞满了她的嘴，好吃的她眼泪都快下来了，这才是她心心念念的味道啊！皮埃尔傻愣愣地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自己那盘精致的和牛无人问津，而那堆被他鄙视为垃圾的排骨瞬间被抢光，脸都气绿了。这简直是野蛮人的吃法！别急，硬菜还在后头呢，你淡定转身，端上了第二道菜，一口巨大的铁锅炖，锅盖一掀，滚滚的白色蒸汽冲天而起，裹着一股浓到化不开的菌菇奇香。小鸡炖蘑菇来了，蘑菇是今早刚从山上采的野生红蘑，鸡是村里正经的溜达鸡，汤色红亮油润，蘑菇吸满了鸡汤，又肥又滑，鸡肉炖得软烂脱骨，可吃起来照样有嚼劲。来，都尝尝这汤，你麻利的给每人盛了一碗，一口热汤灌下去，那股暖流从喉咙眼一直窜到脚底板，野生红蘑那股子独有的鲜美，是任何味精和松露油都装不出来的。鲜，这蘑菇简直绝了，鸡肉也好吃，一点不柴。股东们一个个埋头猛吃，刚才那股子冷劲儿早就被吃没了。最后，你又端上来一篮子刚出炉的白吉馍，外皮烤得焦黄酥脆，旁边配着一盆香喷喷的剁野猪肉，压皱的野猪肉肉夹馍。刚才光吃肉没过瘾的，来个馍垫吧垫吧。你拿起一个滚烫的馍，从中间划开，塞满了剁好的野猪肉，递给李诗雅。李总，你的特供版。李诗雅接过那热乎的肉夹馍，酥脆的馍皮裹着软糯咸香的卤肉，就那么一大口下去，肉汁瞬间在嘴里爆开。她吃的两边腮帮子鼓鼓囊囊，活像一只护食的小仓鼠，哪还记得自己是啥冰山女总裁？半小时不到，你这边的盘子全都见了底，连铁锅里的汤汁都被人拿馍给擦干净了。再看皮埃尔那边，那几盘花里胡哨的和牛跟泡沫，几乎就没人动过。这场比试胜负已分，压根用不着投票了。度假村的王经理抹了把嘴角的油，清了清嗓子站起来。可我觉得吧，叶顾问这个方案简直绝了。咱们这可是长白山，客人大老远来就想吃点热乎有本地特色的，搞那些洋玩意儿，确实有点不接地气。其他股东立马点头称是。你擦干净手，走到脸色惨白的皮埃尔跟前，尝尝呗。你努了努嘴，示意锅里最后那块红馍。皮埃尔咬紧后槽牙，极不情愿地插起一小块送进嘴里，可入口那瞬间，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这股鲜味，这种不同食材融合的完美层次，身为米其林大厨，他的味蕾可不会撒谎。这玩意儿确实比他那什么泡沫鹅肝好吃不止100倍。皮埃尔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郑重地摘下厨师帽放在桌上。我输了，你对食材的理解无人能及。按赌约，这3天厨房你说了算，我给你打杂。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诗雅静静坐着，看着那个站在厨房中央，穿着普通冲锋衣却自带光环的男人，心脏砰砰狂跳。这不仅仅是因为赢了比赛，更是因为这个男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惊喜和踏实感。晚宴散场，宾客都走了，你正不紧不慢地擦拭着你的宝贝刀具。李诗雅这时走了过来，俏脸带着醉人的红晕，一双眼睛亮得像有星星。叶秋，怎么了？你今天真的帅爆了。李诗雅的赞美发自内心，特别是那个肉夹馍，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那必须的。你咧嘴一笑，不过这就把你收买了。你抬眼看了看窗外，雪已经停了，月光洒了下来。刚吃了那么多肉，是不是感觉有点腻了？你朝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开口：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消食去。什么地方啊？李诗雅被勾起了好奇心。你朝后山的 VIP 区扬了扬下巴，那边有几个被白雪覆盖的院子，都是私密性超强的露天温泉。我让人给你留了最顶级的私汤，而且你冲他眨了眨眼，我还准备了独家甜点，温泉煮蛋配冰镇清酒，敢不敢玩点刺激的？李诗雅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私汤、清酒，还有你，敢？李诗雅猛地抬起头，月光下的眼神勾魂夺魄。只要有你在，我就敢。夜色渐浓，长白山的大雪终于停歇，一轮皎月挂在松林之上，把整个山谷映照得如同仙境。度假村后山的 VIP 私汤别院，这可是整个度假村的王牌地段，只有2间相邻的露天汤池，被竹林和石墙完美隔开，绝对没人打扰。哗啦一声，李诗雅裹着厚浴袍，光脚踩在温热的木栈道上，刺骨的寒冷。可当她踏入那升腾着袅袅白雾的汤池时，滚烫的泉水瞬间将她包裹，每个毛孔都舒服地舒展开来，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哼。呼，李诗雅舒服地靠在池边的大石头上，长发松松挽着，几缕湿漉漉的发丝贴在她白皙的脖颈上。她仰头望着漫天星河，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一整天的疲惫、寒冷，还有那场厨艺对决的紧张，都在这暖流中烟消云散了。怎么样，这水温还舒服吧？隔壁传来你懒散的声音。2个汤池只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竹篱笆，雾气缭绕间，能隐约看到对方模糊的身影。完美。李诗雅闭上眼，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比市区那些所谓的高端水疗舒服1万倍。那是自然。那边传来一阵水声，这可是纯天然的硫磺泉，养肤解乏。我刚鉴定过了，这泉眼妥妥的 S 级品质，这家伙连泡个温泉都要评个级。李诗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对了，接着随着你一声喊，一个精致的小木盆从竹篱笆下面慢悠悠地飘了过来。木盆在水面轻轻摇晃，上面放着2样东西，一壶埋在碎冰里的清酒，还有2颗像白玉一样晶莹剔透的温泉蛋。这可是用泉眼源头的高温水刚煮好的。你的声音里透着几分小得意。正宗的温泉蛋，蛋黄半凝，蛋白似豆花，配上特制酱油，尝尝看。李诗雅伸手接过木盆，拿起一颗温泉蛋，轻轻一颗，小心地倒进小碗里。果然，那蛋白嫩得像布丁，裹着一抹诱人的糖心橙黄，淋上酱油，用小勺舀起送进嘴里，又滑又嫩，那股淡淡的硫磺矿物香
香气混合着淡香，顺着喉咙滑下，暖心暖胃。再下一口冰凉的清酒，冰火两重天的刺激，爽！李诗雅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这哪是吃夜宵啊，这简直是神仙待遇。叶秋，李诗雅喝了口酒，脸颊被热气和酒精染得绯红。你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宝贝？怎么什么都会啊？没办法，天赋异禀嘛。你好像也在那边喝了一口。再说这世上除了吃，也没什么事值得我上心了。李诗雅忽然沉默了，她转过头，努力透过竹篱笆的缝隙，想看清那边那个模糊的身影。在这与世隔绝的雪山之巅，在这只有他们两人的私密深夜，她心底一直强压着的不安，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叶秋，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怎么了？如果李诗雅的手指在水面轻轻划着圈，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是星辰资本的总裁，也没钱买那些顶级食材，甚至一无所有，连这顿饭都付不起了。她顿了顿，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问出口：到那个时候，我还能去你的小店吃饭吗？这个问题听着很傻，可对现在的她来说，却像悬在头顶的剑。家族的重压，对赌的协议，一旦输了，她就会从云端坠入深渊。她真的怕到时候连这最后一盏为她留着的灯也灭了。隔壁瞬间安静下来，只剩风声和水声。就在李诗雅觉得你嫌这个问题太矫情，不打算搭理她的时候，哗啦一声，你好像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李总，你这是跟我玩凡尔赛呢？你的声音还是那股懒洋洋的调侃味。不过嘛，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破例回答一下，我这小破店可不养闲人。不过你要是真破产了，没饭辙了，你轻笑一声，可以来我这儿打工啊，端盘子洗碗，或者专门负责喂饱门口那只大黄，工资就别想了，毕竟你也没啥技术，我看你平时笨手笨脚的，别再给我摔几个盘子就不错了。你话锋一转，语气突然温柔起来。不过管饭，只要我还有一口吃的，就绝对饿不着你。至于食材嘛，大不了降个级，吃不起澳龙就啃小龙虾，吃不起和牛就吃黄牛肉呗。反正我这手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的声音穿过朦胧的蒸汽，清晰地传到李诗雅耳中，就算是土豆炖白菜，我也能给你整出米其林的感觉来。李诗雅的眼眶猛地一酸，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虚情假意的安慰，就一句简简单单的管饭，却成了她听过最安心的承诺。在这个人人讲究利益的世界，只有这个男人跟她说，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只要你还张嘴吃饭，我就养着你。扑哧一声，李诗雅抹了把眼角分不清是水汽还是泪珠的东西，瞬间破涕为笑。叶老板，你也太黑心了吧。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笑意，让我这种商界女强人去给你刷盘子，还不发工资，资本家听了都得掉眼泪。那可没办法，谁让你吃的那么多呢？你在那边用一种欠揍的语气回了一句。李诗雅端起酒杯，朝竹篱笆那边摇摇一举，行，你这个 offer 我收了，真要有那么一天，我就赖你店里不走了，非把你吃穷不可。随时欢迎。两个酒杯隔空相碰，虽然没有声音，但那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却在温热的泉水里彻底扎了根。夜更深了，两人都没再说话，静静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李诗雅靠在池边望着月亮，完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她心里清楚，不管未来如何，这世上总有个角落，有一碗热饭在等着她，这就足够了。周日下午4点，飞了4小时又开了1小时车，那辆熟悉的迈巴赫总算慢悠悠的停在了幸福里小区门口。天色阴沉，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了。到了，你推门下车，狠狠伸了个懒腰，浑身骨头咔嗒作响。还是山下的空气好啊，在山上待那3天，我都快醉氧了。后备箱自动打开，里面塞的那叫一个满满当当，除了行李，剩下的地方全被这次的战利品给占满了。泡沫箱里是没吃完的野猪肉，竹篮里是千辛万苦带回来的野生红蘑和猴头菇，甚至还有2坛子当地人酿的蓝莓酒。这么多东西啊！李诗雅看着这满后备箱的烟火气，眼神里满是留恋和不舍。这3天简直就像一场梦，没有批不完的文件，没有勾心斗角的商战，只有雪山、温泉、野猪肉，还有一个总能花样百出喂饱她的男人。可现在梦该醒了，发什么愣呢？搭把手啊！你拎着一条大猪腿回头喊他，李总，你虽然是我的金主爸爸，但这几十斤肉也不能让我一个人扛吧？李诗雅回过神来，嘴角弯起一抹笑，来了。她脱下那件贵得吓人的风衣搭在胳膊上，踩着高跟鞋走过去，特别自然地拎起了最轻的那篮蘑菇。小心点儿，这可是咱们今晚的晚餐。安记小馆的卷帘门哗啦啦拉开，熟悉的暖黄灯光再次亮起，大黄也从宠物店接了回来，正绕着你的腿喵喵叫个不停，好像在控诉你把它抛弃了好几天。知道了，马上给你开罐头。你麻利地把野猪肉塞进冰柜，然后去洗了洗手。李总，先坐会儿，飞机餐那么难吃，你肯定饿了，正好用新带回来的红蘑给你下碗面吃。李诗雅乖乖坐在吧台她的专属座位上，看着你忙碌的背影。虽然人回了城市，但只要待在这家小店里，在长白山的那种安全感就一直都在。厨房里很快就香气四溢，你用带回来的野生红蘑炒出红亮的油，冲入高汤，再滑入切好的野猪里脊丝，面条煮好捞出，浇上香气扑鼻的菌菇肉丝卤丁，制作完成。长白山野猪肉菌菇面 S 级，触发特殊词条，山野回响 LV2 词条效果，通过味蕾重现旅途记忆，超级解压。吃吧，你把热腾腾的面推到他面前，这可是咱们这次旅行的收官大作。李诗雅拿起筷子挑起一缕面，红蘑的鲜美和野猪肉的醇香混着面条的热气扑面而来，瞬间就让他那点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太好吃了，他满足的吃了一大口，眼睛都在放光。叶秋，这野猪肉带回来以后，感觉味道更香醇了。那当然，这就叫你刚准备嘚瑟2句，一阵急促的手机震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店里的温馨。吧台上李诗雅的私人手机，屏幕上赫然跳动着2个字：父亲。李诗雅拿筷子的手猛地一僵，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能的僵硬和戒备。结巴，你看出他不对劲，但什么也没多问，只是默默转身去倒水，把空间单独留给了他。李诗雅深吸一口气，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爸，你还知道我是你爸？电话那头的咆哮简直震耳欲聋，大到连你站在水槽边都听得一清二楚。李振廷的声音里满是暴怒和焦急。李诗雅，你是不是疯了？这几天关机完消失，你到底跑哪鬼混去了？我只是去出了个差。出差？我看你是去躲债。李父冷笑着打断他，语气阴冷的吓人。你知不知道，就你玩消失这3天，赵家联合董事会那2个老东西突然发难，他们要求撤回对星辰资本的所有贷款。现在银行也收到风声要抽贷，公司的资金链马上就要崩了。明天股市一开盘，咱们就得直接跌停。听到这话，李诗雅的脸色瞬间惨白，捏着手机的指节泛着白。赵家，赵泽宇，这是晚宴上丢脸的报复。他想过他会报复，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狠。这分明是要他的命。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老宅！李父下达了最后通牒，赵家的人也在。今晚你要是求不到赵公子的原谅，定不下这门婚事，那你这个 CEO 也别想当了。嘟嘟嘟，电话被猛地挂断，忙音在安静的小馆里刺耳的尖叫。李诗雅还举着手机，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僵在原地。眼前那碗热气腾腾的菌菇面还在散发着馋人的香气，可他却再也提不起半点胃口。出事了！你递过去一杯温水，靠在吧台上，眼神平静地望着他。李诗雅猛然回神，她呆呆地看着你。几秒钟前，她还沉浸在吃面的幸福感里，可现在，现实就像一盆冰水从她头顶浇了下来。她是李家的女儿，是星辰资本的总裁，这些身份像一条条锁链，让她连安稳吃碗面的资格都没有。李诗雅默默放下水杯，一口都没喝。她站起身来，动作有些僵硬地整理好风衣领口，重新戴上那副冰冷的女强人面具。家里出了急事，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她的声音很平稳，但你却能听出那份被死死压抑住的颤抖。那碗面，李诗雅看了一眼那碗还没动过的面，眼神里闪过浓浓的不舍和挣扎。先放着吧，等我回来再吃。你看着她，敏锐地察觉到这绝非有点急事那么简单。她身上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窒息感，几乎快要满溢出来。但你没有拦她，你现在不过是个厨子，这种豪门的浑水，你还没资格，或者说还没找到合适的姿势去烫。去吧，你点了点头，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懒散，却多了一丝藏不住的认真。路上慢点，外面要下大雨了。还有，你抬手指了指那碗面，面坨了就不好吃了。等你回来，我给你做新的。你话音刚落，李诗雅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深深地看了你一眼，仿佛想从你身上借走面对一切风暴的勇气。好，等我回来。李诗雅决然转身，推门离去。那道背影孤单而决绝，却又挺拔的叫人心疼。哗啦！就在她踏出店门的瞬间，憋了许久的暴雨倾盆而下，黑色的迈巴赫亮起车灯，如一叶孤舟冲入黑暗，很快就消失在雨幕之中。你站在门口，望着车消失的方向，眉头轻轻皱起。大黄过来蹭了蹭你的裤腿。大黄啊！你摸了摸他的脑袋，眼底闪过一丝冷意。看来这碗面他今晚是吃不成了。赵家，赵泽宇是吗？你转过身，瞥了眼墙上的大马士革刀，这软饭吃得好好的，要是饭碗被人给砸了，那可是很叫人火大的事。半小时后，江海市西郊李家老宅，在狂风暴雨的笼罩下，这座100年老宅好似一头潜伏在黑暗里的巨兽，散发着让人窒息的阴森。轰隆！一道惊雷划破夜空，惨白的闪电照亮了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李诗雅推门而入，她没有打伞，从下车到门口这段路，冰冷的雨水已经浇透了她的风衣，几缕湿发贴在苍白的脸上，显得狼狈不堪。可她的脊背却挺得笔直。正厅之内灯火通明，这里本是逢年过节家人团聚的地方，此刻却像个审判犯人的法庭。主位上坐着他的父亲李家家主李振廷，他手里盘着2颗核桃，脸色阴沉的能凝出水。继母坐在他旁边，假模假样的喝着茶，嘴角却挂着一抹藏不住的幸灾乐祸。而在客座上翘着2郎腿，一副小人得志嘴脸的，正是赵泽宇。除了他们，周围还坐着几位公司的元老股东，此刻全都低着头，不敢去看李诗雅。这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啪！李诗雅刚走进大厅，李振廷手里的茶杯就狠狠摔在他脚边，碎片四溅，滚烫的茶水溅到他腿上。李振廷一声暴喝，跪下。李诗雅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冷冷扫视一圈屋里的人，目光最后定格在赵泽宇身上。赵公子真是好手段啊！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宴会上比不过我，就只配玩这种阴招。断代撤资，做空股价，为了逼我低头，你们赵家还真是下了血本。诗雅，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赵泽宇放下茶杯，慢悠悠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此时的他哪还有半点宴会上被你对得哑口无言的狼狈样？他走到李诗雅面前，眼里全是报复的快感和贪婪。这不叫玩阴的，这叫商业手段。谁让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宁愿跟个穷厨子去山里鬼混，也不愿意多看我一眼。赵泽宇猛地凑近他，声音压得又低又恶毒。现在知道怕了吧？银行断贷，明天股市一开盘，星辰资本就得崩盘，你那些引以为傲的项目，全都会变成一堆烂尾楼。除了我们赵家，谁也救不了你。李诗雅只觉得胃里一阵剧痛，那是长期高压导致的胃痉挛，此刻彻底爆发。那钻心的疼让她差点站不住，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冷汗。要是搁在以前，她或许会为了公司忍了，但现在她脑子里全是那碗没吃完的菌菇面，还有那个说会为她留灯的男人。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温暖，竟成了她此刻唯一的铠甲。所以呢，李诗雅强忍着剧痛，冷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你想让我怎么做？很简单。李振廷指着桌上的文件，语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签了这份联姻协议，明天就跟泽宇去领证，然后发公告宣布2家合并。还有，
他恶狠狠地补充道：“以后不准再见那个厨子，那种下等人只会脏了我们李家的底。”继母也在旁边皮笑肉不笑的帮腔：“是啊，诗雅，你就听你爸的吧。赵家是什么门第，你跟着泽宇，以后有你享不尽的福气。”李诗雅盯着那份协议，只要他签下名字，星辰资本就能活，他的地位也能保住，可代价却是他将彻底沦为赵家的附庸，一个没有灵魂的联姻工具，而且他再也没机会去那家小饭馆吃那碗热腾腾的面了。呵，李诗雅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凄凉，却又带着一股子决绝。爸，他抬起头，直视着这个给了他生命，却又要亲手埋葬他的男人。在你眼里，是不是除了利益什么都能牺牲？星辰资本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为了他，我3年没休过1天假，我喝到胃出血，我熬到内分泌失调，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就能得到你的认可。李诗雅摇着头，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可我错了，在你心里，我永远都只是一件可以交易的商品。混账！李振廷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态度？不想干了是不是？对，李诗雅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钉子砸在地上。我不干了！整个大厅瞬间一片死寂，就连赵泽宇都看傻了眼。李诗雅从包里拿出公司公章、迈巴赫的车钥匙，还有那张代表身份的黑卡。啪的一声，这些象征权势和富贵的东西被他像垃圾一样丢在了红木茶几上。星辰资本，我不要了！李家大小姐这个身份，我也不稀罕。至于联姻，李诗雅转过身，看着满脸错愕的赵泽宇，嘴角勾起一抹极尽的轻蔑。赵泽宇，你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嫁给你，我宁愿去要饭。话音落下，他头也不回，甚至没再多看那车钥匙一眼，径直朝着大门走去。李诗雅，你敢走！身后传来李振廷气急败坏的咆哮，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就永远别想回来。李家的1分钱你都别想拿走，我会让你在江海市彻底混不下去，随便你。李诗雅脚步不停，她一把推开沉重的大门，决绝地走进了那片狂风暴雨之中。轰隆，雷声炸响，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她。没有迈巴赫，没有司机，没有保镖，这一刻的李诗雅，除了湿透的风衣和包里那把小熊钥匙扣，她真的一无所有了。胃部的剧痛让她只能弯着腰，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冷、疼、绝望，整个世界好像都在眼前崩塌。但奇怪的是，当她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牢笼，走进这漫天风雨时，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就算翅膀断了，也终于闻到了自由的味道。她掏出手机，满是雨水的屏幕一片模糊，她颤抖着手指，几乎是凭着本能拨出了那个唯一的号码。不是求救，她只是想再听听那个人的声音。电话接通的瞬间，喂，李总，你那懒洋洋又带着烟火气的声音传来，事情办完了，面都坨了啊，我正准备倒了喂大黄呢。听到这个声音，李诗雅强撑的所有防线瞬间崩溃，眼泪混着雨水不要钱似的往下掉。叶秋，她蹲在路边雨水里，抱着膝盖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声音哽咽到含混不清，我没有家了，我好饿。电话那头死寂了1秒，紧接着就传来椅子被撞翻的巨响和你从未有过的急切声音，你在哪？站那别动，我马上过来。雨越下越大，西郊的盘山公路上路灯昏黄，雨幕像一道厚重的帘子，把整个世界都关在了外面。李诗雅蹲在废弃的公交站台下，漏雨的顶棚根本不管用，冰冷的水滴顺着发梢流进脖子，冻得她浑身直抖。她没车没伞，手机也彻底进水黑了屏，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惨的时候了。1小时前她还是100亿女总裁，现在却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连怎么回市区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她恍惚地想，胃里的绞痛让她快要失去意识。后悔吗？不，她不后悔，她只是好冷，好想吃那碗没吃上的菌菇面。就在这时，远处漆黑的雨夜里突然亮起一束摇摇晃晃的灯光，还伴随着一阵有点单薄的嗡嗡声。吱嘎，一辆贴着反光条的小电驴顶着狂风暴雨，像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甚至还带着点帅气的漂移，稳稳地停在了他面前。你浑身湿透，军绿色的派克服还在往下滴水，可摘头盔的动作却干净利落。你甩了甩湿头发，借着车灯的光，一眼就看见了缩在角落的李诗雅。啧，你几步冲上台阶，语气又急又气，还带着藏不住的心疼。李诗雅，你是不是傻？雨下这么大，没车你不会在宅子里等着吗？非得跑出来淋成个落汤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李诗雅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湿透了，刘海贴在脑门上，平时懒懒散散，现在却急得不行的男人。他强撑的那口气一下子全散了。叶秋，他伸出手想抓住你的衣角，却发现手都冻僵了，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我没有车了。我知道。你二话不说，直接脱下身上那件外面湿透，里面却还带着你体温的派克服，一把将李诗雅整个裹得严严实实。接着，你把还带着余温的头盔往他头上一扣，上车。你转过身半蹲下来，抓紧我腰，掉下去了我可不回头捡你。李诗雅笨手笨脚地爬上后座，双手环住你的腰，脸紧紧贴着你湿漉漉的后背。虽然隔着好几层湿衣服，但那点温度却是她今晚唯一的温暖。坐稳了，你一拧油门，小电驴猛地冲进了雨幕里。这一路上没有迈巴赫的真皮座椅，也没有恒温空调，只有冷雨和风声往身上灌。但李诗雅却觉得这是她坐过最安心的车。40分钟后，幸福里小区安记小馆阿 T 刚一进门，李诗雅就打了个大喷嚏，她脸色惨白，嘴唇发紫，整个人抖个不停。快去里屋把湿衣服换了。你一把将她推进了后面的休息室，你从柜子里翻出一套自己干净的加绒卫衣和运动裤丢给她，这是我的，有点大，你先凑合穿，我去给你煮姜汤。李诗雅
抱着衣服，像个木偶似的点了点头。等他换好衣服出来，店里已经飘着一股又辣又甜的暖香味了。你正在灶台前忙着，也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头发半干，正拿着勺子在锅里搅和着什么。过来，你朝他招招手，指了指吧台前的椅子，坐这儿，离灶台近，暖和点。李诗雅听话的坐了下来。你转过身，端来一碗红彤彤的热汤，汤里飘着几个白胖的小圆子，还有几片酱。红糖姜汁小圆子制作完成，特级红糖姜汁小圆子 S 级，触发特殊词条，驱寒回魂3级，词条效果瞬间提升体温，安抚受惊情绪，填补内心空洞。喝了它，你把勺子塞到他手里，趁热一口气给我喝完。李诗雅捧着热乎乎的碗，暖意顺着掌心传遍全身。她舀起一勺送进嘴里，老姜的辛辣味瞬间炸开，紧接着就是红糖的香甜，糯米圆子又软又糯，咬一口，黑芝麻馅就流了出来，一股暖流顺着喉咙冲进胃里，瞬间驱散了那股寒气和剧痛。嗨，因为喝得太猛，她呛了一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她没停下，还是一口接一口，好像要把这辈子受的委屈都跟着这碗汤一起吞下去，直到喝得见了碗底，李诗雅才放下碗，长长舒了口气，脸上总算有了点血色，身体也不再发抖了。叶秋，她低头看着空碗，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一个梦，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们了。她抬起头望着你，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现在一无所有了，别说澳洲龙虾，怕是连这碗姜汤都付不起了。我被李家赶了出来，赵家还要封杀我，明天一早全江海市都会知道我是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之犬。叶秋，我没钱了。他越说声音越小，眼里的光也越来越暗。你这店我还能进吗？你靠在料理台上，安安静静的听他说完，然后拿起一块毛巾走过去，盖在他还在滴水的头发上，用力的揉搓起来。就这？你的语气满是嫌弃，好像在听他说今天出门忘带伞了似的。李诗雅，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你一边给他擦着头发，一边漫不经心的开口，我早就说过，我这店小，可不养闲人。但是你停下手里的动作，弯下腰，视线和他齐平，那双平时总像睡不醒的眼睛，此刻却深得像一潭湖水，清晰的映出他狼狈的样子。我缺个洗碗工，也缺个是菜的，还缺个没事能跟我拌拌嘴，让日子不那么无聊的人。你伸出手，轻轻捏了捏他有些消瘦的脸蛋，没钱就没钱呗，多大点事儿啊！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呢。要是真没饭吃了，你指了指身后的厨房，那堆满了从长白山弄回来的食材，我养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个字，没有半点花哨，没有海誓山盟。可就在这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在这不到50平的小店里，这3个字却重如千斤。李诗雅看着你，眼泪再次决堤，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她猛地伸出手，死死抱住你的腰，把脸深深埋进你怀里，放声大哭。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庆幸在她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肯在雨夜骑着小电驴来接她，肯为她煮一碗热汤，肯对她说一句我养你。你身体僵硬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伸出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像哄大黄似的。行了了，别哭了，鼻涕擦干净啊，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卫衣。还有，既然我现在是你的债主，那咱俩得算算账。刚才那碗姜汤50，车费100，住宿费就算你今晚的加班费抵了。李诗雅在你怀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紧紧抓着你的衣服，用力点头，好，这辈子我都给你打工还债。